陆晨哥哥，很高兴认识你。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希望能成为你的妻子。轻灵的女声在自己的耳畔回响，陆晨猛然一下从床上清醒起来。他迅速的抬手给自己释放了一发清晰术，但却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脑袋依然昏沉。陆晨只感觉自己脑海中充满了杂乱的信息，警惕地看着四周的景象，却发现自己现在居然躺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小房间中。这是我在遂宁市的家，我不是应该在深空清理虚灵吗？怎么突然回到这里来了？薇拉呢？不对，我跟薇拉一起被围困在了冥王星基地上，虚灵实在是太多，我们的蓝量都耗空了。薇拉把她最后一瓶蓝药让给了我，但是深空已经沦陷，我最终开始被怪物集火杀死。密密麻麻的信息像碎片似的进入陆晨的脑海中，最后汇聚成河，猛然一下爆裂开来。他感觉到了一阵耳鸣，随着记忆的逐渐重合，陆晨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来生，我真的重生了。明明只是薇拉最后给自己说的话，陆晨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回到了100年之前。好在陆晨本身就是顶级的职业者，他迅速的镇定了下来，梳理着脑海中的信息。他确实是重生了。看着墙上的钟表，现在的时间是2036年7月10日，他直接回到了他们前往深空的100年前。这个时候他才刚满16岁，刚拥有数据面板，成为一名职业者，却因为身体素质不行，考取武校落榜了。紧接着父亲花了很大的代价帮自己弄来了一本法师转职证书，还因此落下了一条腿的残疾。凭借着这本法师转职证书，还有一口不服输的气，陆晨才硬生生以非院系派的身份杀了出来，最后成为了蓝星上顶级法神之一。最后为了守护人类的故土，踏入深渊，阻挡深空来的敌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还不认识薇拉。陆晨若有所思，薇拉是他的妻子，两人在蓝星时代相识，一起经历了深渊时代，一起经历了星海的开拓，后来又一起踏入深空建立防线。但如果说是重生回到自己16岁这年，那也就意味着自己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过往一切的荣誉和人脉都荡然无存，又得重新去闯一遭。没事，如果是重生的话，前世有很多遗憾的地方，重来一次说不定可以做得更好。就算现在不认识薇拉，但我相信她一直在等着我。现在还处于深渊时代的初期，有太多的机会留给我们，甚至如果能做到极致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提前布局好深空的防线，有阻止深空沦陷的可能。陆晨脑海中慢慢回忆起了关于深渊时代的记忆。所谓深渊时代，也是最初的时代。大概在2026年7月左右，天空出现了一道裂痕，日月同时失去颜色，所有超过16岁的人里，耳畔都传来了奇怪的声音，在意识海中出现了特殊的数据面板，无数虚空之门开启，地面出现洞窟和深渊，数不清的怪物从深渊中涌出。简单来理解，就是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游戏，而人类的文明在这场游戏之中，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被打得七零八碎，即使部分地区使用了核武，也没有改变最终的战局。但好在人类文明是坚韧的，很快就有第一批人理解了这场游戏。他们利用各种机制和实力，在如潮水般的怪物中建立了一个个安全区，摸清楚怪物的特性，甚至最后反攻城市，探索深渊。那些在深渊开启时还不到16岁的孩子们，在他们16岁生日的这天，也会开启面板，成为一名探索者。陆晨就是其中之一。深渊刚开始的时候，他才不过16岁。现在深渊入侵恰好过去了10年，他满16岁开启了面板。10年的时间里，经过一轮秩序的重整，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基础的一些设施都慢慢恢复，比如说学校和医院已经修建起来，除了开拓军团外，还出现了不少工会和公司，以及各种新时代的商业系统。陆晨的父母都是开拓军的成员，但因为受伤和跟不上进度，最后退了下来。陆晨12岁的时候进入遂宁中学进行恢复了课程，但很可惜，在武校的考核中失败，后续只能往后勤人员的方向发展，成为人海中平平无奇的一员。如果不是父亲认定这个世界将来是职业者的世界，倾尽家产给自己买下了一本法师转职证书，怕是陆晨最后也认识不了薇拉，成不了人类文明荣耀堂里的法神之一。现在家里都沉在自己考取武校失败的情绪中，只有父亲默默地去想办法帮自己弄法师转职证书了。这个转职对自己的作用很大，但父亲因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他伤兵上阵，连续拼了10几天的秘境，失去了一条腿，才换来了这本证书。这种东西对曾经的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是重生一回，我有更多赚钱的方式，没必要让父亲去冒这个险。陆晨脑海中迅速思考着，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前世家里人为自己付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母亲也是几乎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的后勤，陆晨不想自己在有实力的情况下还让他们受苦。他直接拿起通讯器给父母发送了消息，告诉他们自己有朋友邀请自己去他们的小队，并且到时候会给自己送一本转职证书，暂时不用父母操心。尤其是父亲那边，陆晨叮嘱了好几次，
最近情况有变化，千万不要出去秘境之类，表示有事情要跟他商量，想让他尽早回家。在父母惊讶的回信中，陆晨才算是松了一口气，有时间观察自己的面板。虽然现在时间看起来很充裕，但实际上陆晨想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还是得跟时间赛跑才行。前世的他不少次都是生死之间闯下来的，也有很多次是机缘巧合才获得了成功。现在重来一次，他必须始终保持好自己的状态，才能抓住更多的机会。不过就在陆晨挥手打开自己的面板时，他却惊讶地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一般来讲，一个刚满16岁的年轻人，面板应该是空无一物，属性值最低才对。但是陆晨第一眼就发现自己的属性有点不对劲，而且在天赋栏里似乎还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姓名：陆晨，探索者编号29838227AZ，职业：牧师，等级 LV1 0100，生命值100，魔法值200，基础攻击5，基础防御5，法术强度20，力量10，敏捷10，耐力10，智力20，精神20，天赋圣光之心 LV1 SSS， 技能圣光术 F， 物品无，装备简陋的布衣 F， 简陋的裤子 F， 精致的鞋子 F， 道具无，灵能币0。一般来讲，一个刚获得面板的探索者，所有的属性应该都是1点才对，后续才会根据不同职业升级后才会获得对应属性的增加。而且每一个属性点都比较难得，尤其是前期的装备属性都不是很好，升级获得的属性属于实力大头。但陆晨现在的情况明显跟他记忆中不一样，他的数据面板上直接开局所有的属性就是10点之多，而且智力和精神都达到了20点，这个属性已经普通法师7、8级的属性值了。不仅如此，在天赋一栏里，他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特殊的 SSS 级圣光之星。要知道，即使是在后期的深空时代，SSS 物品也不是什么大陆货。陆晨作为顶级法神，全身上下也就2件 SSS 道具，其他的基本都是 SS 和 S 级，更别说天赋这种位置本来都是非常难获得的东西。SSS 级天赋陆晨至今都没怎么听说过。虽然我是重生了，但我不应该是法师吗？因为重生的缘故，对于有一些奇怪的变化，陆晨也倒是可以理解。但他不理解的是，前世自己可是货真价实的法神，各种禁咒的深空里可是打出了名头的。现在自己重生回来，为啥却是觉醒了一颗圣光之心，职业还变成了牧师？难不成是面板搞错了？要知道，即使是自己的老婆薇拉跟圣光有关系，但她也是一个圣骑士职业而已，和牧师依然有很大的区别。陆晨的视线很快聚集在了圣光之心上， SSS 天赋的词条再次让他陷入了惊讶当中。圣光之心 LV1 01000，特效1，你的每次施法永久提升1点法术强度。特效2，你的圣光法术获得1000%加成。特效3，你的所有圣光法术可以对敌方作用。特效4，未解锁。卧槽！本来看着牧师职业的时候，陆晨还想着自己后面要不要换成自己熟悉的法师职业，但是看到这个天赋之后，他还是忍不住被吓到了。施法永久加法强，圣光法术1000%加成，圣光治疗术还可以直接对敌人攻击。即使是从前世法神的视角去看，这里面每一条几乎都是极品天赋词条了。首先是施法永久加法强，光这一条就是非常离谱的加成，如果他施法1亿次，那岂不是法术强度直接堆到1亿去了？这玩意不仅仅是极品，而是有些逆天了吧？圣光法术1000%加成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牧师职业本来大多数技能都是圣光系的，也就是说，这完全是一个10倍的技能增幅被动。一个普通牧师可能要加好几次满级圣光术，才可以加一个前排加满。但有了这个加成，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保持前排的血线？甚至如果恢复术也算在圣光里的话，光是持续恢复的法术就足够整个团队保持在非常健康的水平。除了前面这2条，圣光法术可以对敌方作用，这一条也是微微让陆晨侧目。前世牧师职业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虽然治疗能力很强，但输出能力太弱了。牧师只能依靠其他人去提升等级，而且身板还很脆，只适合团队型探索者，个人探索者选牧师职业会极其艰难。但如果陆晨的圣光术可以对敌人产生攻击效果，再叠加上1000%的加成以及无限法强的话，这哪里还需要加入什么团队？分明一个人就是一个圣光之神，一个行走的是圣光审判者，一个移动的生命之泉。如果后面学习了恢复蓝量的圣光技能之后，甚至都直接可以解决在深空时代团队缺少蓝量的问题。仅仅只花了3秒钟的时间，
陆晨就决定这一世或许可以转型一下，尝试一下牧师职业。除了因为这些强力天赋的原因，还有就是在100年后的那场深渊战斗中，几乎每个团队缺少的都不是输出，而是续航。一个好的治疗太重要的，而且也太稀少了。深渊时代的一些特性导致了大家都很苟住性命，对治疗的需求不是很大，也没有人愿意一直靠着其他人的帮助才能升级。天赋高的人早就已经选了前排职业和法系职业，所以导致在深空时代，各个团队都大力培养治疗，都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前世你们守护了我，让我活到了清理虚灵的最后一刻，那这一世的话，换我来守护你们吧。陆晨想到了自己前世的那些队友们，为了保住陆晨这个强力输出，几乎是前赴后继的为他垫后。如果前世他是一个牧师，或许自己跟薇拉就还有闯出去的机会，而不是白白死。这一世拥有了这颗圣光之心，陆晨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也去守护一下其他人，至少他不愿意再看到任何一个队友在自己的面前倒下。第2章，施法永久加法强。圣光术 F， 积蓄你体内的圣光力量，消耗30点魔法值，恢复当前目标30点生命值。技能需吟唱2秒钟，每点法术强度可以额外恢复1点生命值。您使用了一次圣光术，加500。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加510，加520，加530。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在了解了自己的大概面板之后，陆晨直接就开始对自己使用圣光术的独条测试技能了。他现在的基础等级只有1级，技能也只有最低等级的圣光术，但在圣光之心的各种天赋增加之后，他的一发圣光术还真就翻了10倍，治疗了500多点血量。而且跟圣光之心描述的一样，在每一次释放过后，他的法术强度都会得到增强。他现在200点蓝量值，释放了6次技能之后，法术强度已经来到了26点。传统使用圣光术的时候，只有治疗的选择，但是我刚才使用的时候，可以通过意识调控治疗状态，还有伤害状态。如果一个1级的牧师都能打出500多点伤害的话，那我前期的升级肯定不用愁了。唯一比较限制我的就是技能等级和蓝量。技能等级可以通过刷怪爆出来，或者去商场购买；蓝量的话，可以通过提升等智力和精神，或者尽快学习恢复魔法值的技能。同时，我也可以留意一些低蓝号或者无蓝号的技能。这样的话，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可以保持在法术强度的增长当中。陆晨在脑海中迅速构想自己提升的思路。现在最好的提升实力的方式，肯定是用资源先把法术强度堆叠起来。但是家里现在的条件不是很好，陆晨翻了一下存款后，怕是最低等级的技能书都买不起，也不想因此去劳烦自己的父亲。按照前世的计划，父亲在给我拿回法师专职证书后，会亲自带我去秘境练习一段时间，度过新手期，但那样至少要等好几天之后了。凭借着我现在的战斗经验，还有牧师的属性加成，完全可以独自处理怪物。那就先尽快收集附近一些低级秘境的信息，在父母回家之前完成一次等级的提升。这样的话，后续劝告父亲不要为自己去冒险，也会有更多的说服力。陆晨的脑海中迅速盘算着，前世的他拥有超凡的力量，但现在的还是一个普通人，这种之间的差距会让他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所以在简单的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局势之后，他就已经着手查阅附近秘境的相关信息。现在的每1分钟都不能浪费，虽然有着强大的圣光之心，但只有变现成真正的实力之后，才算是自己真正的保障。陆晨直接打开了家里的古董电脑，开始搜索和回想这些100年前经历过的东西。居然是城际论坛，这记忆也太久远了点。看着电脑里出现的画面，陆晨终于感觉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这个时期的蓝星还属于深渊时代的初期，虚空之门和深渊依然是人类的大敌。人类文明的联盟还未建立起来之前，大部分安全区都还是以城市安全区为单位进行交流，而城际论坛就相当于是城市里的一种小型局域网，在这上面大家可以共享信息或者进行一定的交易。陆晨估摸着还要等好些年，人类科技才会正式和灵能接轨，最终研究出更加便捷的智能脑机接口出来。虽然这些旧时代的东西让陆晨有点不习惯，但有总比没有要好。他迅速地在论坛上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以及观察着论坛上最近讨论的热点。遂宁市区日报，恭喜遂宁市区开拓者军团团长郑天等级突破82级，开拓者军团已经清理完了荣城东区的大部分怪物。郑天表示会尽力在3年之内收复整个荣城，让川南盆地所有安全区早日连接在一起。逐风者工会会长带领逐风者主力团队已经进入深渊超过20余天，今日传来捷报，击杀2尊70级以上深渊领主级 BOSS 掉落物将于本月末在逐风者工会内部拍卖。遂宁市第一圣骑士城南给女儿举办了成人礼，
公主女儿陈薇拉转职圣骑士，成人礼上收到了至少价值上百万的装备的礼物。川南盆地周报：西方高原疑似出现大量兽潮，宜宾市开拓者军团已经分出人手进行抵抗，还有更多的探索者已主动赶去支援。在山城南部疑似发现新的秘境，秘境等级为50到60级，已经有数家工会抓紧时间开荒。有人称这次秘境会产出至少2本特殊职业转职证书。在川南北部疑似出现过水系精英怪物的身影，已经有不少探索者遇难，请在川南北部活动的探索者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华夏周报：中部地区已经连接10余座城市安全区，以汉阳为中心构建起了安全区防御体系，欢迎周围城市一同构建防线。由于海洋怪物数量急剧增加，护城收复遇阻碍，余杭第一安全区表示会暂时延后对护城的收复。城际论坛上的消息很多很杂，不过这里的每一条信息在陆晨的视角去看都有一些不同的意味。现在这个年代还处于大家齐心协力收复城市的时候，大部分信息都是哪里收复了城市，哪个工会又拿下了首杀，还没有后世那么多工会和公司的勾心斗角。没想到现在的薇拉居然就已经有名头了。其中最让陆晨开心的是他居然在遂宁市的一个信息里找到了关于薇拉的信息，虽然仅只借助了一下他父亲的名头，但还是让陆晨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担心重生回来之后薇拉会出现某些异常，但现在看来薇拉还是前世哪个天之娇女，因为有着父亲的存在，薇拉一直到星海开拓时期之前都是顺风顺水的。前世的时候，陆晨大概是在几年后的一次秘境里偶遇了薇拉，后来逐渐的熟识。那个时候担心身份的差距，陆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和薇拉保持了朋友关系，一直到自己的实力超过了他的父亲，陆晨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现在的话，陆晨完全没有前世的那种自卑感。蓝星的这个时代太小了，小到现在新闻里看到的大部分人在未来的时间里都化作了一抹尘埃。现在自己重生回来，有着先知先觉和这个妖孽般的牧师之心，陆晨有信心提早一些认识薇拉，甚至能从现在16岁的小薇拉开始培养感情。遂宁市区附近现在已经开荒出来的虚空之门一共有5个，一些低级虚空之门基本都稳定了，最近的一个距离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只有20公里，我甚至可以在晚上父母回来之前去测试一些伤害和技能。除去薇拉的事情之外，陆晨另外比较关注的事情肯定还是秘境和深渊的分布。遂宁市是一个不错的宝地，附近的5个虚空之门等级也非常均匀。埋骨地里的怪物等级大约在1到10级，真理之森里的怪物等级约10到20级，后面接着又一个25级的特殊秘境海角崖，和后面30多级的元素高塔和白雪山岭。除了这些虚空之门外，在川南盆地的南北分别都有一个地窟深渊，以现在的人类实力水平还没有对深渊进行开发，只是派了人员在深渊入口进行驻守，防止从里面出来的怪物袭击低级探索者。要等到荣城收复完毕之后，大家才会专心开始对付深渊里的怪物，乃至反攻深渊。在世界异变之后，人类遇到的敌人大概分成2种，一种是在地面的某些地方会出现虚空之门，这些虚空之门连通这一些小世界，探索者们可以进入这些小世界里击杀怪物，获取经验值和装备。另外一种则是部分魔力浓厚的地区会形成地窟和深渊，最低等级的深渊好像至少都是50级，深渊的对面是一些庞大的世界，甚至后世已知的部分深渊范围要比整个蓝星都要大。不管是虚空之门还是深渊，每个月圆之夜都会形成一些诡异的征兆，有不少的怪物从里面出来袭击人类。虚空之门里的怪物也会因此重新复苏，深渊里的怪物并不会复苏，但是在月圆之夜会获得极大的增强。以陆晨现在的情况，需要从最低等级的虚空之门开始进入，努力提高自己的等级。收集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陆晨直接就收拾好行囊，直接出门。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遂宁市东部的虚空之门埋骨地，这里的怪物等级比较低，而且很多都是亡灵系的怪物，对陆晨来讲是绝佳的选择。因为距离不算远，仅只花了20多分钟，陆晨就直接抵达了埋骨地的入口。很早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型的农田，被虚空之门破坏的不成样子。但后来大家发现，这个虚空之门只不过是1到10级的怪物区，就逐渐沦为了低级探索者们练习和割菜的场地。10年的开发，周围已经建立起了一些房屋和商铺，甚至还有人专门在这里修建了大道。如果不是一个巨大的40-50米长宽的紫色虚空之门树立在这里，很难想象这里会是一个异世界入侵的据点。不过由于虚空之门有着等级的限制，埋骨地只允许1到10级的探索者进入，所以里面的怪物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当陆晨抵达埋骨地附近的时候，在商业区除了有很多商铺外，还有一个广场区叫喊着各种服务或者需求。果然还是熟悉的风格呀，即使是100年后，这种菜市场般的风格都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尤其是在一些已经开荒过的人气虚空之门附近，周围的交易量甚至比一个城市的核心区还要多。陆晨的抵达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作为新人的第一个秘境，埋骨地这几年甚至比刚开始还热闹一些。
他也没有打算去买什么情报和组队。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年，但是对于这第一个秘境，他还是有一些记忆的。甚至就算没有记忆，凭借着他的经验，在这种低级虚空世界里速通都没什么问题。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直接走进了充满紫色气息的大门中。叮，您进入了埋骨地。王权没有永恒，埋骨地。第3章。从 LV1 开始单刷秘境，走进紫色的虚空之门，在短暂的晕眩感之后，陆晨的眼前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天空是一种诡异的身子，土地是灰色的沙土和紫色的岩土混合物，整个世界都带着一种阴沉的气息。不过唯一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是，进入埋骨地之后，依然会出现一些商品甚至机械设备。经过10来年的发展，人们对这些等级比较低的虚空之门已经有了不小的掌控力。第一次进入虚空世界的新人都会被蓝星之外的百态所感到震惊。速通埋骨的全成就只要500灵能币或者5万现金。代刷埋骨地秘境骷髅兵速升10级，按经验值结算。寻找成就队伍需要5级以上，输出和治疗职业均可。0级新人求带，或者有没有新人一起抱团的？埋骨之王工会收人，加入送出级武器，工会福利多多，美女多多。长期收购埋骨地材料，高价收，价格详谈。埋骨的伴游想干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做哦。老客户可以优惠。进入埋骨地之后，背后还是一个偌大的返回蓝星的虚空之门，然后附近是一个大型的人类临时据点。虽然说不如外面人那么多，但是会显得更加有生活气息些。不少人直接在中央广场上叫卖。在来之前，陆晨通过脑海中的记忆和新收集到的信息，已经初步掌握了埋骨地的信息。埋骨地不算大，但也不算小，一共分成4个区域，分别是埋骨区、花园区、王庭区和王座区。正如进来时候数据面板显示的那样，这个埋骨之地讲述的是一个王权没有永恒的故事。大抵就是这里曾经有一个统领埋骨地的巫妖，凭借着实力登上了王座，但由于一些暴政后来被推翻。随着时间的过去，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化作了枯骨。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如果陆晨记得没错，每个虚空之门里应该还有一个核心道具是跟这个故事相关。埋骨地里的这个道具隐藏得非常深，一直到许多年后大家才知道这个机制被某个幸运的探索者公布出来。陆晨不确定现在的埋骨地还有没有那件唯一的道具，只能说等过段时间去王座区的时候再瞧一瞧。成就石碑。进入埋骨地之后，陆晨也并没有直接去杀怪，而是寻找着成就石碑的影子。很快他就在虚空之门附近的一个小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紫色石碑。很熟悉的靠近这个石碑后，陆晨的数据面板也再次出现了一些变化。您接触埋骨之地的成就石碑，通过完成成就任务，您可以获得奖励。任务1：击杀10只蛊虫。任务2：采集10份荧光草。任务5：击杀10只亡灵法师。任务7：通过秘境埋骨区的荣耀。任务20：通过秘境巫妖之怒。成就石碑是虚空位面里的一种特殊产物，大概就是类似于一种新手指导。每一个探索者都可以来成就石碑这里接受关于这个世界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完成之后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这些奖励或多或少，完成全部成就之后还会获得一个称号，有一定的加成。所以后世有很多探索者卡级之后，就专门来带这些成就任务获取收益。在确定好这些成就任务和自己记录的没有差别之后，陆晨就直接从东边的方向走进了埋骨地当中。人还不少，一路从据点走出到外围，陆晨至少见到了有7、8个小队和零零散散的探索者。这些队伍都比较年轻，很多都是17、18岁的少年，偶尔会有一些年纪大点的探索者带队，是一群卡10级的老牌探索者。虚空位面里的怪物会在每次红月过后刷新，陆晨现在进来的时候正好是3天前经历过一次红月，所以怪物的数量并不少。没过多远，陆晨就发现了远处的沙地里有一些动静。仔细看去，沙地里有一只冒出来的骨头在慢慢的游走，大概半米长宽，像一头骨质的野狼。蛊虫0-3级左右，血量30出头，攻击力5点至10点，只会普通攻击。这些怪物信息也是陆晨在成绩论坛里下载下来的，已经有人对埋骨地里的所有怪物都做了信息统计。如果是在更高级的秘境中，也会有专门的侦查术技能来探查怪物的信息和技能。圣光术，陆晨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在30米开外的位置开始读条。这是圣光术最远的施法距离，陆晨下意识的就卡着完美的界限。唰，白色的圣光直接出现在了蛊虫的身上。560，蛊虫还没来得及从沙地里起来，就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伤害值，他的身体直接卡在了沙漠之中，然后在他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战利品光球。您触发了圣光之星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1。叮，您击杀了 LV2 蛊虫，获得了3点经验值。陆晨的数据面板上出现了击杀信息和经验值奖励，
紧接着他迅速地靠近战利品，用手进行了触摸。叮，您获得了破损的骨头 F。果然还是战斗比较适合我。虽然仅仅只是击杀了一只很普通的蛊虫，但陆晨却终于找回了熟悉的感觉。多年和怪物的厮杀里，他的生活就是和战斗常伴的。对陆晨来讲，待在异世界战斗的时间，甚至要远比待在城市里享乐要多。轻松地拾取了这个 F 级材料，陆晨继续按照既定路线前进，同时也恢复着自己的蓝量。他现在的魔法值上限是200点，但没有任何恢复魔法值的道具或者法术，只能靠自身的精神值去恢复。好在他的精神值也是足足有20点之多，也就是说，陆晨在非战斗状态下，每分钟都可以恢复20点魔法值。行走的途中，陆晨又遇到了几支在杀怪的队伍，其中3个年轻人正在拿着长剑围攻一只蛊虫，他们其中应该都是白板，没有任何的职业，在3人的围攻之下，也足足跟那只蛊虫缠斗了小1分钟，才把蛊虫给杀死。基础白板的话，初始属性的只有几点而已，每次攻击只能造成几点伤害值，像他们这样合力击杀怪物的才是常态。蛊虫30多点血量，要3个人围攻10多下才能杀死，而且还要防止蛊虫的重创。像陆晨这样 LV1 的时候就拥有职业和技能，还有1000%的天赋加成的，在初始阶段就远远超过了他们一大截。刷！陆晨很快在一棵树木旁遇到了一只骨质的蜘蛛，这应该是一个 LV4 级左右的怪物，还会远程的蛊网喷射。但很可惜的是，他还没有发现陆晨，就已经受到了一次圣光的攻击。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叮，您击杀了 LV4 蛊虫，获得了5点经验值。叮，您获得了骨质蜘蛛网 F， 效率不低，就是怪物有点少，还是得进秘境单刷才行。陆晨对自己的路线进行了评价，这条路线是前往花园区的路线，大部分的怪物都已经被清理掉了，所以野外的怪物很少。在测试完基础的伤害和效率之后，陆晨直接就打算进入埋骨区的秘境了。在虚空世界里，除了基础的野外怪物之外，还有部分区域会形成秘境，大概是类似于副本的存在。一般来说，副本里的怪物属性要比外面高一截，但属性和难度也会更高，建议5名探索者组队之后再进入。但以陆晨现在的输出能力，大概面对秘境里的怪物也可以秒杀，所以还不如直接进去秘境里试试看，怪物的数量也会更多一些。一路前进了10来分钟，陆晨很快就抵达了一个大型的坟墓堆附近，这里就是埋骨地的第一个秘境埋骨区的荣耀。在这些坟墓旁有一个地堡，从地堡里进入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秘境当中。这个地方的人又要比野外多很多了，而且已经有不少人在寻求组队。在秘境的外围也有一个特殊的石碑，上面记录了首通记录和最快通过记录。不管是首通还是说刷新最快的通过记录，也同样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所以会有很多探索者达到虚空位面等级上限之后，专门来这里刷记录获取奖励。埋骨区的荣耀首次通过记录52分11秒，队伍遂宁市开拓者军团，成员郑天、城南、傅子言、赵宇，探索者1229@EA。埋骨区的荣耀最快通过记录6分13秒，队伍星河工会招募，成员周春秋、周继礼。在秘境记录榜单上，陆晨看到了薇拉的父亲城南的名字，还有远古遂宁市开拓者军团的一些成员。在最快通过记录里，则是一个工会的招募信息，应该是有人专门过来刷过记录。星河工会这个名字，陆晨甚至都还有点印象，好像确实是深渊初期一个实力不错的工会，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利益冲突，在荣城那边和另外的工会起了冲突，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解散掉了。让陆晨记忆比较深的原因，是因为父亲当时从开拓者军团退下来之后，在星河工会里待过一点时间。如果按照时间的正常流程，自己的法师转职证书应该就是父亲从星河工会这边获取到的。收束了一下心神，陆晨准备直接进去单刷秘境提升等级，但没想到还没等他转身，却听到有几个人从远处走来，其中一个男生还过来专门跟陆晨打了招呼。转身看过去，这应该是一个4人队伍，2男2女。其中一个男人穿着几件不错的装备，背后还背着一把大剑，另外一个男生看起来比较年轻，主动跟陆晨过来打了招呼。2个女孩子看起来比较腼腆的样子，模样和长相还不错，陆晨隐约有点印象，但记不太清了。陆晨，哎，真的是你，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能碰上。男生倒是跟陆晨很自来熟。陆晨仔细的回忆了下，才从最近的记忆里搜出了一个名字，胡田。胡田和后面的这2个女生应该都是陆晨在遂宁中学的同学。这是我表哥，他刚好今天有空，所以带我们过来刷秘境成就了。你一个人？胡田环视了一圈，发现陆晨身边好像并没有任何的队友，这让他感到微微惊讶，因为他们这个班应该大多都是在最近才觉醒了面板。陆晨跟他一样都没有考上武校的话，等级应该不会高到哪里去才对。这个秘境虽然等级不高，但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白板可以解决的了的。
陆晨礼貌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胡田那样的自来熟，两人在后世并没有任何的交集，现在能遇见也只是一个偶然而已。如果你要带同学的话，我可以给他打个9折。这个时候，胡田的表哥开口先说话了，让胡田的神色也是微微一顿。他其实想说可以顺便带陆晨的，但表哥好像没有这个心思。今年能带上2个女同学，还是胡田给表哥说了好话，说这2个妹子都是单身之类。但陆晨显然不在表哥的兴趣范围里。不用，你们去吧。陆晨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表哥应该是一个职业代练，他也并没有任何组队的念头。在意识来临之后，提升等级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时期。等级低的时候，一只怪物也就6、7点经验值，如果5人组队的话，每个人也就分个1、2点而已，效率实在是太低。甚至如果队伍里有高级职业者，这个经验获取还会进一步降低，完全不如陆晨一个人单刷。行吧，那下次有机会在一起。胡田倒是挺热心的，他跟陆晨在学校的时候关系不错，但没想到陆晨今天好像心情不好，说话起来就像是一个陌生人一般。但看表哥的表情好像有点不耐烦了，也只能说尽快跟着表哥的步伐，带着2个妹子一起过去混经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陆晨看着4人的背影，摇了摇头，轻轻叹息了一下。那个表哥看起来是免费的代表地升级，但是从他的眼神里却一直扫视着2个女孩，显然是别有所图。不过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陆晨也不会去制止。这个世界里只有实力才是真正的王道，想要走捷径的人终究要付出一些代价。稍做了下准备，陆晨也直接踏入了地堡的入口。丁，您正在进入秘境埋骨地的荣耀，当前队伍人数1人，是否确认进入？确认。在陆晨选择了确认之后，他背后的光辉慢慢的消失，紧接着整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当中。明明周围的景色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身后秘境门口的那些人已经消失不见。陆晨面容严肃起来，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秘境。虽然说前世他没少单刷秘境，现在也有着圣光之心，不管是生存能力还是输出能力都已经达到了秘境的要求，但毕竟他只是一个牧师，而且还是以 LV1 的等级过来单刷秘境，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是一个挺骇人听闻的故事。第4章属性提升。作为新人的第一个副本秘境，陆晨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丝丝的印象的。这里的怪物种类不多，一共有3层，据说曾经是巫妖王的地窖。除了怪物之外，偶尔还会刷新出特殊宝箱和材料出来。第1层的怪物主要以骷髅战士和骷髅蝙蝠为主，中间偶尔会夹杂着一些骷髅术士。如果是5人小队清理的话，一般会有专门的前排去进行抗怪。此时苏木在地堡的入口处，很清晰的就看到了拐角2个骷髅战士挂在墙壁上。这2个骷髅战士看上去是死物，但只要靠近，他们就会瞬间站起来对你发动攻击。2只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这些骷髅战士的属性要比外面的怪物高上一些，但也没有高很多，普遍等级在3到4级，大概100多的血量。刷！陆晨直接一发圣光束，卡视角打在其中一个骷髅战士上。580。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丁，您击杀了 LV4 骷髅战士，获得了10点经验值。4级的骷髅战士直接给了他10点的经验值。陆晨并没有收手，继续读条对准了另外一个骷髅战士，又是一发圣光。仅仅10秒不到，2个守门的骷髅战士直接化作了陆晨的战利品。经验还不错，直接就涨了20点呀，果然还是单刷升级快。陆晨微微有点感叹，如果是一个5人小队过来，虽然总经验应该也是10点，但是平均分到每一个人身上就只有2点了，累死累活刷完整个秘境都不一定能提升1级。但现在这些经验全部都是陆晨一个人独享的，而且由于这些怪物全部都是亡灵系的怪物，陆晨的圣光是没有任何的抗性减免的，全部都打出了最高额的伤害值出来。陆晨慢慢的摸索到了战利品光球旁边，拾取了2个精致的骨头 F。 一个新人面板上的物品栏一共是16个格子，算是随身的空间背包。如果想要更多的物品栏，就需要使用道具或者特殊职业进行扩充。如果是以前的话，这些 F 级的材料陆晨都不会看一眼，但现在他确实很穷，只能先捡起来再说。3只骷髅战士，1只骷髅术士。在解决门口的骷髅战士后，陆晨看到了一个楼梯，楼梯稍微往上一点，就有4个骷髅兵在游荡着。虽然说这些怪物的仇恨范围并不远，但陆晨的脚步依然很轻。他稍微等了一段时间，等自己的魔法值回满之后，才开始卡视角读条。刷！每卡完一个视角，陆晨就会退回墙壁后方。这是一种战斗的小技巧。如果说在怪物不注意的情况下攻击他们又没有发现陆晨的话，很可能他们只会原地暴怒，但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陆晨可以秒杀他们，但是这种战斗习惯早就融入了本能。在陆晨高效率的施法下，仅仅不到20秒，这4只怪物全部都化作了陆晨的战利品。
不过这一次陆晨的运气似乎不错，除了一些白板的战利品外，陆晨还看到了一个绿色的战利品光球，这就出货了。陆晨并没有抱着出货的心思进来的，因为不管是装备还是武器的爆率都很低，只有 BOSS 才能稳定产出一些装备。但没想到仅仅只杀了6只怪物，就出了一个绿色物品。丁，您获得了精致的骨头 F。丁，您获得了灵能 B1。丁，您获得了白骨指环 E。白骨指环 E。装备所需等级2，属性智力+2，精神+2，还不错啊，居然刚好爆了一个能用的东西。陆晨微微欣喜，这2个属性刚好都跟他的牧师职业比较适配，没想到刚进秘境就已经来了一个开门红，只要再杀几只怪物，他就可以直接装备上。继续，陆晨继续往前，又是遇到了3只怪物，在清理完这3只怪物之后，陆晨的经验值终于突破了100，等级获得了提升。丁，您的等级提升至 LV2， 属性获得了一定的增强，力量+1，敏捷+1，体质+2，智力+10，精神+10。等级提升之后，陆晨的属性获得了一定的涨幅，而看到涨幅的数值，陆晨也感觉了意外。一般来讲，普通职业10级之前升级的话，能加个4、5点属性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使是特殊职业，最多也加个10来点，不会搞出太多。但是陆晨现在光是智力和精神加起来，就足足超过了20点属性的加持，这绝对不是普通牧师职业可以拥有的待遇。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同样也是圣光之星给他带来的增幅。虽然他明面上写着的是牧师职业，但光是升级属性的增幅就已经超过了普通牧师太多。到了2级，陆晨直接把钢的戒指给戴上，明明只增加了一个等级，但陆晨现在的属性却几乎有了翻倍的提升。姓名陆晨，探索者编号29838227AZ，职业牧师，等级 LV22150，生命值120120，魔法值320320，基础攻击5，基础防御5，法术强度45，力量11，敏捷11，耐力12，智力32，精神32，天赋圣光之星 LV1SSS， 技能圣光术 F， 物品无，装备简陋的布衣 F， 简陋的裤子 F， 精致的鞋子 F， 白骨指环 E， 灵能 B3。 在白骨指环的加持下，陆晨的智力属性直接突破到了32点，相当于是增加了32点法术强度，然后再加上这10几发的圣光术，他的法术强度已经达到了足足45之多。也就是说，他现在的圣光术的输出进一步获得了增强，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怕是等到后面清理埋谷地 BOSS 的时候，一发圣光术就可以将其秒杀掉。第5章新技能圣洁之火，属性提升给陆晨带来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伤害的提升，甚至对陆晨来讲，现在升级所带来的状态恢复以及智力提高带来的魔法上限对他会更有作用一些。32点智力值直接让陆晨的魔法上限达到了320点，也就是说，现在陆晨可以一口气释放10个圣光术出来，大大的提高了自己的杀怪效率。地堡1层里有不少的走廊和房间，基本上隔一段距离就会遇到不同类型的骷髅怪物。掌握了熟练的杀怪技巧之后，陆晨直接就开始在地堡里大开杀戒起来。此时的陆晨就好像真的是一个圣光的使者，在这个邪恶的地堡里用圣光进行净化。仅仅10分钟的事情，整个1层地堡就被陆晨清理了至少30多只怪物，陆晨的等级也再次提升，来到了 LV3级。此时在陆晨的不远处是一个向下的阶梯，这里是通往第2层的道路。但是在阶梯的入口处有一个形状十分特别的骷髅，这个骷髅和普通的骷髅不一样，他的身上还穿着一些盔甲。这是秘境里的遇到的第1只精英级怪物。陆晨依稀记得，前世自己第1次来的时候，队友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不过打掉这个骷髅半管血，然后屁颠屁颠的跑出秘境，尝试了10几次，才终于击杀了这个玩意。但现在的话，陆晨看着这个小小的骷髅精英，只觉得有点过分的可爱了，也不知道可以给自己带来多少经验值。1230，您触发了圣光之星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1。丁，您击杀了 LV5 骷髅精英，获得了32点经验值。一发圣光术让骷髅精英走得很安详。在经过30多次法强叠加之后，陆晨的法术强度已经来到了93点，一发圣光术下去，直接打出了超过1000的输出。老实说，陆晨并不清楚这个骷髅精英到底有多少的生命上限，但现在看来应该是不足1000点的。这种轻松的刷怪方式让陆晨自己都感觉离谱。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师的话，一发火球术估计也就20-30点伤害，得磨好久才有办法把这只怪物给磨死。希望能再出点好货。虽然清理了几乎1整层的怪物，但实际上这个骷髅精英爆出来的确是今天唯2的绿色战利品光团，
其他全部都是白色的杂物。陆晨倒是也不纠结，上前拾取。叮，您获得了骷髅短剑 F。叮，您获得了技能书圣洁之火 F。在清脆的提示音后，陆晨在这个绿色光球里获得了2个物品，其中一个是白色的短剑 F 级属性很低，但另外一个东西却是让陆晨的眼前一亮。技能书，而且还是牧师的技能书。玩牧师都这么红的吗？最开始能爆出一个戒指出来，已经算是让陆晨感觉挺红的了，没想到现在仅仅是一个小 boss， 直接就给陆晨摸了一本技能书，而且还是可以直接使用的技能书。叮，您学习了新的技能圣洁之火 F。 圣洁之火 F 消耗10点魔法值，将圣洁的能量充满施法者的体内，使你的防御力增加10点，法术强度增加5点，效果可以持续10分钟，或者防御20次攻击之后消失。对于之火这个技能，陆晨其实是有所耳闻的，因为这个就是牧师传说中的3大鸡肋技能之一。虽然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常驻效果，但它能够附加的东西太少了点，而且还只能给自己使用。即使是升级稍微高一点，也不过就是几百点防御而已，唯一有效的就是那么一丢丢的法强。但在看到这个技能的魔法消耗之后，陆晨直接就笑开了花。这玩意对其他牧师来说是鸡肋，但是对现在的他来说绝对是神技，因为这个技能只需要消耗10点魔法值，而且还是 buff 类技能，不需要读条。这也就意味着他完全可以用这个替换圣光束用来刷法强，而且效率要比圣光束刷法强要高得多。您使用了技能圣洁之火，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1。您使用了技能圣洁之火，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1。您使用了技能圣洁之火，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1。在等级提升到 LV3 之后，陆晨的法力值上限已经到了420多，已经短暂实现了魔法值自由。而圣洁之火的存在，直接就可以让陆晨把赶路时间的魔力回复利用起来，叠加法强。他直接一口气用了300点魔法值，给自己刷了30次圣洁之火，法术强度也直接迎接来了飙升的状态，达到了恐怖的124点法强。饶是陆晨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这个叠加速度还是比陆晨的期望值更高一些。不对，这个增加的数值也好像有问题。陆晨仔细看了一下自己的数据面板，发现自己真实法强并不是124，而是174，防御值好像也不仅只增加了10点，而是增加了100点之多。10点的话，对于一个低级牧师来讲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如果是100点防御的话，对于3级的牧师而言，已经相当于可以减免至少 70% 以上的伤害了。圣洁之火也是圣光法术，同样属于 1000% 的增幅效果之类。陆晨一下子就想通了其中的原理，我愿意称之为萌新神技。陆晨嘴角微微上扬，10点防御和5点法强的圣洁之火，陆晨只能称得上一声鸡肋。但如果是100点防御和50点法强的加持，陆晨直接愿意称之为圣光的祝福。而且这个技能好像也是可以选择攻击。反应过来圣洁之火也可以受到圣光之心的加持后，陆晨瞬间想到了圣光之心的第3条特效，他的所有圣光系技能是可以直接对敌人使用的。如果按照相反的属性去看，岂不是说自己这个祝福直接可以减少敌人100点防御和50点法强？第6章通关秘境，打破记录。圣洁之火虽然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技能，但是却给陆晨带来了一波持续性的提升。解决完了第1层的 BOSS 之后，他稳步朝着第2层走去。第2层的怪物其实和第1层差不多，只不过怪物的等级稍微高一点，出现了一种新的远程法师怪物，但实际上对于陆晨来讲都是一发圣光术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在第2层的中间，陆晨还开启了一个宝箱，里面有2瓶初级蓝药，他毫不犹豫的就磕了下去，然后用释放圣洁之火转化成法强，这种转化的效率很不错，基本都是当即就可以看到效果。第2层的 BOSS 是一个精英石像鬼，按照大家的普遍评价，这个玩意很肉，而且输出还高，某种程度上比第3层的终极 BOSS 都还要难打。但这个时候的陆晨一发圣光术的伤害值已经超过了2000，直接将精英石像鬼秒杀。在怪物普遍血量只有100-200的时候，就算是10级的首领怪物出现，怕是也没有这么多的血量。秒杀了石像鬼之后，陆晨就知道这整个秘境都没有怪物是自己的一合之敌了。他加快了杀怪的速度，清理了每一个角落。当解决完最后第3层的 BOSS 时，陆晨的等级已经来到了 LV5， 法术强度也来到了恐怖的300多。前世他是法神的时候，依稀记得也是20多级一身装备才有机会到300的法强，但现在他 LV5 级的牧师仅只有1个戒指装备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值。姓名陆晨，探索者编号29838227AZ， 职业牧师，等级 LV5 123300，生命值200，魔法值620620，基础攻击
7，基础防御7，法术强度312，力量15，敏捷15，耐力20，智力62，精神62，天赋圣光之心 LV1 SSS， 技能圣光术 F， 物品无，装备简陋的布衣 F， 简陋的裤子 F， 精致的鞋子 F， 白骨指环 E， 灵能币27。前后进入这个秘境不过1个多小时，陆晨的等级就直接从 LV1 提升到了 LV5。虽然说现在这个年代提升等级已经不像初期那么困难，但这个速度也是相当离谱的存在。扫视了一下自己的物品栏后，各种材料也已经堆满了16个格子，其中大部分的都是 F 级材料，稍微高级一点的，除了已经穿戴在身上的戒指外，还有一个就是3层终极 BOSS 给陆晨报了一顶1级的帽子出来。但是这个帽子是增加敏捷属性的，对陆晨并没有什么作用，就算卖出去估计也卖不上什么价格。回到了秘境入口处，陆晨直接在秘境门口的商人处理了身上的材料和装备，一通交流下来，陆晨手上的灵能币达到了50个。灵能币是通过击杀怪物获得的货币，可以使用在后期突破等级或者强化装备上，也可以再当作货币去进行交易。目前灵能币的兑换比例已经稳定在了1比100左右，也就是一个灵能币可以换成100块钱的现金在城市里流通。陆晨的母亲并不是战斗成员，而是在附近一个商铺帮忙售货，一个月也就5000块钱的工资。也就是说，陆晨这1个小时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了母亲1个月的劳作。不过对于这个陆晨觉得很正常，毕竟如果换成其他人来秘境里，先不说能不能独享收益，怕是连刷怪速度也远不如他，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过来，肯定是没有陆晨这么高的收益的。而且如果是在后世的话，那些不参加战斗的后勤成员本身的地位就是要远远低于高级战斗成员的。甚至在全面等级化普及之后，灵能币的通货膨胀展开了，一些低级的探索者都只能去后勤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处理完手上的材料，陆晨并没有返回，而是折返再次到了秘境的入口处，对副本进行了重置进入。在等级提升之后，他处理怪物的效率已经比预计中的快上不少，遇到的每一只怪物也都是秒杀。虽然说这里的怪物等级给的经验值已经降低了一些，但是再刷个几遍并不耽误什么时间。第一轮通刷因为不熟悉地形和怪物，陆晨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第2轮的话，陆晨刷完整个秘境总共也才花了13分钟而已，其中大部分都是找怪和赶路。这个时候他的等级已经来到了 LV6 级的一半，击杀怪物获取的经验值也更低了一点。材料方面同样是差不多50灵能币的收益。不过这个时候的陆晨却注意到了另外一条信息，最快通关记录居然要6分多钟。陆晨去扫了一眼附近的秘境荣耀石碑，看到了这个秘境最快速的通关记录。要知道他现在才6级而已，而且并没有刻意刷速通，就已经只需要13分钟了。不过应该也对，埋谷地最高限制进入等级是10级，他们10级来这里速通，清理怪物是速度还不一定有我快。我现在虽然是 LV6 的牧师，但是我可以秒杀所有怪物和 BOSS， 还不用担心生存问题。陆晨在考虑过后，瞬间就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去刷新这个记录。前世他也是刷过不少记录的，知道每个探索者首次刷新记录都有不错的奖励，但那都是4、50级之后了，最初的等级他都没有往这方面想过，错过了很多机会。但现在的话，他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而且还有超过当前等级的属性，用来速通刷记录拿奖励，简直再合适不过。所以第3次进入的时候，陆晨刻意记住了所有的怪物方位还有路线。秘境的速通是需要将秘境里所有的怪物全部击杀才算完成，陆晨还特意转了一圈，有没有藏起来自己没有发现的怪物之类。这个时候陆晨的等级来到了 LV7， 但刷一次秘境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第4次进入，现在陆晨已经超过部分秘境怪物3级，获取经验大幅度降低，但这一次陆晨直接开启了自己的战斗模式。作为前世的顶级法神，陆晨把每一个视角每一个脚步都计算了出来，在外面购买了一些法力药水，从头到尾陆晨的圣光术就没有停过，甚至还利用行走空档去进行独调。刷整个地堡大概150只怪物左右，陆晨独调是2秒1次圣光。当最后一只怪物倒下的时候，陆晨刚好读满了150次独调，最后结算下来的时间是5分钟59秒。也就是说，除了独调的时间，陆晨仅仅只花了1分钟就完成从1层到3层的走位。单单是这个走位和卡点就绝对超过了绝大部分的探索者。在最后一个怪物击杀后，陆晨的数据面板上也终于响起了一个特殊的提示音：叮，您的击杀进度已经保存，您此次通关秘境所花费时间为5分59秒，已经打破该秘境记录。您可以为您的小队命名，也可以选择是否公布您的显示名称。小队命名：星辰。公布显示名称：陆晨。叮，你已打破该秘境记录，获得了特殊秘境宝箱1。
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称号埋骨地的荣耀。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骷髅法杖 D。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100点灵能币。埋骨地的荣耀，你收到亡灵攻击将会拥有 20% 的伤害减免，此效果不可叠加。骷髅法杖 D。装备所需等级7，属性智力加10，耐力加12。特效，你可以通过骷髅法杖召唤出一个小型骷髅，小型骷髅的属性和你的法术强度相关。多次击杀通关埋骨地的伪王，最多也仅仅指陆晨带来了几个1级的装备。但是在打破这个最快通关记录后，陆晨直接从宝箱里开出来了一个D级的装备。除此之外，特殊秘境宝箱还给陆晨开出来了一个小称号，可以获得一定的伤害减免效果，还不错。陆晨现在的等级还是 LV7， 刚好可以装备上这个法杖。他之前一直都是空手套白狼。在一阵光芒过后，陆晨的手上出现一个骨质的法杖，虽然是骨质，但外形还是挺帅气，散发着淡淡的银灰，看上去就是一个不错的小极品。陆晨走出了地堡，也没有打算继续把记录刷高了。虽然他如果再次进入的话，肯定有可以优化的地方，将记录的时间再次提高一段，但这种突破记录的奖励只能领取一次。他现在等级高了之后，再刷这个秘境获得的经验也不多，收益和付出已经不成正比，还不如将机会留给其他更多的人。陆晨做事情是很凝练，他又另外找了个商人，把身上不用的装备和材料全部处理掉。转眼之间，他的灵能币已经来到了350多，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他没有在这个地方久留，陆晨已经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新的预判。以他现在的实力，接下来已经可以直接去新的秘境刷速通，或者直接通关整个埋骨地的成就。但看了一眼时间之后，距离他出门已经过了3-4个小时。由于虚空之门的信号是不和蓝星上连通的，估计父母已经下班或者在等着自己，所以陆晨打算选回家跟父母商量下情况，然后再梳理自己后续升级的事情。前世拿过太多的荣誉，陆晨对手通和速通是比较习以为常的，也没有在意些什么。但就在他走之后，埋骨区的秘境门口不久就有人发现了荣誉石碑的变化，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埋骨区的荣耀首次通过记录52分11秒。队伍：遂宁市开拓者军团，成员：郑天、城南、傅子言、赵宇，探索者1229@EA。埋骨区的荣耀最快通过记录5分59秒。队伍：星辰，成员：陆晨。卧槽，最快记录被打破了！我刚刚看还是星河公会的第一呢，现在变成了星辰。第一个发现变化的是附近的一个商人，陆晨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就是跟他进行的交易。他本来是闲来无事，在荣誉石碑这边闲逛，但发现石碑突然闪了一下，上面的队伍就发生了变化。哎，有大佬打破记录了吗？是哪个公会的？哪个队伍的？这记录都有1-2年没有被打破了吧？大家都是附近做生意的，平时的生活也很乏味，这个消息一时间就激起了千层浪。而且大家也没听说最近有哪家公会专门过来刷手杀，这个秘境的记录已经存在有3年多了，上一次还是星河公会的周家兄弟打破了记录，强势入驻了星河公会里。你们发现了没有？这个队伍是一个人，他是单刷的。卧槽，真的是单刷副本5分钟。我记得秘境里几百只怪吧，他这1秒1群，没那么多怪，一共是150只，但是分布得很散。周家2兄弟是2人分开刷的，他这一个人确实有点离谱。已经有人开始了讨论，尤其是知道这个新纪录是单刷之后，大家更是惊讶的不行。毕竟能进入埋骨地的等级都被限制在了1到10级，就算是10级的顶级探索者过来，也不一定说能秒杀所有怪物。大家实在是想不通这个大佬是怎么做到的，而且也几乎没有人听过星辰和陆晨这2个名字。一时间，这个记录的突破成了大家热门的话题。大概在记录变化了半个多小时后，从地堡里又有4个人走出，正是陆晨之前遇到的几个老同学。胡田的表哥今天带刷了将近2个小时才解决了所有的怪物，效率有点慢，不过胡田看起来却是满面红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表哥实在是太强了，不仅仅是对怪物处理的强，而且对把握妹子的心理很熟练。一次秘境下来，好几次都做到了英雄救美，让2个妹子对他们的好感度倍增。有一个妹子全程都是紧紧的挨着胡田，表哥那边进度甚至更快一点，在秘境里就已经和另一个女生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怕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幸福一下。他以前上学的时候还不觉得战斗职业有什么优势，觉得虽然考不上武校，但做一个后勤也挺不错的。但经历了今天的事情，他已经有了新的想法，表哥的手法就是他的标杆，那些家庭条件一般的妹子就是他们的目标。不过当几人走出来之后，胡田却看到了荣耀石碑附近围住了不少人，表哥对这个有点兴趣，就一起过去看了几眼。居然有大佬把秘境单刷打破记录了。胡田的表哥有些惊讶，他在埋骨地里
靠手艺吃饭已经有3年多了。除了周家兄弟那次之外，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秘境排名有新的变化。没想到今天过来还有这个新闻，确实很厉害。胡田点了点头，他对这个也稍微懂一点，跟着表哥附和的点头。后面班上的2个妹子跟在后面，像2个乖乖的小跟班。哎，但是胡田在看到石碑上的记录名字时，还是没忍住发出了惊讶的声音。陆晨。胡田瞪大了眼睛，没想到打破记录的居然会是这个名字。后面的2个妹子也围了上来，看着石碑上的名字有些不可思议。不可能吧，陆晨不是才毕业吗？他最多也才3、4级吧。其中一个妹子弱弱地说道。不知道，我感觉可能是重名。胡田开口回应，但底气有点不足，毕竟今天陆晨确实出现在了这里。本来在表哥刷完秘境之后，胡田还在窃喜，还好表哥懂行今天没有带上陆晨，不然自己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但现在看到陆晨这个名字单刷秘境还突破了记录，他心里顿时有些五味杂陈，有种错过了什么东西的感觉。第7章，他们还敢收违约金？妈，我回来了。陆晨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听着房子里的声音，好像是在洗衣服，门口只有母亲的鞋子，父亲还没有回家。你这孩子，出门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跟妈发的那些消息，还让我以为你要怎么了？吃饭了没？不饿，我现在去做饭。从阳台上走过来的是一个37、8的女人，语气中有些责怪，这让陆晨的神色微微一震。怎么了？你这么看我干嘛啊？蔡科有些奇怪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这段时间儿子落榜5校，一直关在房间里都不出来，一直都让他很担心。好在今天儿子说认识了一些朋友，虽然说他也不知道靠不靠谱，但总归要比一直闷在房间里要好。但现在儿子回来，给他的感觉确实有很大不一样了。他下意识弄了一下自己的围裙，看着儿子发呆，还以为是自己衣服脏了。没事，就是饿了。陆晨笑了笑。前世陆晨登顶法神之位后，专门抽出时间也帮父母把等级提升了起来。当等级超过100级左右，人类就会打破生物所突破寿命的限制，还未探查出上限。所以即使是前世在冥王星上出世，陆晨的父母也都是活着的，只不过在印象里父母的年纪其实都不小了。而现在出现在陆晨面前的是自己曾经37、8岁的母亲，比记忆中实在是要年轻太多。好好，这就给你去做。母亲对陆晨一直是很温和的，而且母亲其实没有特别大的理想，一直觉得一家人能幸幸福福的生活在一起就挺好。厨房里响起了油烟的声音，久违的让陆晨感到了一丝温馨。我爸呢？还没回来？陆晨开口问道。说实话，母亲这边陆晨并不担心，他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虽然是后勤，但在现在这个阶段的深渊时期，基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反而是父亲这边，最近为了自己的未来打算会冒一些风险，陆晨回来就是要跟他说明一些事情，尽可能的防止意外。你爸可能会晚一点回来吧，他今天出去有事了。蔡科的语气有点欲言又止，然后转移了话题。通讯器上父亲还没有回自己的消息，如果是前世，陆晨可能直接就忽略掉了。但是现在的话，陆晨大概率可以确定下来，父亲现在怕是并不在蓝星上，而是为了自己进入了某个虚空之门中，所以才没有给自己回复。他去哪里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他说。陆晨这个时候也认真了起来，甚至为了防止母亲敷衍自己，直接开口问道：是哪个虚空之门？海角崖还是元素高塔？蔡科愣了愣，发现自己的儿子今天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跟他的一个朋友一起，是跟星河公会里的出去了，具体我不知道哪个地方，不过晚上应该就会回来。蔡科开口道。其实这几天陆晨的父亲一直都是早出晚归，说是要给陆晨以后的发展准备一些东西，还专门加入了一个探索团，但他确实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位置，也不知道究竟多晚才会回来。陆晨眉头轻轻皱起，他只记得前世的时候，父亲为了自己冒了不小的风险，最后以丢了一条腿的代价帮自己拿回来了一本法师职业证书，很长一段时间都使用的是一体，直到后续陆晨拿到生命之源才将父亲治疗好。但按时间线来讲，应该还要等1周之后才会出问题，所以陆晨想叮嘱自己的父亲最近不要冒险。这辈子虽然陆晨有信心再次拿到生命之源，但他并不希望这辈子的父亲还要忍受那么些年的断肢之痛。在家里陪母亲吃过晚饭后，陆晨一边在家里等着父亲的消息，一边也在用圣洁之火刷着法墙。他现在等级还不高，出去寻找父亲也不太现实，只能期望最好不要是今天出事，不然的话那也太亏了些。但好在事情并没有往最坏的事情发展，终于大概在9点左右，陆晨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又过了1个小时，门外响起了开门的声音，父亲还是回来了。陆晨的父亲叫做陆顺福，很早之前退伍回来之后就开了一家小吃店，后来意识来临，带着自己和母亲颠沛流离，还加入过遂宁市的开拓者军团。但后来因为需要照顾陆晨和蔡科，又有点跟不上大部队的节奏，就选择了回到城市里来。
陆晨能看出父亲这段时间已经隐隐有些后悔。城市里虽然安全，但是肉眼可见的以后都将是高级职业者的世界，底层人是没有出路的。你跟我发的那些东西，说是你朋友送了你一本转职证书，想邀请你去他们的队伍，你不会被骗了吧？现在听说一本最便宜的转职证书也要好几万呢。陆晨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壮汉形象，这几天陆晨一直在房间里待着不出来，他虽然没说什么，但已经在尽力为儿子准备了。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了来自陆晨的消息，让他有些突然。不会，已经转职了。陆晨开口道，然后父亲发了一个交易信息：探索2983-827AZ 申请与您进行交易，公布信息 LV7 牧师，探索2983-827AZ 交易给您300点灵能币。陆晨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年龄与模样，跟父亲说什么都不如摆证据实在，所以直接告诉父亲自己手上已经有了一笔钱和新职业。果不其然，在陆晨公布了这些东西之后，陆顺福显然被吓了一跳。你什么时候都7级了？你不是前段时间才满16岁吗？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钱干什么？陆顺福原本只以为陆晨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没想到他真的拿出了一笔东西出来。我只是想说，最近不用帮我去准备别的东西了，你好久都没有进虚空之地，容易遇到危险，如果是缺钱的话，我可以帮你想办法，但你最近最好待在家里。面前的父亲比陆晨想象中也要年轻一些，所以陆晨下意识也没有小时候那种畏惧，直截了当的说道。陆顺福有些愕然，没想到陆晨这个小崽子居然管起他来，尤其这几天不要去虚空之门了，感觉会出问题。陆晨准备这几天让父亲留在家里，或者让他帮自己收集一些装备和技能书，完全没必要这么大年纪了还出去冒险。但让陆晨没想到的是，陆顺福却还是有点不太情愿，直到沟通了好一阵，陆晨才知道真实的原因。父亲居然真的是进入了虚空位面里，而且还是去的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虚空位面白雪山岭。在那个地方，星河公会里的人发现了一个特殊秘境，需要人去进行开荒。陆晨的父亲是34级的战士，刚好够去那边探索的资格。先是给了陆晨父亲一些装备，然后又答应他探索完毕之后会给他5000灵能币的巨款。他是准备用这笔钱给陆晨买一个好点的职业证书，还有改善一下家用之类。没想到今天陆晨突然给他发了这些消息。不对吧？只是探索应该不值这么多钱。有未知的野外 BOSS， 星河公会的人让你们去探路，是不是还签了什么保密协议？陆晨直接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陆顺福再次愕然，没想到他才刚开个头，陆晨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猜中。不能去，这完全就是把你们当炮灰，而且可能不仅仅是野外 BOSS， 而是野外领主 BOSS， 他们是用你们去试技能的。陆晨听闻过许多次这种手法，而且一直到深空时代，一些大公会也会招募雇佣兵去探路，价格却比5000灵能币高得多。父亲的职业是战士，本身就是前排职业，稍微出一点意外，别说是5000灵能币了，怕是活着回来都难。然而听到陆晨的解释后，陆顺福还是有点扭捏。不去不行，签了合同的必须要探查完毕之后才能退出，不然要赔1半的违约金。陆顺福开口道。不知道为什么，陆顺福今天跟自己儿子讲起话来十分的没有底气。他们还敢收违约金？陆晨有点气笑了，这玩意摆明的就是坑人的活计，这些人是把人往死里坑啊。一个34级的战士遇到领主 BOSS， 如果没有好的团队，怕是几下子就被干掉了。陆晨现在都觉得上辈子真是自己父亲运气好，居然留了一条腿就活了下来，难怪后面父亲也一直不愿意提及此事，怕是也知道当初是自己被坑惨了。违约金不用管，我来想办法。陆晨开口道，我认识的那个团队是能在开拓者团队一线的那种，他们如果敢找麻烦，会有人教育他们。就是那个城南你知道吗？遂宁第一圣骑士。陆晨直接抬出了老丈人的名号。后世自己和薇拉结成亲家之后，自己的老父亲和城南可谓是莫逆之交，天天约着去钓鱼。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认识，但是拉过来扯一扯虎皮是理所当然的。经过陆晨的一番劝阻，终于勉强算是将父亲劝了下来。陆晨表示说自己的小队这几天有一批装备需要父亲帮忙处理下，因为是比较特殊的小队，现在还没有对外公布，所以需要保密，并且让无关的人帮忙销售。虽然这个理由有点蹩脚，但陆晨也不管自己父亲信不信了，因为后续他要迅速拉高等级的话，确实会产出不少的装备出来，也需要人帮自己处理货物。父亲在遂宁市还是有些朋友的，让父亲来处理的话再好不过。母亲给父亲热了一下饭菜，陆晨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继续收集着自己需要的信息。偶尔能听到父亲和母亲商量着今天自己说的话，似乎还是很担心自己的这些说辞。不过陆晨自己也明白，光说肯定是不行的，得拿出实际东西出来，才能真正的让他们放心。晚10点，陆晨并没有多少的困意，在准备的差不多了之后，直接再次从家里出来，说小队里有紧急行动。他还是把300个灵能币都给了父亲，让他明天先去帮自己收购一些蓝药和留意一些低冷却的牧师技能书。
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陆晨心里暗暗鼓劲，在深空时代的陆晨其实是一个比较干的人，他曾经最高的记录足足在一个秘境里刷了53天，刷一件合适的 S 级装备。而现在的话，只不过是熬夜升一下级，对他来讲简直是再轻松不过。16岁的身体太经得住造了，趁今天晚上的时间，陆晨觉得自己至少要升到10级，甚至15级以上才行。如果那些人真敢找自己父亲来讨违约费，自己必须要把前世和今生的账一起跟他们算清楚。第8章，速通花园区秘境，再次打破记录。伴随着夜色，陆晨再度抵达了埋骨地的入口。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心境已经跟先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第一次过来他主要是为了测试一下技能和战斗习惯的话，那么现在的他就是认真的开始准备升级了。他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 LV7， 不仅蓝量获得了大幅度提升，而且经过一下午反复的刷法强，已经到了630的法术强度。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埋骨地里，陆晨几乎能秒杀绝大部分的怪物，包括 BOSS。这些就是他快速升级的底气。叮，您进入了埋骨地。在清脆的提示音过后，陆晨再度进入了这个紫色的世界里。周围还是同样的景色，但因为夜晚的缘故，探索者稍微少了一些。陆晨现在的目标是花园区的秘境。他今天晚上过来的想法，一个是准备将整个埋骨地4个区的秘境全部速通，二个是把这里的成就任务全部刷完。放在前世，第一个目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现在的陆晨有着圣光之心的加持，陆晨并不觉得有特别大的难度。在给了父亲300灵能币后，陆晨手上还剩下大约有50个灵能币。他在入口处的杂货店买了一份更细节的地图和秘境资料，其余全部都换成了蓝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蓝药的价格已经被打了下来，2个灵能币就可以买一份恢复100点魔法值的蓝药。对于其他人来讲，药剂都是关键时刻喝下去保命的，但对于陆晨来讲，这些药剂最终都会转化成他的法强。埋骨地其实并不算大，从据点出发，陆晨大约花了20分钟左右抵达了花园区附近。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很清晰地看见远处山脉上的巨大城堡，这整个秘境也都是跟这个巫妖的城堡息息相关。花园区里游荡的怪物在5到7级，给的经验不算多，陆晨没有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按照地图上的索引，他在花园区的中央水池附近的秘境是一个沿着山脉壁形成的溶洞，附近同样有一些探索者和商人，还有一些正在组队刷秘境升级的队伍。这个秘境的名字叫做花园的秘密。陆晨先走到了这个秘境荣誉石碑附近，同样有2道记录信息。花园的秘密首次通过记录3小时29分17秒，队伍遂宁市开拓者军团，成员郑天、城南、傅子言，探索者1229@EA 红中。花园的秘密最快通过记录14分11秒，队伍星河工会招募，成员周春秋、周继礼。又是他俩。这个秘境因为等级稍微高一点，而且危险性比较高，首次通关记录直接达到了可怕的3小时之多，还是由第一批开拓者军团进行了开荒。但让陆晨微微有些惊讶的是，没想到最快通过记录还是之前那周家2兄弟。看来这个星河工会好像最近势头很猛啊，为了招募成员都已经罢了榜单。我父亲好像就是替星河工会在打工。陆晨的眼神微微眯起，他之前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现在再度看见的时候，立刻就回想起了父亲跟自己说的话。那这样算起来，这个工会还真就是跟自己有缘。自己如果刷通了记录，相当于直接把他们工会的招募记录打破掉，这新仇旧怨合在一起可不小了。当然，陆晨其实也没怎么放在心里。这个工会陆晨都没什么印象，在后世的时候，遂宁市能说得出名头的工会屈指可数。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和薇拉走了出去，怕是遂宁市在整个蓝星上毫不起眼。这种小工会得罪也就得罪了，陆晨毫无心理压力。况且秘境的记录本身就是能者居之，父亲的事情反而是那边先惹的事情。稍作准备后，陆晨直接走进了花园的秘密秘境当中。这个秘境的名字是秘密，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只是秘境的名字而已，但只有陆晨知道，这里是正在存在秘密的，而且是关于城堡里巫妖王的秘密。在这个秘境里会产出一个特殊的道具，要用这里的道具才能解开巫妖王王座下隐藏的机关，最终解开整个虚空之门的谜题。王权没有永恒。6320、6330、6340。再次击杀怪物，陆晨的输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就连他自己都感到害怕。7级的牧师能拥有600多的法强，这种数据简直是骇人听闻。秘境前半段的时候，怪物的数量多一点，陆晨还需要卡距离去进行施法，但到了后半段，怪物等级已经有了7级左右，数量稍微小了一些，陆晨几乎全程就是在进行击杀和拾取的循环。等击杀完最后花园区最后的 BOSS， 陆晨等级来到了 LV8， 他扫了一眼自己的通关时间，
明明并没有怎么去加快速度，但依然在15分钟内就解决了所有的战斗，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熟悉地形和拾取道具。应该是这里。花园区的最终 BOSS 是一个女妖，这个女妖死亡的时候会掉落一些粉尘，一般的探索者到这个时候就已经退出了，但是陆晨却轻轻捧起了粉尘，将它带到了秘境里的一个水池中。哗啦，粉尘洒进了水池里，水池的颜色开始发生变化，最终慢慢的干枯，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晶体。丁，您获得了特殊道具恋人之泪 D。 恋人之泪 D， 一个不知名的少女的眼泪却充满了爱意，使用后可以增加1点精神，唯一道具不可重复使用。陆晨并不早知道第一个发现这个机制的人到底是中什么心理，连女妖的骨灰都不放过给人家撒了。但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D级的道具，而且还可以增加属性。后世大部分人得到这个道具之后都会直接使用增加属性，但陆晨把它留了下来，要去开取王座区的开关。这个秘境不难，应该第2波就可以打破记录了。拾取完所有道具之后，陆晨直接重置速刷。他原先计划的是每个秘境熟悉个2-3次之后再打破记录，但没想到这个秘境他们的记录效率这么低，10几分钟才刷完。陆晨第2次进入，仅仅只是加快了一些拾取东西的时间，就直接打破了周家兄弟的记录，获得了打破记录的奖励。丁，您的击杀进度已经保存，您此次通关秘境所花费时间为7分21秒，已经打破该秘境记录。您可以为您的小队命名，也可以选择是否公布您的显示名称。小队命名：星辰。公布显示名称：陆晨。丁，您已打破该秘境记录，获得了特殊秘境宝箱1。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灵动之靴 D。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130点灵能币。灵动之靴 D。装备所需等级8。属性：敏捷加15，耐力加12。特效：每次攻击都有一定几率使你的敏捷属性加10。这个秘境的记录让陆晨获得了一个敏捷性的装备，算是游侠或者盗贼的小极品，已经能卖上丢丢价格。E 级和 F 级的垃圾装备材料，陆晨直接就在秘境入口处随便处理掉了，但是 D 级道具他准备回家之后交给父亲去处理。一个是后续想办法让父亲这边建立起一个交易渠道，另外也是让父亲有点事情可以做，不至于再去秘境里冒险。解决完了这个秘境，陆晨直接前往了王庭区。从花园区到王庭区的距离虽然不远，但却要经过一个迷宫和爬一会山。王庭区的秘境是一个叫做王庭禁卫军团的庭院秘境，这里有很多禁卫军团化作的骷髅，已经开始有了难度，探索者的数量肉眼可见的变低，就连商人也只有那么几个大公会专门驻扎收购。这个秘境应该是范围最大的一个秘境，看几率手通足足花了11个小时，速通也足足需要20多分钟。还是周家兄弟，还是星河公会？陆晨对此只能说确实不好意思，20多分钟的时间怕是足够他在这种小秘境刷上几个来回了。在陆晨速刷秘境的同时，花园的秘密附近也很快有人意识到了荣耀石碑的变化。因为埋骨地不算大，所以今天白天的时候，陆晨打破埋骨地的荣耀秘境的事情就已经小范围的传开。而现在花园的秘密再次陷落于陆晨手中，立刻就让附近的探索者还有商人吃起瓜来。毕竟埋骨地这种初级秘境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记录的变动了，等级低的探索者没这个实力打破记录，等级高的探索者又因为等级限制没办法进入虚空之门。现在1天之内2个秘境都被别人打通关，肯定会让人想到是不是哪个大公会又在发力，或者出现了什么不一样的天才。牛逼！7分21秒，还是单刷？我以为周家兄弟已经够快了，现在人家居然直接提前了4分钟。哎，你不是星河公会的吗？你们公会有啥反应了没？2个秘境都被别人破纪录了，有人已经在调侃星河公会的商人。星河公会现在算是除了开拓者军团之外，遂宁市几个最大的公会之一，发展的势头正猛。前段时间还发消息说拿到了哪个秘境的首杀，没想到现在被别人把曾经的记录给刷了下来。第9章，各方势力聚焦。埋骨地里秘境记录再次被打破的事情很快传开。没过多久，遂宁市东城区的一个高楼办公室里也很快收到了手下传回来的消息。作为星河公会分管招募的副会长，秦昊今天可以说是从下午一直加班到现在将近凌晨，就是为了处理埋骨地的荣耀秘境被别人刷新记录的事情。但没想到这个事情还没有眉目，就又传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花园的秘密秘境也被别人速通了，而且成绩直接提升了一大截，又是陆晨，而且时间提高到了7分钟。秦昊有点懵逼。2年前周家兄弟一起速刷秘境给星河公会打广告的事情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当时他们可是花费了好大一段精力去各种计算处理方式，最终也才压缩到11分钟打破了记录。原本以为已经处理的足够顶尖了，没想到现在又冒出来了一个新的天才把记录打破。虽然说记录被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最近2年星河公会的效益不好，一直招不到新人，
他这个分管招募副会长等级也跟不上大部队，他很担心有对手借此由头把他的位置给换掉。还没有查到这个陆晨到底是谁吗？是外来的探索者，还是说是武校刚进来的新人？秦昊又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如果只是单单打破一个记录的话，还可以归结于运气好，但如果2个秘境都被别人刷新了记录，那至少肯定陆晨的实力是非常顶级的。但是到现在为止，秦昊还没有查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就好像是凭空蹦出来的一样。能进入埋骨地里，等级锁定在了1到10级之间，大概率是某个长时间停留在10级的探索者。但是找遍了相关信息都没有找出这个人，他甚至把最近武校收的一些天才名单也翻了个遍，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陆晨的信息。所以他只能怀疑这是不是某个大佬的代名，亦或者使用了某些临时降低等级的特殊道具。砰砰砰！这个时候，有一个黄毛小弟敲响了办公室的门，就是专门替秦昊去查这个消息的其中一个。老大，好像在遂宁中学的4班查到了一个叫做陆晨的学生。黄毛开口道，不过这个人是10天前才满的16岁，显示的是1级武校落榜。黄毛开口说道，他问了很多地方，叫陆晨这个名字的确实不多，而且就算是同名的也都超过了10级以上，唯一有一丝丝可能性的人，可能就是这个刚高中毕业的陆晨了。你觉得可能是1级的新人吗？秦昊翻了个白眼，真是一点用都没有，1级的新人能单刷秘境，你怎么不说是你爹干的呢？秦昊的语气有点不满，觉得黄毛是在糊弄自己。找找最近的外来成员，不一定非要是真名陆晨，还有去问问那个时间段有哪些陌生面孔出现，他刷了通关秘境，肯定会产出一些垃圾材料和装备的，问问商人。你到底懂不懂啊？秦昊摆了摆手，很是不爽，都1天了才拿出这么点破消息，如果不是他现在等级太高无法进入埋骨地，他都想自己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算了，除了找陆晨之外，你再去武校最近问问有没有什么天赋很高的天才，这2年出了不少好用的道具，我们组个5人队伍，说不定还能把记录再刷回来。除了寻找陆晨氏和方神圣外，秦昊已经开始寻找新的人选。当初周家兄弟把星河公会刷到第1名，虽然使用了大量道具，但队伍里却只有2个人。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星河公会的上层也爆出了不少好用的新道具出来。如果采取5人队伍进去，再配合一些好用的装备道具，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把陆晨打破的记录再拿回来。另外，再多去找一些30到40级的职业者、战士或者圣骑士，甚至德鲁伊都行，要能抗怪的。雪山这边需要人手开荒，我们自己的人不方便去，用一些雇佣兵去最好了。秦昊继续安排着事情，办事也算伶俐。严格来讲，他虽然是名义上的副会长，这种管理招募的也属于后勤成员了，可代替性很高。所以秦昊必须要在星河公会路做出一定项目出来，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遂宁市这几年小工会也多了起来，大工会也到了存量的时代，所以不管这个陆晨到底是谁，肯定是能拉拢到星河公会里才好，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去吧，再给我喊2个妹子上来，我腰有点酸。秦昊撑了个懒腰，总觉得这几天诸事不顺，今天得好好消消火转运才行，说不定明天一觉醒来就能搞清楚陆晨到底是何方神圣了。遂宁市北部，盛月集团。盛月集团是一个遂宁市很早的大集团，后来意识来了之后全部打散，在这里年又重新组合，最后建立起了一个盛月工会，总部就放在原先的盛月集团大楼里。会长程南曾经是开拓者军团的成员之一，也是整个遂宁市的第1圣骑士，只不过因为今年自己的女儿刚满16岁，马上要成为一个职业者，所以他暂时离开了开拓者军团，想要替女儿程薇拉的未来铺铺路。程薇拉并没有去就读高中，而是一直跟着开拓者军团这边的学校学习，很小的时候就有不错的战斗天赋。而现在可以说，程南整合盛月工会的目的就是想给女儿多积攒一些资源，同时也积攒一些靠谱的队友。毕竟女儿什么都要从1级开始战斗，即使有着装备的加持，她也是需要一些可靠的队友才能在这个末世里慢慢前进的。这些队友从低级的时候就要开始配合，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潜力。程薇拉已经免试进入了武校最好的班级，但是看了一下近期的一些潜力学生之后，程南总觉得还是不太满意。他们都是那个年代里战火厮杀出来的，现在的孩子实在是被保护得太好了些。埋骨地的记录居然都被打破了。程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些好奇，埋骨地作为遂宁市的第1个新手秘境，也算是有着不错的含金量的，基本上大部分的新人都要去这里磨练一番。查清楚是谁了吗？能单刷秘境的职业也是圣骑士，或者说法师和游侠，或者说是隐藏职业。程南的见识要远比其他人多一些，而且他自己本身就认识一些喜欢单刷秘境的职业者。但秘境里的怪物不少，想要单刷势必需要一些可以回血的技能。在得知陆晨不仅单刷了埋骨地的荣耀，还单刷了花园的秘密之后，
他第一反应就是有一个不到10级的隐藏职业出现了。小五，你现在去埋骨地附近打听下，或者让人过去那边找找，他现在应该就是在埋骨地里的，看能不能想办法拉阿拢到工会里来。为了女儿的前途，程南现在可以说是求贤若渴，才10级左右就已经可以单刷秘境，实力和天赋肯定是已经得到保证的。如果真的能拉拢过来，说不定就是将来自己女儿的强力队友之一。不仅仅是星河和盛月，在陆晨接连打破纪录之后，已经有不少人都盯上了这个新星。随着开拓者团队对这个世界开荒越来越多，他们也愈加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是最近深渊怪物强度增加，不少探索者都牺牲在了战场上。总不能说老一批的职业者死完了，新一批的职业者没办法承接，所以每一个势力这几年都很看重培养新人，甚至暗室里已经有人花费1万灵能币去求购关于这个陆晨的信息，就是为了早点接触这个疑似是隐藏职业的新人。不管陆晨到底是什么来头，光是能提前记录好几分钟就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绝对是非常值得拉拢的人选。第10章，王庭4护卫。王庭禁卫军团是埋骨地里巫妖城堡王庭区的秘境，也是整个埋骨地里最大的一个秘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必须要通过这个禁卫军团区域之后才能进入最后的王座区。这里的人相比于前2个秘境要更少一些，因为附近的怪物等级已经到了7、8级，在等级上限为10级的世界里，危险度已经急剧上升。甚至在这个地方开辟了据点之后，还经常时不时的传闻有人半路不小心被怪物围困，爆率可真低。不过陆晨的担忧显然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现在比较头疼的还是爆率的问题。他从进来到现在也算是杀了好几百只怪了，但爆出来的技能书居然真的就那么一本，甚至连装备都是一堆垃圾。最好的万一就是突破秘境记录所给的奖励，希望这个秘境能给点好东西。陆晨对于王庭区的这个秘境还有记忆，曾经这个秘境可是磨了他好久，换了10几个队伍来刷过，甚至满级之后还没有立即升级，专门过来刷过材料。在王庭禁卫军团里，最终的 BOSS 叫做王庭4护卫，分别是4只精英怪物骑士、法师、牧师和战士。有传言说杀这些精英怪物爆技能书的概率会大一些，所以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地方来，甚至一些满级的打金职业者也会特意过来刷技能书出去售卖。万一刷到一本不错的技能，也相当于10天半个月的收入到手了。丁，您进入了秘境王庭禁卫军团。在短暂的提示音后，陆晨进入了这个区域。这个区域也跟其他秘境的进入方式不同，进来之后，陆晨肉眼可见的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大厅。这个大厅整体倾斜向上，一直走到高点之后，瞬间就能看到几十只怪物在下面游荡，光是场面就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里的所有怪物都不是普通的骷髅怪物，亡灵战士身上都穿着锈迹斑斑的铠甲，手上还有着一些特殊的武器，他们的眼神中充满着冰冷。亡灵法师手上的古杖散发着微光，还有一些骑着古马的亡灵骑士，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旦发现敌人，这个恐怖的军团就会瞬间冲过来踏平来者。周围的环境偏阴冷和潮湿，只有两边的小道可以斜着走下去，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里的亡灵怪物仇恨联动很高，如果真的一不小心动静太大，很容易一次性引出10几只怪物出来。就算陆晨对他们有着秒杀的能力，现在的面容也逐渐认真。他缓缓地从一个斜坡绕下，然后卡住视角，开始释放圣光。7920 7930，巨大的数字给了陆晨不少的安全感，但也确实足足有6只怪物发现了他的踪迹。这个时候最好其实是由法师或者游侠进行减速和控制，但现在只有陆晨一个人，他只能卡好距离先独条。但可惜的是，怪物实在是太多了一点，在陆晨原地独条杀了5只怪物之后，最后一个骷髅战士还是到了陆晨的面前，对他砍了一刀。陆晨往后撤了几步，从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光亮，是圣洁之盾的特殊效果。12，陆晨丢失了12点生命值，才将这只骷髅战士给解决掉。防护效果也还行，陆晨对于圣洁之火的防御效果还算满意，100点的防御值在10级以内，几乎可以说是横着走了。他顺手给自己丢了一个圣光束，加7990，生命值直接回满。虽然治疗量有点溢出，但这已经是陆晨最低的治疗效果了。王庭禁卫军团里的怪物要比前2个秘境里的怪物加起来还多，这也是为什么秘境通关记录最快也要20多分钟的原因。陆晨现在的等级是 LV8， 击杀同级别的怪物大概获得8点经验，击杀低于他等级的怪物则是经验获取迅速降低。不过好在他刚进秘境的时候就已经快满9级了，所以清理完3、4波的怪物，他的等级再次获得了提升。而等到清理完面前这个秘境前面的所有小兵和部分经验怪物，甚至还没有来到4护卫的时候，他的等级就直接达到了 LV10。单刷升级实在是太快了，还不用考虑安全问题，这个秘境的存在简直就是为陆晨量身定做。丁，您的等级达到了 LV10，您需要完成突破任务才能提高等级上限。
等级突破任务：击杀一只首领级怪物。01。在等级突破任务完成之前，您无法获取更多的经验值，突破到 LV11。突破任务这个东西，陆晨早有预料，他只不过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可以升到10级。不过虽然他没办法获取经验，但他还是打算拿下这个秘境的速通和报一些材料。首领级怪物这种东西分成3种，一种是区域首领，会在深渊和虚空之门的某些区域出现；一种是秘境首领，比如说埋骨地里最后一个秘境里的巫妖王就是一只首领级怪物；还有一种的话是稀有首领，稀有首领可能会在任何地方出现，不管是秘境内部还是秘境外部都有出现的记录。区域首领和稀有首领都可遇不可求。陆晨的计划是打算把禁卫军团速通之后，直接去王座区速通巫妖王，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四护卫啊，好久不见了。陆晨终于来到了军团四护卫的面前，想当初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完全都不怎么敢动手，甚至还见到了一个队友死在了自己的面前，那是陆晨第一次真正的直面死亡。但是现在再遇到这些可怕的亡灵生物，陆晨虽然感慨良多，却没有半分的畏惧了。不对。但是陆晨仔细看过去的时候，却发现了这里怪物的数量好像有点不对。怎么怪物不是4只，是5只？陆晨有些惊讶地看着最后的房间。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这4个护卫是在高台上一直游荡的。他最近收集到的信息也全部都是4只怪物，而且是仇恨连锁。可现在陆晨所见的，在这些怪物的中央，分明多了一个奇怪的穿着斗篷的怪物。他的手上拿着一种特殊的镰刀，比其他的护卫精英怪物要更大一圈。第11章，稀有首领，圣光研报。稀有首领，还是稀有精英？讲道理，陆晨前世来刷这个本的次数也不少了，但确确实实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面前的这个骷髅镰刀看上去像是一个死神的模样，虽然说跟四护卫的装饰很像，但明显级别要更高一些，应该不至于有啥特殊技能吧。陆晨现在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0级，身上的装备也随便凑合了一套，虽然属性搭配的不是很好，但已经勉强能有了属于牧师的战力。为了小心起见，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防止这玩意有什么圣光抵抗法术，或者说有无敌之类的技能来对自己发动攻击。但很快，陆晨就知道自己想的有点多了。一个小秘境里能有多强的怪物？卡住视野之后，陆晨直接一发圣光术，9100，9000多的伤害值出现，就算这玩意真是一个首领级怪物，也完全抗不出伤害的猛灌。前一秒还拿着镰刀在四护卫里耀武扬威，下一秒直接就被圣光融化，化作了一个战利品光球。陆晨的面板上跳出了提示，但他已经来不及去细看。此时的四护卫已经发现了陆晨，其中的法师开始独条寒冰剑，但陆晨第一时间就干掉了他。圣骑士和战士想冲过来，对方的牧师还给2人套了亡灵护盾，但护盾同样没有撑过圣光的攻击。这些可怕的四护卫在陆晨的面前完全不是一合之敌。4个蓝色战利品光球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然后陆晨才发现，在中央还漂浮着一个紫色的战利品光球。一般这里的精英爆出蓝色战利品出来已经还算不错了，这还是陆晨第一次爆出紫色的东西。而现在这个玩意就是那个王庭护卫使者带来的。您获得了尖锐的骷髅长剑 E， 您获得了法师文章上衣 E， 您获得了骑士的徽记戒指 D， 您获得了精致的骷髅头 E。 4护卫一共给陆晨带来了3件装备，其中一个 D 级装备，2个 E 级装备，还有一个 E 级的材料。丁，您获得了技能书研报术 D。 而紫色的战利品光球也确实给陆晨爆出了一本技能书，而且还是 D 级的技能研报术，法师的。陆晨先是开心了一下，觉得自己终于要有新技能，但是下一秒突然反应了过来，自己好像现在已经不是法师，而是一名牧师，牧师并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技能。陆晨沉默了2秒，行吧，不过应该也可以卖上不错的价格了。即使是同名的技能，也会分成 F、E、D、C、B、A 多个等级。D 级的技能对高级职业者来讲可能一般，但是对于新人来讲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而且研报术是法师的一个爆发性技能，一直以来法系职业的技能书和装备都会偏贵一些。果然不可学习，限定职业法师。陆晨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爆出来的东西是红了还是不红。不过看向自己的数据面板后，他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先放在了一边。先前战斗的时候他没来得及看，但现在看了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突破任务已经完成了。这只镰刀怪物并不是想象中的普通稀有精英，而是一只稀有首领，是相当于最后一个秘境里巫妖王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理论上讲，这家伙其实并不好对付，说不定还有一些奇怪的技能，只不过直接被陆晨秒杀了而已。陆晨现在的数据面板上已经完成了他的突破任务，甚至不需要再进入最后一个秘境，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今天的任务目标。丁，你已突破完成，
您现在的等级可以提升到11级。丁，您的首次突破任务完成，你的天赋圣光之心获得了一些变化。您获得了新的技能圣光分解，您获得了新的技能圣光转化。突破任务完成，意味着陆晨可以继续获得经验值，一直可以到10级的满经验值达到整个埋骨地的经验上限为止。但没想到的是，除了突破完成之外，陆晨的圣光之心居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还直接送给了自己2个新的技能。圣光之心 LV1 01000，特效1，你的每次施法永久提升1点法术强度。特效2，你的圣光法术获得1000%加成。特效3，你的所有圣光法术可以对敌方作用。特效4，未解锁。圣光分解 SSS， 你可以对1级以上的材料进行圣光分解，获取一定的圣光点数。圣光转化 SSS， 您可以使用圣光点数对物品进行转化，将其转化为圣光道具。圣光之心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新获得的技能确实多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圣光点数，这是什么？是圣光之心升级的条件。陆晨细细地打量着自己获得的新东西，圣光之心一直显示的都是 LV1 01000，他尝试过很多方式都没办法将这个经验值进行提升。现在他获得了一个分解技能，还都是 SSS 级的，一下子就让陆晨有了思考。他果断进行了一次尝试，拿出了一个1级的材料出来，一个骷髅头出现在了陆晨的面前，就是刚才爆出来的1级材料。丁，您对材料精致的骷髅头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取了2点圣光点数。短暂的光芒闪过，这个骷髅头真的就在陆晨的面前慢慢融化掉了，他的面板上多了2个圣光点数。不仅如此，圣光之心的经验值那里也出现了一个添加选项，陆晨可以把圣光点数放到上面去，让它升级。陆晨尝试下的添加了一点，圣光之心也有了新的数值 LV1 1/1000，分解可以获得圣光点数，用来升级圣光之心。那圣光转化是什么东西？陆晨看向了自己获得的第2个技能，他的物品栏最新获得的道具是那本法师的研报术，可转化。让陆晨意外的是，原先标注着的不可学习、限定职业法师，此时居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金色标志。陆晨将视线移动到上面，选择了技能圣光转化。丁，您正在对技能书研报术进行圣光转化，此次转化需要30点圣光点数，您的圣光点数不足，不足就继续分解。陆晨发现自己好像找到了新的玩意，他拿出自己先前囤积的1级材料和用不上的1级装备，全部都进行了分解，最终圣光点数停留在了37点。在确认转化后，陆晨收到了一条新的从未见过的信息。丁，您的技能书研报术进行了一次圣光转化，已转化成了技能书圣光研报 D， 可学习。第12章圣光研报速刷。圣光研报，陆晨自认为已经算是见多识广，但是看到这个玩意的时候还是陷入了疑惑之中。圣光之心已经有点超模，但没想到现在自己提升等级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更加离谱的东西，居然可以把其他的东西甚至技能树转化成圣光效果来。丁，您学习了技能书圣光研报 D， 圣光研报进行5秒的吟唱之后，汇聚你的圣光能量，施展出一发巨大的圣光球，对目标造成200点伤害值，并在4秒后或者当前目标死亡后爆裂开来，对5米范围内造成200点额外范围伤害，每1点法术强度额外增加1点伤害值，施法距离35米，消耗魔法值120点。对于法师来讲，研报术本身就是一个不错的伤害技能，而且作为曾经的法神，陆晨对这个技能是再熟悉不过的，所以看到技能的介绍，陆晨一下子就明白了圣光研报的逻辑。这分明就是直接把法师的研报术转换成了圣光的效果，火系伤害变成了圣光系的伤害而已。这圣光系法师，本来陆晨其实觉得自己的输出已经足够，无限叠加法强，然后还有1000%的元素加成，已经让他日后有着不弱于其他法师的输出能力。但是现在看到这个圣光研报，陆晨一下子觉得法神也不过如此了。这哪里是牧师，这分明是全能系的圣光之神。现在陆晨只转换了一个法师的技能，那以后前行者的技能、猎人的技能，甚至战士的技能，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个可以前行、可以释放圣光火雨的牧师，这种感觉想想就十分的刺激。而且这还是一个范围技能。陆晨眼神里多了一丝光芒。他之前读条的时候，每一只怪物都需要读条出圣光术才能进行击杀。虽然说在高法强的加持下清理怪物的效率很高，但肯定是没有范围攻击技能这么强的。研报术可以在击杀目标之后瞬间爆裂开来，对于现在的陆晨来讲，完全就相当于他多了一个5米大小的范围技能，清理怪物的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走出护卫军团的秘境之后，陆晨并没有着急离开。虽然已经达到了秘境的等级上限，但他还是想来个有始有终。毕竟前面2个秘境他已经打破了记录，
现在自己获得了新的技能，还不如把这里的奖励也拿到手了再说，弄一个突破3连，说不定还可以在4护卫的时候爆出一个不错的技能书。轰！选择重置秘境之后，陆晨再次进入了军团副本。这一次，陆晨直接开启了自己的轰炸模式。原先他碰到群体怪物的时候还需要小心翼翼，但现在陆晨完全不用去考虑这些。他直接在高点选择了远处的一个骷髅兵进行独条，一个偌大的光球在陆晨的身边汇聚出来，随着他的意识向前飞去。控制火球术是需要一定技巧的，一些新手法师还有丢歪的可能，但是陆晨的准透早就做到了100发100中。圣阶的光辉命中的骷髅直接将它融化，融化之后，原地5米范围内瞬间充斥了一种圣阶的光辉，5米之内的所有骷髅怪就好像真的被圣光净化了一般，全部化作了一个个白色的战利品光球。12390，12390，12390，密密麻麻的伤害出现，陆晨现在的伤害值已经达到了可怕的12000多，真离谱啊！陆晨微微感叹了一下，就开始了自己的速刷。这个秘境其实跟花园的秘密范围差不多大小，主要还是怪物的数量比较多，等级比较高不好处理，所以大家速刷起来比较困难。而在有群体秒杀技能之后，陆晨杀怪的效率得到了恐怖的提升。轰轰！数十次轰响之后，陆晨已经抵达了4护卫的门口，他的等级已经到了10级的满值。只要他走出埋骨地，他的等级就会自动升级为11级。这次面对4护卫的时候，没有再看到稀有首领，但陆晨一发圣光炎爆下去，直接一次性送这些4护卫去见了圣光之主。丁，您的击杀进度已经保存，您此次通关秘境所花费时间为4分49秒，已经打破该秘境记录。您可以为您的小队命名，也可以选择是否公布您的显示名称。小队命名：星辰。公布显示名称：陆晨。丁，您已打破该秘境记录，获得了特殊秘境宝箱1。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物品栏扩充卷轴5格。您开启了特殊秘境宝箱，获得了200点灵能币。因为有了群体范围攻击，陆晨所花费的时间甚至要比前2个秘境更短。但可惜的是，不管是4护卫还是从特殊秘境宝箱里都没有开出什么好东西，只开了个物品栏扩充和200灵能币出来。再次走出了王庭军团秘境，前方通往王座区的道路已经开启，他可以从这个地方进入最后的王座，去对付最后的巫妖王了。其实这个时候的陆晨已经并没有太多的收益，因为他的经验已经满了，最后的突破任务也已经完成。不过来都来了，见一面也挺好。陆晨看着远处的城堡，今天的进度比他想象中要快，而且他确实有点怀念曾经在这里战斗的时刻。当初巫妖王可是把他们虐得不要不要的，那些技能简直都是离谱，最后开始靠大佬才帮忙带刷过去。而这一次，陆晨想要让巫妖王感受一下圣光的洗礼，同时也可以刚好看下王座区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跟前世那个帖子上说的一样。如果真的有那个特殊道具在手，以后在深渊里的时候，陆晨就可以有更好的隐藏能力和生存能力。第13章，来自论坛的震惊。什么意思啊？王庭区的秘境记录也被打破了？4分钟？你在搞笑吗？那里不是100-200只怪吗？一个10级的职业者单刷，只用了4分钟就全部杀完了。在埋骨地秘境外围，因为今天秘境记录被打破的事情，已经有一些势力注意到了这个区域，而像星河这种关联度比较高的大公会，更是已经在思考怎么样才能挽回自己家秘境记录被打破的局面，找回一些场子。如果能把陆晨招募到自己公会来，自然是更好，但如果招募不来的话，也肯定是要搞清楚这个人的来路，这样才好跟上面会长和副会长股东们交代。此时，一个黄毛在外面听着手下人的汇报，也是一下子就懵了。是的，黄毛虽然是星河公会招募副会长的手下，但是他的等级也是超过了10级，无法进入埋骨地的，所以他需要手下去打听第一手消息，然后把消息传到秦昊那边。但得知王庭区的秘境记录也被打破，而且是更加离谱的4分钟通刷的时候，他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的了。你确认真是4分钟？黄毛开口向传递情报的商人确认。确定，我这还有照片呢，你自己看呗。今天你跟我说让我去那边蹲着的时候，我就一直看着了。不过这个记录确实有点离谱，我也没想到那个人这么猛。商人开口道。你看到那个人了？黄毛本来还在愁着怎么去汇报，没想到这个商人提到了陆晨。看是看到了，但是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人出来之后就往王座去走了，那个时候就他是单独一个出秘境的，而且出来之后秘境记录就变了。商人开口道。那你怎么不跟上去看看？要联系方式啊。黄毛有点急切，他没想到居然真给他逮住了。你也没让我跟上去啊，我打探到消息之后就来告诉你了。商人欲言又止，进入王庭区可是有危险的，他一个人可不敢进去。你不会不给钱吧？说好了有消息200个灵能币。
黄毛一脸不爽，但也不好说什么，他当即给商人赚了灵能币，再去盯着，如果能搞到联系方式来，2000灵能币都不是问题。哎，先等等，你看看这些人里有你见过的背影吗？黄毛拿出今天收集的一些资料，担心陆晨这个只是化名，但商人看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印象重合的。其实黄毛的资料有陆晨的照片，但照片上的陆晨只是一个高中生模样，和现在的陆晨光是气质上就千差万别。黄毛见没有结果，也只能给秦昊那边打通了电话。如果说前2个秘境可以说是陆晨的运气好，卡了什么 bug 之类，而这个军团秘境的话，就是需要硬实力才可以碰的。显然这个陆晨绝对是一个什么不知道的隐藏职业，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崽子运气这么好。现在已经是深夜，除了黄毛这边在收集消息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人也在关注着埋骨地。因为今天已经有2个秘境的记录被打破了，所以大家也在猜测着那个神秘的大佬会不会把后续的秘境也刷新一下记录。此时遂宁市成绩论坛上已经多出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今天更新了好几次，终于在晚上的时候上了热门，记录又破了。就在20分钟前，我得到消息，埋骨地王庭区的禁卫军团秘境记录也被打破了，而且速通时间是4分钟。这个帖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来吐槽有个大佬打破了埋骨地的第1个秘境，但是当时大家的回复热度不是很高，因为埋骨地只是一个新人秘境而已，大家吃瓜的注意力都在开拓者军团还有深渊那边。但是当第2个秘境记录被打破之后，大家也都全部来了点心思，在思考着到底是哪家公会培养的新人。这种记录肯定是花费了大量高级道具才可以做到的，难不成开拓者军团里又有人独立出来建立公会，改名叫做星辰？然而一直到下午都没有任何关于陆晨和星辰的任何消息，倒是有好几个人开始造谣，说陆晨是她的老公，陆晨是她的儿子，陆晨是她的同学，甚至陆晨是她的爸爸都搞了出来。尤其是哪个造谣陆晨是他同学的人，还煞有其事地说自己今天在秘境入口还碰到了陆晨刷秘境，但已经被人扒了出来，他口中的陆晨不过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估计等级才1级而已，怎么可能是速刷秘境的大佬？卧槽，4分钟有点离谱了吧？那里不是有4护卫吗？我记得4护卫很难打靶，一个职业怎么能同时打4个护卫？有人已经开始吐槽留言。埋骨地虽然简单，但是军团秘境给人的印象还是挺深的，尤其是第一次见的时候，几十只怪物堆积在面前，总是会让人感到腿软和恐惧。现在有人4分钟通关了全秘境和 BOSS， 顿时让大家都觉得有点离谱，甚至觉得是编造出来的东西，肯定是隐藏职业没跑了。有人留言道，也有可能是大佬压级进来刷秘境的，不是说现在已经有道具可以隐藏等级，然后进入低级秘境吗？确实有那种道具，但是那种道具很贵的，而且那种不仅是压低等级，还压低了属性，全面降低到10级的属性，就算是顶级大佬过去都不一定可以通刷。哈哈哈，我就喜欢陆晨这种脾气，一言不合就把所有记录都刷了，3个秘境都已经刷完，最后一个巫妖王肯定也会打破记录吧？巫妖王不好说吧，我记得巫妖王的记录，当时周家兄弟都没有能打破呢。巫妖王的记录是开拓者军团的5个大佬打出来的记录，里面就3只 BOSS， 就算一个人的输出太高，肯定也打不过5个人的。有人并不觉得陆晨可以速刷巫妖王的秘境，因为这个秘境和前面几个秘境不同，最后一个秘境其实就是一个 BOSS 秘境，其中有2个左右护法和一个巫妖王，全部都是 BOSS 级别的怪物，巫妖王还是一个首领怪物。这种东西就对输出、治疗、防御都有着硬性要求，所以当时星河的周家兄弟速刷的时候，也只是刷了前3个秘境的记录，在最后巫妖王面前选择了放弃。10级的探索者面对10级的怪物 BOSS， 天生就是难度极高，已经不是技巧可以进行提速的了。那可说不定我赌陆晨可以秒杀 BOSS， 然后光速通关。有人开玩笑的说道。紧接着这个话题，居然有人真的开始赌陆晨到底能不能速通第4个秘境。当然大部分的人都觉得陆晨还是有难度的，只有一些乐子人选择了可以打破记录，甚至还有人专门搞出了秒杀的选项，也还真有几个人投了票。陆晨其实能猜到自己速通这么多秘境，肯定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力，不过这些也都是在他的计划之中。但他除了要升级和保护家人之外，还有一个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尽早认识薇拉。薇拉跟陆晨的生日只相差1天，也是最近10天才真正成为一名职业者。但凭借着他父亲程南提供的装备和资源，以及他自己从小练习的战斗天赋，陆晨毫不怀疑他的等级也很快可以刷上去。自己想要以一个平民的身份接触到这样的千金大小姐，肯定是需要拿出一点成绩来才行。前世的时候，陆晨是5年后以50多级天才法师的身份认识了薇拉，那个时候薇拉还比陆晨高个10多级，在深渊里阴差阳错的救下了薇拉，才让2人相识。而这一世，陆晨不可能说赌那么偶然的相遇，肯定是想尽早找到她才行，
甚至还可以一起陪伴他度过最青春的这几年。抱着这样的心思，陆晨逐渐走进了王座区。到了王座区之后，这里外面的怪物基本上都是9级和10级了，偶尔还会遇到一些游荡的护卫。陆晨解决了这些护卫，很快终于到了最后王座区的房间。这里同样也是有不少探索者的，但这里的探索者会更加的精锐，也大部分都是组队一起进行行动。一些实力强大的10级职业者会专门在这里组队刷 buff 获取装备售出，虽然风险不小，但是收益也是非常的可观。陆晨并没有打算在这个地方久留，他直接就朝着秘境入口走过去。然而在走到秘境附近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女孩的声音，似乎在喊着什么。有偿招募一个治疗职业打巫妖王 boss， 都是10级的队伍，需要进行简单考核，可以报销药水，报酬100灵能币和均分战利品，还有半个小时开打。有没有人来，或者其他队伍的治疗来客串一下也行。由大佬带队。陆晨本来是不太在意这种组队的，他过来只是为了拿最后的特殊道具和突破奖励。不过当看到这个女孩的身影时，他的身形却是正色了下。沈小麦。陆晨定神看了好几秒，才隐隐有点确认这个女生好像是自己认识的某个熟人，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前世曾经认识的一个熟人。而这个熟人是跟薇拉有关的一个妹子，名字叫做沈小麦，是跟薇拉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也是陆晨曾经的队友之一，但可惜在深渊时代的某期死在了一只魔神的手中。后来薇拉因此失落了很久，甚至在许多年后每次回蓝星都要专门去公墓祭奠她。她在这里的话，那薇拉也可能在这里。陆晨对沈小麦的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是他联想到的是，如果沈小麦在这里的话，说不定薇拉也在附近。但扫视了一圈，他并没有看到薇拉的影子。陆晨在犹豫之间也跟沈小麦四目相对了，不过沈小麦只是好奇了看了一眼陆晨，觉得这个男生还挺帅，然后就继续开始招募队友了。他们今天一直在王座区还有王庭区这边刷怪，所以也并不清楚有人打破了后面秘境的记录。你好。在犹豫了一会之后，陆晨还是走上了前去。不管薇拉在不在这里，陆晨都觉得可以先打个招呼再说，毕竟他是可以确定沈小麦是跟薇拉认识的，说不定他可以通过这条线接触到自己的未来老婆。唉，沈小麦应了一声，帅哥，你是治疗？沈小麦不太确定地问了一声，因为他看陆晨好像是一个人，而治疗职业很少是一个人行动的。他们今天的情况也是比较特殊，刚好一个牧师朋友因为家里的急事先撤了，所以他们需要补一个治疗来进行最后的突破任务。是治疗。陆晨点了点头。陆晨直接展开了自己的面板，表示自己的职业和姓名 LV 石牧师。我是沈小麦，10级游侠。沈小麦对着陆晨微微一笑，他还以为今天招募来的会是一个妹子或者一个大叔，没想到是一个这么帅的少年。队伍就2个人吗？陆晨开口问道。其他队友呢？其他人还在赶来的路上，大概10分钟就能到了，他们是回去补给了。沈小麦吐了吐舌头，有些不好意思。你如果愿意加入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等他们过来，到时候进行一些简单的测试就行。我们的装备都很不错，所以治疗压力其实不大，但也需要对你进行考核才行。沈小麦开口道。考核没问题的。陆晨点了点头。能问下其他队友的名字不？我看有没有熟人。陆晨心跳微微有点加速，其实他打不打这个秘境都行，但如果沈小麦这里再推算薇拉的升级时间，很可能刚好就是薇拉的队伍。啊！沈小麦没想到陆晨会有这么奇怪的要求，但也没觉得有什么好藏私的，略带神秘气息的道：嘿嘿，倒是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别吓到了。我一个，然后许攸是10级战士，万策是10级法师，还有薇拉是10级的圣骑士。沈小麦神秘兮兮的说道。你想的没错，是一个2代队伍，薇拉是爸爸是城南，万策的老爸是万国福，许攸的舅舅是贺飞，至于我就算了，我家门不幸老爹一般。沈小麦开玩笑的说道，想要跟面前的帅哥套近乎，要是你打得不错的话，以后还有机会一起的。沈小麦笑着道。陆晨深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好。其他几人的名字他没有听清，他的注意力已经全部在薇拉这个名字上了。第14章初见薇拉。因为薇拉还没来，所以陆晨趁这个时间简单跟沈小麦聊了聊，才知道他们的大概情况。这个队伍暂时是由薇拉牵头组成的小队，都是刚满16岁不久成为职业者的一些2代。由于家里底子厚，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保命和提高实力的道具，大家在前10级的效率不低，仅仅几天就将等级提升了上来。但最后秘境里的巫妖王的实力不弱，还有分好几个阶段，在少一个治疗的情况下不是很好打。他们已经尝试过一次，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果。薇拉跟另外的队友去补充药剂和卷轴了，沈小麦在这里等着，顺便看能不能临时招募一个队友。你是本地人吗？我听你的口音好像不太像。沈小麦好奇的开口问道，
他感觉陆晨说话的口音有点不习惯，而且陆晨的气质看上去真的很好，估计家庭条件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算是吧。陆晨点了点头，他肯定是本地人没错，只不过多活了上百年而已。至于气质这个问题，陆晨怎么说也是曾经的法神，虽然他是比较温和的那一类，但是久经沙场的气质和习惯是很难改变的。陆晨其实话不多，但耐不住沈小麦似乎对陆晨真的很感兴趣，多问了不少问题。直到从远处过来了3个人影，沈小麦才停住了嘴。陆晨的瞳孔微微缩紧。走在主位的是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她穿着一身主色调为白色的锁甲，背部和腰部两侧连着黑色皮质燕尾披风，一路延伸到小腿处，腰间挂着一柄淡蓝色的长剑，骑士靴只覆盖到了小腿部分，膝盖部分能到白皙的皮肤，形成了一个绝对领域，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凝练的女骑士。虽然说体型比陆晨想象中要小1号，但确实是自己记忆中人儿的模样。明明是那么熟悉的伴侣，陆晨此时竟然不自觉的有点紧张。不过也就紧张了10来秒，陆晨的眉头就轻微皱了起来，因为薇拉的旁边还有2个男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子背着大剑在旁边稳重的走着，但另外一个拿着法杖的男孩子正在跟薇拉有说有笑。即使陆晨知道2人肯定没啥关系，但看到其他男孩走在自己未来老婆面前，陆晨心里肯定还是有点介意。薇拉看到了沈小麦之后，主动抬手打了招呼。沈小麦示意了一下陆晨，2人一起去迎接过来的薇拉。薇拉，这是陆晨，我刚才偶尔碰到的一个牧师，10级，刚好可以补小旗的位置。沈小麦给薇拉开口介绍着。陆晨的长相和气质是很对沈小麦的胃口的，所以他肯定想把陆晨留下来。你好。薇拉很有礼貌地看向了陆晨，抬手打了招呼，2人四目相对。薇拉的神色顿了顿，因为他不知道陆晨看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明明少年的眼神十分清澈，但他居然看出了一些深情。是的，薇拉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眼神。她从小也算是比较受到欢迎的那种，甚至还收到过不少男孩的情书，但像陆晨这样的眼神是第一次见。虽然陆晨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似乎在哪个地方听过，但他可以确定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男孩。你好，我是陆晨。陆晨直接伸出了手。薇拉犹豫了1秒，但还是鬼使神差的和陆晨握手了。其他几人包括沈小麦的神情都是一顿，没想到居然会是这种展开。他们这个年龄哪有一上来就握手的？但好在陆晨握手之后很自然的就松开，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违和。要找新队友的话，要稍微考核一下吧，治疗位置还是挺重要的。旁边拿着法杖的男生本来跟薇拉说说笑笑，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万策算是薇拉的朋友之一，对薇拉也有些好感，这次专门加入了薇拉的队伍，就是想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他自己可都还没有牵过薇拉的手呢，这个陌生的男生也太没礼貌些吧，这让万策有一点点的不爽。当然，陆晨点了点头，他都可以单刷了，随便怎么测都无所谓。测试的事情可以等会进去秘境之后再说。沈小麦也发现了气氛有点尴尬，开口缓解道，他去扒拉了薇拉带过来的材料，是他们从前面秘境的商人处买了一些药剂和卷轴，现在开始陆续补充分发。陆晨在一旁站着没有讲话，万策则是很随意的跟沈小麦聊天，似乎想证明自己在这个团队里的地位。小麦，我跟你讲，我们刚才过去军团秘境那边遇到了一个大新闻，那边的秘境记录被打破了，而且好像还不是一个，是从埋骨区的秘境开始，所有的秘境速通记录都被刷新了下，现在那边的商人都聊疯了，估计明天怕是要上头条。万策开玩笑的说道，这种记录的刷新是一种荣誉，他们这个年纪的少年可能也有这种功成名就的幻想，所以万策还专门准备了一些伤害药水，想看看他们也去冲击一下最后秘境的记录。你叫陆晨？但这个时候，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大剑战士却打破了万策说笑的氛围。薇拉也是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瞬间看向了陆晨的位置。他们几人是一起过去补给的，也是一起得知的消息。刚才听陆晨报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有点熟悉，现在听战士许由的提醒，他赫然一下子反应了过来，好像刷新秘境记录的那个单人探索者就是叫陆晨这个名字。他之前还想着到底是哪个探索者这么强，居然10级就可以刷新秘境记录，有没有可能拉到自己老爸的工会里来，没想眼前这个男孩的名字就是陆晨。陆晨点了点头，怎么了？外面的秘境记录是你刷新的？许由有点不太确定，他话不是很多，但是他也是一上来就觉得陆晨的气质特殊。算是吧。陆晨再次点了点头，顺便刷的。这个时候，本来还对陆晨有点敌意的万策也愣住了。他刚才还想说，如果陆晨表现不好的话，可以拒绝让陆晨进入他们的队伍里。他们4个凭借着道具和药水也足够杀掉巫妖王，没必要跟一个外人分战利品。但是
面前这个上来就跟薇拉握手的男生，居然就是今天连续单刷突破秘境的大佬。第15章无敌超级强小队。丁，探索者沈小麦对您发出了组队邀请，接受。您已经加入小队，无敌超级强小队。丁，战利品拾取方式修改为自由拾取。确定好陆晨可以加入小队后，沈小麦就对陆晨发出了邀请。队伍的名字是可以自己设定的，队长是薇拉，但名字让陆晨瞬间感受到了曾经少年时代的中二气息。你真的单刷了前面的那些秘境？虽然陆晨大大方方承认了外面的秘境都是他打破了记录，但是沈小麦还是有点不可置信，因为陆晨看上去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牧师，除了长得帅一点，看上去不太像是那种激进的战斗狂。而且他可是牧师耶，牧师还能单刷秘境的吗？特殊技能吧。陆晨没有解释太清楚，也没必要去解释。虽然说圣光之心的存在本身就很逆天，但不排除消息泄露出去之后，有高级职业者打上自己的主意。在薇拉他们做好准备之后，陆晨正式加入队伍，一起走向了巫妖王的王座秘境当中。队伍的职业也分布合理：许由10级战士，承担前排坦克的职位；程薇拉10级圣骑士，承担副坦克和近战输出；沈小麦10级游侠，承担探查和物理远程输出；万策10级法师，承担法系输出；陆晨10级牧师，承担治疗作用。丁，您进入了秘境巫妖王的王座。在短暂的时空变化之后，5人小队进入了这个秘境当中。这个秘境主要就是由3个 BOSS 组成，分别是巫妖王和2个左右护法，以及中间不同房间里的道路上会刷出一些女妖。其实这个时候对陆晨来讲，他的目的性质已经变了，他思考的并不是如何承担治疗作用，而是如何合理去和薇拉产生联系。凭借陆晨对薇拉的了解，知道他的性格是比较好强的，陆晨如果全程秒杀带他升级，他还真不一定会同意。不然的话，以他父亲现在的地位，完全可以全程找人带他速刷升级。想要合理的跟薇拉产生联系，最好还是简单表现出自己的实力就 OK， 也不能表现太多，最好让他产生可以拉拢自己的心思，然后名正言顺的约他出去。但在队伍里，薇拉这个队长还没有说话，显然沈小麦对陆晨会更加感兴趣。测试的话，你可以把你使用的技能都释放一遍，主要是治疗术的吟唱和套盾的手法。沈小麦对着陆晨开口道，虽然说他觉得肯定没什么问题，但还是要进行一些测试的。我还没学圣光护盾。陆晨顿了顿，沈小麦说的护盾是牧师的一个专属技能，圣光护盾可以给队友增加一个光盾，抵挡上海效果，使瞬时技能有很大的实用性。但陆晨才从1级提升上来，很多常用技能都还没有学习。你一个牧师没学圣光护盾？旁边的法师万策语气有些疑惑，他从进来之后一直打量着陆晨，实在是不太相信陆晨就是打破外面那个记录的人。不过我会圣光术，治疗量还行。陆晨点了点头。万策顿了顿，有点不满，越来越觉得陆晨像是一个骗子，怕是专门来占薇拉便宜的骗子。他还想说点什么，薇拉制止了他。那要不先试试看吧，许由先去拉一只女妖过来。旁边的战士许由点了点头，从走廊里引出了一只女妖。女妖会近战和远程尖效2种，牧师所需要的就是远离尖效的范围，并保持持续的质量。女妖打在了许由的身上，只掉了30点血量，可以看出许由的装备是非常不错。圣光术，陆晨直接进行了独条加血，加14200，一个巨大的治疗数值出现。这个数值是全队可以共享看到的。除了陆晨之外，其余4人都是愣了一下，就连正在攻击女妖的许由也都忘记了打断女妖的独条攻击。多少？沈小麦第一个没忍住发出声音，他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14000的治疗量。一旁的万策本来准备揭穿虚假的陆晨，但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一下子被压制住，说不出声。许由反应过来之后，打断了女妖的独条，给女妖造成了伤害，但还是有些懵逼。薇拉的情况稍微好点，但也是被陆晨的治疗量给吓到了。我说过了，我治疗量还行。陆晨摊了摊手，再次读了一个治疗术，加14210。10级之后的陆晨属性再次提升，法术强度已经来到了恐怖的1400多。如果不是因为和这些人在一起，陆晨肯定会继续用圣光之火刷法强了。你管这叫还行？沈小麦无力吐槽，他们原先的牧师一个治疗术也就恢复200多的血量，陆晨直接就翻了接近几十倍。这个数值明显不是一个正常牧师能打出来的数值好吗？考核可以过了吧？陆晨开口问道，问向了薇拉。当然。薇拉点了点头，总感觉陆晨看自己的目光有些奇怪。不过他现在也几乎可以确定，陆晨绝对不是一般的牧师。接下来的时间，几人开始得了怪物的攻略。陆晨负责治疗，其他几个人负责输出怪物。当然，陆晨的主要核心还是看着薇拉。薇拉的输出手法有点生疏，但却一如既往的优雅，甚至在陆晨的眼中还有点可爱。
在不需要考虑治疗压力的情况下，一些人很快就解决了前面2个护卫 BOSS， 来到了正主巫妖王的王座面前。你应该不只会这个技能吧？你是怎么把前面的秘境速通的？万策开口问向了陆晨。尽管今天他的输出是队伍里的第一，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陆晨这里。万策想知道陆晨到底是怎么有这么恐怖的治疗量。这是个人隐私。陆晨开口回应道，并没有跟万策交流的想法。虽然这家伙有点菜，但看他对薇拉的殷勤，说不定他还是自己现在的情敌之一。我们队伍的装备治疗压力不大，你要跟我们一起参与输出吗？薇拉其实也对陆晨很感兴趣，不过他的问法显然更礼貌一些，主要是觉得陆晨来他们这个队伍真有点大材小用了。好，我听你的。陆晨回复薇拉的时候，语气就明显温柔一个度了，就连沈小麦都能看出陆晨对薇拉的态度不一样。那我输出的话，直接把这个 BOSS 杀了吗？还是怎么？我看时间好像还够，说不定能把记录通掉。因为薇拉几人的装备都不错，所以其实他们打到巫妖王的时候也才不过7、8分钟而已。这个秘境耗费时间的大头还是最后的这个巫妖王。现在距离记录时间还有1分钟左右，正常打肯定破不了记录，但是陆晨出手的话还是可以秒杀的。行，你跟我们一起打吧，试试看。薇拉点了点头，准备安排人开怪。在许由准备好之后，大家各自站好位置，然后陆晨抬手释放了一个圣光研爆，16920，一个圣光火球直接击中了在王座前休息的巫妖王。许由还没来得及开怪，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紧接着准备摩拳擦掌开干的众人全部陷入了惊愕之中。第16章，秒杀巫妖王，隐藏暗门。丁，您的击杀进度已经保存，您此次通关秘境所花费时间为7分41秒，已经打破该秘境记录。您可以选择是否公布您的显示名称。您的队长选择了公布小队名称。小队：无敌超级强小队。小队成员：薇拉、小麦、万策、陆晨、探索者2923827CC。除了许由之外，其他人都宣布了公布名字。但大家虽然都选择了确认，却依然在懵逼当中，完全没有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发生了什么？沈小麦的弓箭都已经拉起对准了 BOSS， 但突然一下子 BOSS 就倒地不起，化作了一个紫色的战利品光团。他甚至那一刹那都以为是 BOSS 的特殊攻击。BOSS 被他杀了。战士许由是情绪最稳定的人，不过他此时也惊讶地看着陆晨，没想到陆晨居然有这么恐怖的实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完全想不到一个10级的牧师居然可以秒杀巫妖王。法师万策嘴巴也是微微张起。讲道理，其实在陆晨动手之前，他还是有一些不服气的，觉得陆晨只不过是一个牧师而已，就算可以有很强的治疗，总归也不过是辅助职业，以后还得看他们这些输出。但是陆晨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技能，居然一下子把 BOSS 打出了上万的输出，直接就让万策的世界观再次颠覆。牧师这么强的吗？不是说法师才是最强输出职业吗？我全套顶级装备，一发研爆数也才600多的伤害值，已经算是很离谱了。你这一下1万多。薇拉是整个小队的队长，也是队伍里第一个接收到 BOSS 被击杀消息的人，而且他是属于近战职业，刚嗑完药剂准备晋升巫妖王，就看到巫妖王直接倒地了，这确实是把他吓了一跳。本来他就已经有着今天战斗结束后一定要想办法把陆晨拉到自己父亲的公会里看，培养一番后以后觉得是自己的大助力，甚至是自己父亲的助理。但现在这一发圣光研爆把薇拉也打得有些惊了，就这个输出级别，怕是普通3、40级的职业者也很难打出来吧。大佬牛逼。万策弱弱地说了一句，他现在已经对陆晨没有任何的心思了，以人家这个水准，怕是今天刚好是路过而已，别说是他了，就算是万策的父亲在这里都得对陆晨说一句好家伙。我们打破记录了。沈小麦看着自己已经拿到了秘境的宝箱，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懵逼还是该高兴。陆晨倒是很直接地打开了秘境的箱子，然后走到了紫色战利品旁边。叮，您获得了王庭之盾。D。叮，您获得了骑士之剑。D。叮，您获得了巫妖王的头冠。D。叮，您获得了技能书圣光护盾。E。战利品直接爆出来了4个东西，其中3个装备还有一本技能书，因为是自由获取，所以陆晨是可以直接全部拾取进入背包的。不过他也不至于跟这群小家伙们抢装备，他的属性已经不需要这些低级装备了。但好消息是，之前沈小麦问他有没有圣光护盾的技能，现在直接一下子爆了出来。圣光护盾的技能书我要了，其他的东西你们分吧。陆晨开口道，这里也就这个东西他需要一些，其他的好像会更加适配薇拉。陆晨肯定是想让给自己的未来老婆。这是你杀的 BOSS， 装备你收着吧。薇拉咬了咬嘴唇，开口道，虽然这些装备确实挺适合他们，但他们几个人都不是缺装备的人，这个巫妖王 BOSS 他们几个人可以说是完全没动手，反而因为陆晨的存在多拿了一个突破记录的宝箱。这种情况下，
薇拉是不好意思拿这些装备的。别推辞了，我不缺这些东西，骑士之剑应该挺适合你的，可以过渡使用下。王庭之盾可以给那个战士，头冠的话你们自己分配就行。陆晨对薇拉笑了笑，我知道你们的身份不低，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成为队友，等以后记得给我让装备就行。好。薇拉看着陆晨，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几人过来分别开启了宝箱，也分了战利品。陆晨直接学习了圣光护盾技能，这个是牧师的专有技能之一，直接就可以进行学习。圣光护盾一，立即为队友加上魔法护盾，可吸收150点伤害值，持续30秒，每一点法术强度增加2点可吸收的伤害值，只要护盾存在，受保护者的施法就不会被物理攻击打断。目标在被加上护盾之后的30秒内无法再被加上护盾。瞬发技能，消耗魔法值50点，施法距离40米。这个护盾是从1级的技能树里学习的，所以直接就是1级的圣光护盾，效果还算不错。对于陆晨来讲，也是直接多了一个保命的神技。他现在足足有1000多的法强，堆积起来就可以吸收2000多的伤害值，再经过1000%的圣光加持，直接就可以吸收2万多的伤害。相当于说，如果他给队友套上一个护盾，护盾持续时间内，这个人就已经是短暂的无敌。大佬，那我们现在离开秘境吗？考不考虑留个联系方式？有机会还可以一起的。沈小麦看着陆晨欲言又止，称呼已经有了变化。我们等级提升挺快的，5天就已经提升到10级了，估计很快就可以到30-40级，没啥问题。沈小麦的性格要比薇拉开放一些，直接就找陆晨要联系方式。行啊。陆晨对沈小麦点了点头，给了他自己的号码。现在这里是没有网络的，可以等回到遂宁市后用通讯器添加。至于薇拉和其他几人的联系方式，陆晨没有搞得太过于主动，毕竟沈小麦是薇拉的闺蜜，自己自然可以通过沈小麦联系上薇拉，自己太主动了，他怕一下子吓到薇拉。我们现在要一起去下一个虚空门，这几天都得抓紧时间升级，你要不要一起去？沈小麦试探性的开口问道。在击杀了巫妖王之后，他们的突破任务也都已经完成，不用再待在埋骨地这边。先等会，先别出秘境，我还有个隐藏任务。陆晨见沈小麦他们已经准备离开，开口拦了下来。虽然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他也是第一次见这个隐藏道具，可以带着薇拉一起去看看。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起过来，但是隐藏任务里的道具的分配全归我。薇拉对此自然是同意了，甚至直接把队长都转交给了陆晨。很快，陆晨在王座的后面通过炼人之泪开启了王座后面的开关。巨大的王座后面出现了一个通道，其他几人纷纷心惊。埋骨地秘境已经出现有10年了，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听说王座后面居然还有一个暗门。第17章永恒对戒。因为埋骨地里的等级限制是1到10级，所以即使后世陆晨知道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机关，但他实际上也是第一次来。他带着众人往前走去，还特意给每个人都套了一个圣光之盾。暗门并不大，只能容纳1个人通行，不过稍微往里面走一点，空间就大了一些。首先是一个实质的通道，然后是一个红色的礼堂类似的房间。走到这个房间的尽头之后，陆晨看到了前方有一个特殊的虚影，这个虚影上有着血条，众人立刻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是一直走近之后，这个虚影都没有发动任何的攻击。巫妖王的灵魂。沈小麦是有侦查术的，他丢出去了一个侦查术，虽然没有显示怪物的属性，但把怪物的名字显示了出来。众人也都能看见怪物头上的问号变成了一个蓝色的名字。这里为什么会有巫妖王的灵魂？外面那个 BOSS 不就是巫妖王吗？万策也很好奇地看着这个东西，没想到陆晨还真带着他们进入了一个隐藏任务当中。他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薇拉看着巫妖王的灵魂若有所思，女生本来就会更加感性一些，从这个虚影的状态还有面容来看，好像一直看着南边的某个方向，是在等女妖吧，就是花园的秘密里那个女妖。陆晨开口解释道，他当时看的那个帖子里有关于这个故事的描述，大概就是在巫妖王转化成巫妖之前，其实他是有一个爱人的。这个城堡属于另外的国王，那个国王有一个公主，公主看上了还没变成巫妖之前的男孩，为了让男孩收心，囚禁并杀死了女孩。男孩为了替女孩报仇，最终化作了巫妖，结束了整个王国的权柄。他找寻了整个世界，却不知道女孩的灵魂就被锁在城堡花园的地堡里。化作亡灵的2人明明只有数百米的距离，却依然不得相见。后来巫妖成了巫妖王，意识被黑暗力量所侵蚀，这片土地都变成了黑暗诅咒的土地。在力量被黑暗侵蚀之前，巫妖王最后的意识建立起了一个礼堂，用最后的意识虚影等待女孩的回来。礼堂是女孩曾经最喜欢的婚礼的模样，但她却永远看不见了。陆晨简单的跟众人解释了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经过一些美化的，或者干脆就是虚假的，但众人确实没有想到，一个虚空之门的背后居然还有这么一段传说。陆晨上前走去，拿出了炼人之泪，而在炼人之泪靠近之后，虚影明显有了新的动作，似乎是在探晚
似乎又是在可惜原本纯洁的恋人之泪，居然在此时也化作了另外一个虚影。画面中，男孩和女孩终于在这个礼堂相见了。巫妖王最后的意识也开始松动，画面大概持续了30几秒，然后两个虚影破碎开来，化作了2枚特殊的戒指，悬浮在空中。不仅如此，礼堂背后也有一个特殊的空间破碎开来，出现了一个发光的盒子。陆晨知道后续应该是有这个盒子的，但却不知道这2个亡灵居然还会有戒指出现。陆晨上前一步，很快就有了拾取的信息。丁，您获得了永恒对戒，左戒，特殊。丁，您获得了永恒对戒，右戒，特殊。永恒对戒，左戒，特殊道具。当和使用右戒的探索者距离不超过500米时，所有属性正 10%， 不占用装备栏位。永恒对戒，左戒，特殊道具。当和使用右戒的探索者距离不超过500米时，所有属性正 10%， 不占用装备栏位。丁，您是否拾取永恒对戒，左戒？拾取后将进行绑定。这东西好像直接就是拾取绑定的，而且是拾取唯一。陆晨看了一下属性，这个属性可以说是相当强了，而且直接是增加的百分比。他把道具信息公布了出来，后面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被惊讶了下。特殊道具不占用装备栏位的，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东西啊。沈小麦惊讶地说道，他们家里都有顶级的职业者，但却从没听父母说过还有这种玩意。应该每人只能拾取一个，我拿一个，你们谁要？陆晨扫视了一圈，直接看向了薇拉。战士许由沉默着没有说话，不管陆晨讲的是不是真的，他肯定是不好意思拿的。他并不觉得陆晨会希望和自己是一个队伍。万策倒是想开口，10%的属性对于一个法师来讲，提升可以说是相当大了。但是陆晨的目光完全不看他，他自己没这个脸去开口。2个男的戴对戒，确实有点尴尬。薇拉拿？沈小麦试探性的问道。虽然他感觉这个戒指有种怪怪的含义，但现在比较合适拿的可能就是自己和薇拉了。这个戒指是有一个特殊要求的，需要对戒的使用者距离在500米以内，但其实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靠近500米后都能随时感知到对方。这是你的道具，你自己来分配吧。薇拉开口道，他其实很想说，陆晨今天才跟他们第一天认识，直接就绑定在一起可能不太好，但是不占用装备栏的 10% 属性实在是太诱人了，相当于只要这2个人在一个队伍里，那直接凭空就比其他人多 10% 的整体属性。你是队长，那分你身上吧，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去别的秘境。陆晨把右界的位置让给了薇拉，薇拉也不是扭扭捏捏的人，2人迅速各自拾取了道具。万策总感觉有哪些地方不太对劲，他从很早之前就喜欢薇拉了，但现在他居然在见证薇拉和另外一个只见面1天的男生戴对戒。沈小麦也有点欲言又止，他是对陆晨有不少好感的，而且今天也是他把陆晨拉进队伍的。但不知道沈小麦是不是有一种错觉，他觉得陆晨好像对薇拉更感兴趣一些。虽然沈小麦也知道薇拉就是长得比自己漂亮，实力比自己强，但这让沈小麦不禁有了些许失落感。还有一个道具，这个道具我就自己拿走了。在戴好戒指之后，陆晨已经能感受到属性的加成，他打开了最后的盒子，里面是一个奇怪的文章。巫妖文章，能召唤出一只巫妖王的影子为你进行战斗，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10分钟。这个文章是陆晨这次来这个秘境最核心的目的之一，因为在那个帖子的介绍里，这个召唤出来的巫妖王是可以释放技能的，其中一个技能叫做灵魂意志，可以让某个队友在10秒钟的时间里免疫任何控制技能。在深渊里有很多怪物都有控制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控的技能也相当于是一种神技了。其他人陆晨拾取了道具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不是陆晨，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地方。不过陆晨在拾取之后，却发现在物品栏的巫妖文章居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可转化标志。陆晨一下子就回想起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技能圣光转化，可以使用圣光点数对物品进行转化，将其转化为圣光道具。只不过陆晨没有想到，这个技能不仅仅可以对技能书和物品使用，居然还可以对这种特殊道具使用。丁，您正在对道具巫妖文章进行圣光转化，此次转化需要200点圣光点数，您的圣光点数不足。陆晨尝试进行了转化，但显示圣光点数不足，看来以后除了升级之外，还得多捞一点材料和装备才行。陆晨之前已经进行过分解，一个1级的材料只能分解出一个圣光点数，一个1级的装备也只能分解成2点，也就是说圣光点数的价值还是挺高的。现在陆晨手上的材料不多，将来也会遇到更多的特殊技能和装备。可以预见的，圣光转化成为陆晨大助力的同时，也会成为陆晨的一大笔开支。第18章真理之森。拿到最后一个道具，陆晨今天晚上在埋谷地的任务也算是正式完成了。走出秘境，陆晨没有再跟薇拉他们一起，而是选择了独自离开。
现在的进度已经比陆晨预想中要好，而且薇拉现在也才16岁而已，自己太过于热情他，反而担心把薇拉给吓跑。追女孩不是靠追的，而是靠吸引的。这招对其他人管不管用，陆晨不知道，但对薇拉来说应该合适。因为薇拉和陆晨在一起之后，自己就亲口承认是被陆晨所吸引才愿意跟他在一起，不然的话，像他这种千金大小姐，追他的人可是远远超过了好几个班。一共680灵能币也太少了。正式走出埋骨地，意味着在没有特殊道具的情况下，陆晨无法再回到这个地方。不过在离开之前，陆晨已经把所有的成就任务清完，所有的秘境记录也都突破，这里已经无法给他带来多少收益。而且由于陆晨在完成突破任务之后又杀了一波怪物，他是属于10级满经验，在离开埋骨地后，陆晨的等级直接就突破到了11级。姓名陆晨，探索者编号29838227AZ，职业牧师，等级 LV11 0700，生命值330330，魔法值14501450，基础攻击18，基础防御16，法术强度1587，力量36，敏捷32，耐力33，智力145，精神139，天赋圣光之心 LV1 SSS， 技能圣光分解 SSS， 圣光转化 SSS， 圣光研爆 D， 圣光之盾 E， 圣洁之火 F， 圣光术 F。 装备永恒对戒左戒，特殊护卫法杖 D， 法师文章上衣 E， 白骨指环 E。 灵能币680。 11级的陆晨属性已经和最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由于有了无限叠加法强的被动，仅仅1天的时间，他的法强就已经来到了恐怖的晚1587，而且还在不停的增长当中。680灵能币不算多，但勉强也足够用了。陆晨打算明天让父亲先帮自己去收集一些1级的材料和技能书，这样既可以防止父亲去冒险，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升级。从埋骨地出来的时候是凌晨4点，周围的天色一片漆黑，只有部分店铺还有灯光。看着夜晚的星空，陆晨突然有点感慨，此时的人类文明虽然混乱，但都还是一片和谐的。等到大家进入星际之后，才会明白母星的夜空是多么的可贵。在遂宁市周边，埋骨地的是第一个秘境，适合等级是1到10级，而第二个秘境就距离会远很多，足足是在遂宁市北边的靠山脉旁，名字叫真理之森，怪物等级10到20级。真理之森的主要特点是杂，里面的怪物种类至少是埋骨地里的10倍之多，不少怪物还拥有特殊技能，以至于伤亡率直接就提高了一大截。当然与之相对的风险也会带来收益，真理之森已经开始产出一些材料和草药，甚至矿石，一些副职业更多会聚集在那边，以至于那边的商业氛围甚至比埋骨地还要发达。稍作整理之后，陆晨在附近打了一个车前往真理之森所在区域，这里有专门的工会做这种生意，在埋骨地和真理之森直接往返接送。虽然说现在是凌晨，但是陆晨在出的价格足够的高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很愿意提供这个服务。花了40多分钟，接近凌晨5点的时候，陆晨抵达了真理之森附近。经过10年的发展，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镇，还有商业区。由于资源更多，这边赖以生存的职业者并不比在埋骨地那边少。远处的山谷里有一个大型的紫色位面之门，和埋骨地一样，通过这个位面之门后，就可以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丁，您进入了真理之森。死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总好过于碌碌无为度过余生。真理之森。蓝星上此时正是夜晚，但是在进入真理之森后，周围的环境瞬间就变成了光亮。真理之森在遂宁市其实是比较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因为当初第一波异世界怪物攻击过来的时候，大量的怪物攻击城市，导致很多外逃到了北边山区。由于那个时候城市还没收复，野外的怪物也不少，所以其实大家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开荒的秘境反而是10级的真理之森。直到后面城市收复，大家发现埋骨地的怪物等级更低，才让埋骨地变成了新的新手区。还是先刷秘境升级，最后再去刷生命之源。陆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规划，根据统计，真理之森的面积要比埋骨地大3倍左右，最核心的秘境是森林深处的一棵世界树。和埋骨地一样，真理之森也有着它的背景传说，那就是这里最开始聚集着一群寻求魔法力量的精灵，试图通过魔法力量获得永生。陆晨不知道这个传说里这些精灵完成了目标没有，反正核心世界树的树干上有最后的秘境，那个秘境里就是有精灵和精灵魔法。从这个角度看，那群精灵好像真的完成了永生，只不过是在副本里。整个真理之森对陆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除了升级之外，就是最后这个秘境里的精灵王可以有几率爆出 C 级材料生命之源。这个爆率很低，但确实是有人爆出来过，
可以用来修复身体和提高生命上限，有着非常奇特的效果。前世自己的父亲的腿断了之后，就是用了生命之源进行了恢复。今生虽然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如果能刷出生命之源来备用，也肯定是极好的。如果不在这个秘境里刷出来，遂宁市周边估计要等到5、60级进入深渊之后，才有可能在其他地方爆出来这个东西。第19章，吃软不吃硬。蓝星，遂宁市，早8点。自从昨天晚上陆晨出去之后，陆顺福整个晚上都没睡好。虽然说陆晨昨天给他讲了不少的东西，还专门给了他300灵能币去购买技能书之类，但陆顺福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发展的很奇怪。他能接受陆晨没有考上武校，受到一定的打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但却无法接受陆晨突然说自己认识了一群朋友，还莫名其妙的拿出了一堆资源。他不会是跟什么势力签了啥卖身契吧？陆顺福总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对劲，还是想找陆晨问问看。但没想到一直到早上陆晨都没有回家，仅仅只是在凌晨3、4点的时候看到了陆晨给自己的留言，再次叮嘱自己这几天一定不要去秘境里冒险。不过思来想去，陆顺福倒也没觉得陆晨的安排是坏事，毕竟自己最开始的想法是准备让陆晨成为一个法师或者游侠之类的远程输出，让陆晨有一个好的职业之后，以后发展的更顺利。但现在他自己已经转职成了一个牧师，陆顺福也没必要花这么大的风险再进去虚空位面了。今天跟老齐那边说下，看能不能后面就不去了吧。陆顺福之前跟星河接触是通过一个叫做老齐的职业者，这个人陆顺福以前的战友，以前关系还不错，这次他缺钱就是老齐给想的办法。他翻身起了床，还是前往了事先约好的出发地，毕竟他临时变卦，肯定还是要给老齐他们一些换人的时间。但没想到的是，当陆顺福抵达星河公会的出发地的时候，表明自己有退出的想法时，星河这边的负责人直接就有点很不耐烦，而且说已经签了保密协议，是不允许随便退出的。雪山这边发现的是一个西游领主 boss， 妈的，你现在退了，让其他人怎么弄？而且你如果把消息透露出去的话，怪被别人抢了怎么办？不准退，得找到稀有 boss 了再说，怎么一天天都有要退出的？现在他们这个小队的负责人并不是老齐，而是星河公会白雪山岭虚空位面这边的一个分管队长，名叫顾能。这个顾能的脾气有点不太好，说话的时候骂骂咧咧的。陆顺福也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大的反应。家里有点事情，暂时确实没办法去了。之前签的合同是7天，今天也刚好是第7天，还没有发现稀有领主的影子。大不了我前几天的工资不要了，你们再找个人吧。陆顺福到底也是当过兵的人，是属于吃软不吃硬的主。这个顾能年纪比他还小几岁，当初陆顺福在开拓者团队第一批开荒的时候也没见过这个人，现在跟着大公会混好了，没想到这么没有礼貌。两人一下子就僵持了下来，甚至有产生冲突的预兆，周围的一些队友连忙劝架。这个时候陆顺福的战友老齐出来做和事佬了。老陆，你这么搞确实让我们很为难啊。其实预计的是就这2、3天应该就有突破进展了，雪山那边的冰块不是都已经清理干净了吗？要不你再留2天，也算是帮我们的忙。你一个前排战士没了，相当于今天我们都要浪费1天。而且当时可是说好的，工资最后才结，如果提前走的话要付1半的违约金的，是我带你过来的。你现在走了，我不好跟上面的人交代。你家里有事的话，我们可以早点结束嘛，估计就这1、2天的事情了。老马叹气着说道。这几天的探查里，大家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所以整体的气氛还算和谐。本来大家都抱着这几天探查到秘境或者 BOSS 之后就拿钱走人，没想到陆顺福来了这么一出。终于在大家的软磨硬泡之下，陆顺福也有点松动了。虽然陆晨告诫他最近不要去冒险，但陆顺福还是觉得自己这个当爹的应该给自己儿子做点什么，就算是多点收益，给陆晨买装备和技能书也好。这次的任务确实危险度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如果真的可以早点结束的话，陆顺福觉得也还行。一番交流之下，陆顺福还是把陆晨给自己的留言抛在了脑后。他觉得陆晨是担心他遇到危险才不让他去，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哪里能没有危险呢？总不能因为怕死生活就不过了吧。陆晨自己都去虚空位面冒险了，他一个当爹的总不能连儿子都不如。如此这般，一些人还是浩浩荡荡的进入了雪山的队伍中。白雪山岭虚空之门是目前遂宁市区周边除了深渊之外发现的最大的一个深渊之门，进入等级是30到50级，而且范围非常的大，即使已经过去了10年，到现在大家也还没有探查到边界，属于一个开放式的秘境。虽然说主力的开拓者军团已经没有在这个秘境里开发，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白雪山岭中寻找机会，尤其是之前有一个小公会在雪山里发现了一个稀有精英，直接爆出了一个 S 级的道具，卖出了天价。所以在一些大公会里，除了深渊和其他高级秘境的队伍之外，中间部队还是有不少队伍留在白雪山岭的。像陆顺福他们
这次过去的就是一个冲锋开荒队伍，一直朝着雪山的无人地往西，看能不能探查更深处的隐秘。在陆顺福这个队伍出发之后，作为分管小队长的顾能来到了分管的副会长秦昊面前。虽然秦昊好像正在忙着一些新手秘境的事情，但是顾能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昊哥，雪山这边是不是情报有点问题了？我这边安排了3个队伍去找，都没有找到什么 BOSS 的踪迹，反而是精英怪物不少。给他们签的合约是7天，现在时间到了，他们就干了这点活，一点危险都没有，一个人5000灵能币都没有，会不会太多了点？顾能开口道。他们派出的几支队伍里说有危险吧，怪物也确实已经是30多到40级的精英，但由于推进速度较慢，还有在雪山里太没有安全感，已经有3、4个像陆顺福这样想要退出拿钱走人的了。谁说合同是7天了？后面写的是找到 BOSS 位置才行，有人要提前走的话，让付违约金就好了。这点事情还要我教你吗？秦昊因为买谷地的事情还在头疼怎么联系那个大佬，所以雪山这档子事情只能先放在一边。行，那我就按照这些人去申请后勤了。顾能试探性的开口问道。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秦昊才稍微抬起了头，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可以，按照队伍的人数去申请资源就行。如果你自己搞什么小动作的话，搞得干净点，别让人发现了。顾能从很早就跟着秦昊混了，所以秦昊也知道其中的一些猫腻。他们找的这些人很多都是没啥势力或者没啥背景的探索者。虽然说他们在星河公会里申请了补助，但如果说他们没有从雪山里走出来的话，这些钱可不一定会全部实额发出去。顾能这次一口气报了3个队伍，秦昊自然是知道里面一些小心思，只是叮嘱他不要做得太过分了些。接到消息的顾能也放下了一颗心，准备前往雪山的入口处进行指挥和收集情报。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才刚到雪山附近，就确实收到了他想要的信息。稀有 BOSS 被某个队伍发现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个新的秘境，没有被人探索过的那种。但坏消息是，这次去的3个队伍，有2个队伍因为稀有 BOSS 被触发引发了雪崩，现在在雪山里已经失联，甚至已经有传出了伤亡。第20章蝴蝶效应。在深渊时代的时候，前期提升等级并不算困难，比如说1到10级，1级所需要的升级经验是100，2级就是150，一直到20级左右才会慢慢增加到1000左右。但是从20级开始，难度和升级效率就会开始大幅度的增加。21级还需要1000的经验值升级，22级就提高到了1500，然后以此类推到40级的时候提高到10000的经验上限。基本每隔20级算是一个门槛，往后所需要的经验会越来越多。陆晨昨天晚上刷了几次秘境之后，在买谷地等级提升到了 LV11， 紧接着他过来了真理之森这边继续刷秘境。由于有了护盾和群刷类技能，他升级的效率不降反增，基本上一个秘境下来就可以提升1级或者半级，而通刷一次秘境也不过仅仅只需要5至10分钟而已，其中大幅度都还是拾取和整理道具所需要的时间。刷了4、5个小时后，陆晨直接就将等级刷到了20级的上限，需要完成下一个秘境才可以突破上限。LV20， 这升级效率可真快。陆晨遥想自己前世的时候，从一无所有开始提升到20级，足足花了1整年的时间，但现在自己居然只花了1天就完成了单刷，而且还爆出了数十件装备，这差距已然是天壤地别。这些装备和材料里比较差的陆晨直接进行了分解，转化成圣光点数，稍微好一点的他留在了背包里，准备后续让父亲去变卖一下，让收益更大化。在属性方面，一晚上的速刷怪物，陆晨的面板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姓名陆晨，探索者编号29838227AZ，职业牧师，等级 LV20 01000，生命值12001200，魔法值23302330，基础攻击46，基础防御42，法术强度2677，力量92，敏捷84，耐力120，智力233，精神234，天赋圣光之心 LV1SSS， 圣光点数176，技能圣光分解 SSS， 圣光转化 SSS， 圣光研爆 D， 圣光之盾 E， 圣洁之火 F， 圣光术 F， 装备永恒对戒左戒，特殊护卫法杖 D， 真理牧师上衣 D， 森林指环 E， 灵能币1780。从真理森林走出，陆晨已经慢慢找回了曾经法神的影子。2600多的法强叠加上1000%的圣光增幅，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甚至已经不弱于某些5、60级的牧师。通过了虚空位面之后，陆晨稍微感觉到了一些疲惫，但蓝星这边刚好是正午，恰好有微风吹过，感觉会十分的舒适。还是蓝星的空气好，陆晨感叹了些许。虽然像真理之森这样的异世界环境也十分不错，
但蓝星上的感觉和氛围都是其他世界远远相比不了的。他给父母都发了信息，说自己事情已经弄完了，准备回家。父母这边也都给自己留了言。母亲正常去上班去了，父亲则说是去跟队伍商量，准备退出冒险队之类。陆晨找了个回遂宁市区的车，还在车上打了盹休息了一会。到家之后，看到了母亲给自己留的饭菜，有一种久违的幸福感。但这种幸福感在陆晨再次打开成绩论坛的时候就消失了。成绩论坛上今天有2个头条新闻。第一个新闻是埋骨地里4大秘境的速通记录全部被打破，已经很多人开始寻找陆晨和星辰到底是谁。同时由于陆晨最后一个记录速通是跟薇拉他们一起的，直接就在整个成绩论坛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觉得这个天才般的人物可能也是某个高级职业者的儿子，跟遂宁市第一圣骑士有着很大的关联。因为牵扯到了程薇拉和程南，大家反而突然觉得合理了一些，觉得可能是因为背后有程南这种等级职业者的扶持，给了一些超模的道具，才让陆晨突破秘境记录。而看到这些消息的程南自己却还是在懵逼之中，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一下子搞出了一个这么大的新闻。第二个新闻是来自白雪山岭的，说是星河公会在白雪山岭发现了一个新的稀有 BOSS， 还发现了一个隐藏秘境，正在组织人手去进行速刷通关。据说这个秘境还是一个高级秘境，稀有 BOSS 也是从未见过的首领 BOSS。这个帖子有不少星河公会的人留言，大概就是多么牛之类，感谢星河给大家开荒了更多秘境出来。陆晨的笑容消失，就是因为这第二个新闻。因为他发现父亲早上给自己发消息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回音。他知道父亲的任务就是专门过去探查这些野外 BOSS 的，危险度极高，所以陆晨第一反应就是父亲还是没有听自己的劝阻，进入了白雪山岭虚空位面里。陆晨又刷了一些关于这个消息的帖子，还看到有人提到这次稀有 BOSS 是一只巨大的血元素首领，出现的时候引发了雪崩，有部分探索者被困。大部分人都在关注新 BOSS 和新秘境是什么东西，只有1-2个帖子在求助说帮忙去救下被困在雪山里的队伍。陆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眉头紧紧皱起。哎，还是躲不过去嘛。陆晨并没有怪自己父亲的意思，毕竟他现在确实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人微言轻。虽然说了不少东西，但换做父亲的角度去看的话，怕是只会觉得这是一个中二少年的臆想，不会说因为自己的几句话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不过这一次好像跟前世有点不太一样。陆晨看着论坛上的消息，若有所思。前世这个时候他还是躺在家里思考人生，所以也会上网查一些消息。但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前世并没有传出过什么关于稀有 BOSS 的新闻，父亲只是拿回了一个法师转职证明，其他的东西就一直没有多聊过。那个新出来的秘境陆晨倒是有所耳闻，但绝对不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第21章变化和计划。陆晨的手指在桌子上敲击着，一般事情比较麻烦的时候，他才会陷入这种专注的思考当中。重生回到现在差不多刚好是24个小时，有着圣光之心的加持，一切都要比想象中顺利很多，还和薇拉已经见了一面，早上收到了沈小麦和薇拉2人的好友申请。但父亲的失联给陆晨泼了一点冷水，他知道从现在开始，蝴蝶效应恐怕是真正的开始了。一只千里之外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2周后可能在世界的另外一端引起一场龙卷风。而陆晨的出现打破了遂宁市的太多因果，从遇见薇拉到劝父亲退出冒险队，都已经让这个世界开始往陆晨未知的方向偏移。前世自己的父亲因为进入雪山冒险队，以丢失了一条腿的代价活着回来了。那么这一世呢？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蝴蝶效应，导致父亲直接死在雪山里？这一点让陆晨感到了一些焦急。同时，陆晨这一世的升级效率是过快的，而且不是简单的过快，是那种成百倍的提升。这也就意味着，当自己抵达7、80级的时候，薇拉可能还仅仅只有20、30级而已。在这种情况下，陆晨担心自己会跟薇拉产生一种隔阂，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相处。前世2人算是日久生情，而这一世虽然开局不错，但陆晨信心却一下子没有昨天那么足了。还有自己打破了埋骨的记录的事情，现在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新闻。虽然说陆晨已经拿到了这些突破的奖励，但他也确实不知道这些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可以确定的是，陆晨改变的东西越多，未来的走向就会跟记忆中偏差越大。这种低沉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陆晨就调整了过来。走一步看一步吧，总归是要变的。陆晨的眼神逐渐变得清晰，前世他遇到的问题要比这个难的多了去了，甚至连冥王星的死亡都已经经历过，也没必要因为这点小问题就过度内耗。首先还是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这一点的目标不能变。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实力提升的越快，我在这个世界就有更多的把握。从整个人类的文明角度去看，深渊时代里人类损失的太多的东西，如果自己的出现能弥补这些损失的话，以后在深空万族时代的时候，人类文明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陆晨是属于星辰远征队的成员，所以他的小队名字才会起名为星辰，纪念那些为了人类文明火种奋战在一线的所有队友们。他能有一次重活的机会，迟早会再次走上人类文明的巅峰上去，甚至可能会成为掌舵人之一。父亲现在还是失联了，虽然说前世他能够活着回来，但不排除会出现更加恶化的情况。我得想办法先跟父亲联系上，或者安排人把父亲救出来。陆晨回想着父亲给自己的消息，父亲应该是从星河这边过去的，自己可以先跟星河那边的人询问下情况。而且现在已经有了薇拉的联系方式，或者可以从薇拉的父亲城南这边入手，让他帮忙查询关于自己父亲的信息。雪山的等级是 LV30 可以进入，陆晨现在的等级已经到了 LV20，虽然说20到30需要的经验并不少，但是凭借陆晨现在的刷怪速度，是有机会在2天内直接将等级提升上去。唯一不清楚的是父亲能不能撑过这2天的时间，但总之这种事情越快越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远远不如自己亲自去找来的实在。至于薇拉的话，虽然陆晨这辈子也很想跟她在一起，但也只能说先顺其自然，大不了等以后薇拉年纪大一点了，自己把所有的事情跟她坦白，自己肯定是不会嫌弃薇拉等级低的，到时候再看看薇拉是什么想法。反正现在薇拉才16岁而已，陆晨就算跟她在一起了，也不好意思做啥出格的事情，以一个朋友的角度去看薇拉成长，也并不是一个坏事。除了这些事情，陆晨也在迅速规划着自己实力提升的路线。手上的1000多灵能币已经足够购买一些材料和技能书，虽然说不能买一些高级技能，但像低级的法师技能或者盗贼的前行之类的东西还是可以买一买，然后用圣光转化成牧师技能的。他一边查询着消息，一边直接出了门，准备先去星河那边询问一下情况。同时陆晨也已经跟薇拉发去了消息，问他能不能联系上城南，帮忙查询雪山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遂宁市圣月集团这段时间，开拓者军团正常筹备反攻荣城，城南为了忙女儿的事情暂时离开了队伍，也把曾经圣月集团重构了一下。虽然说城南一直都很忙，但今天的情况显然有点特殊。随着陆晨打破了埋骨地里的各种记录，最后一个秘境还有着薇拉的名字，从早上开始就已经有人来恭喜城南，或者私底下找城南打听情报。薇拉现在的等级也已经突破了10级，原先计划是休息之后继续去真理之森的，但从虚空之门回来没有多久，父亲就找了过来。你是说那个陆晨是一个牧师，而且一个技能能打出上万的伤害？你跟他不认识，但是刚好进你们的队伍了，然后还带你们做了一个隐藏任务，拿到了一个特殊道具。刚开始听薇拉解释的时候，城南还觉得事情比较巧合和正常，但是越往后面听着，饶是城南是遂宁市第一圣骑士，也听得有些懵逼和疑惑。他可不知道巫妖王的王座下还有什么密室。总之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陆晨的人还不错。薇拉开口道，我跟小麦都已经加上他的联系方式了，具体不太清楚是哪里人，听口音不像是本地的。薇拉有着自己父亲一样的干练，也知道陆晨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牧师。那你问问他有没有兴趣来圣月集团这边，我看能不能跟他聊聊。听着女儿的描述，城南也对陆晨开始感兴趣起来，不仅仅是因为陆晨很强，而且也因为城南对自己的女儿很看重。城南这个人是不太相信巧合的，他担心是专门有人做了局，想要接近薇拉。好，薇拉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她相当于是父亲带大的，所以她还是很听父亲的话的。不过她正想着怎么样去跟陆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陆晨那边却是率先发来了消息。他直接把消息给了城南看，大概就是陆晨想让薇拉帮忙查一下雪山方面和星河方面的事情，说是他有朋友可能被困在了雪山。第22章等级限制勋章，这个没问题，雪山那边我去安排人查一下。整个遂宁市的势力城南都很熟，各个势力也基本都会卖他几分面子，查一些消息对城南来讲并不是什么大事。城南让薇拉答应了陆晨的要求，如果陆晨真的像薇拉所说的是一个10级就治疗量过万的牧师，那绝对是值得拉拢的存在。但没想到薇拉紧接着却又收到了陆晨的一条消息，他还问我这边能不能弄到等级限制勋章。薇拉做起了父亲和陆晨之间的传话筒。等级限制勋章，他要这个干嘛？城南愣了愣，这个勋章是深渊里的产物，作用是可以将探索者的等级和属性限制在某个等级上，一般常用于高级探索者想要进入低级虚空位面的时候使用。他其实就有些怀疑陆晨是不是使用了这种方式进入埋骨地，但如果使用等级限制勋章的话，属性也应该会被压制到10级才对，不可能一下子做到上万的伤害值。公司里倒是有，不过数量不多。城南开口道，他说他现在等级不够，需要用这个东西去一趟雪山，可以用市场价跟我们买。薇拉挥了挥通讯器，如实说道，他想10级直接进雪山。听到这句话，城南再次被陆晨的想法惊讶到了。
等级限制勋章大多数时候是高级探索者使用去完成一些特殊任务或者成就的，他几乎都没听说过低级探索者用这个玩意进入高级的世界。要知道，怪物的属性跟等级挂钩是十分严重的，30多级的怪物对付10级的探索者，怕是随便一个技能就可以秒杀。他确定要去？钱的事情就算了，如果他真的跟你说的一样有过万的质量，倒确实有机会在里面活下来，你的那个特殊戒指价值也要比勋章贵了。我给后勤打个电话，你等会可以帮他去取一个。你过去的时候让你磊叔跟着，注意保护好自己。程南并没有犹豫多久，还是决定答应陆晨的要求。这个时候，陆晨确实已经吸引起程南的好奇心了。一个10级的牧师能1天之内打通所有秘境的记录，现在又突然需要等级限制寻找进入更高等级的虚空世界，每一样都是出乎了程南的预料之外。程南还是第一次在遂宁市里见到这么奇怪的探索者。是的，陆晨在思考了很多种方式后，最后还是担心耽误救援父亲的时间，所以想到了这个法子。他现在的等级已经到了 LV20， 但属性绝对是超过普通30级的探索者的。只要他能进入白雪山岭，还是可以对怪物造成不小的伤害。在记起来等级限制勋章有这种跨等级的用法之后，他当即也就向程南这边发起了求助。反正都是自己以后的老丈人，陆晨也不跟他客气，联系好了薇拉，直接就前往了圣月集团的驻地。薇拉还说给陆晨把东西送过去，就通过永恒对戒感知到陆晨已经进入了500米的范围内。再次见到薇拉，陆晨对他抱有歉意了笑了笑，没想到仅仅只是第一次见面，他就在自己的未来老婆这里捞了这么多的东西。一个等级限制勋章并不便宜，市场价估计得上万灵能币了，但按照薇拉的说法，好像并没有找他收钱的念头。你已经20级了。陆晨跟薇拉进行了交易。交易的时候，陆晨并没有隐藏等级和职业，薇拉直接就被陆晨吓了一大跳。要知道，他记得才跟陆晨分开不到几个小时，陆晨明明都是10级的牧师，现在再次见到他就已经是20级。等级的事情以后再聊，如果有关于雪山的消息，辛苦可以同步一下给我，事情结束之后再送你点好东西。陆晨对着薇拉笑了笑，拿到了薇拉交易过来的等级勋章。因为这里是圣月集团的公司，陆晨看到薇拉的不远处有人跟着，扫了一眼之后，陆晨就发现了程南好像也在暗中观察。陆晨也不戳穿他，转身抓紧时间离开乘车前往白雪山岭。按照时间推算，星河那边已经有了动作，陆晨还需要找他们拿到前进的路线图，才可以更好的找到自己的父亲。白雪山岭是位于遂宁市南部大桥附近的一个虚空之门，这边的探索者数量要稍微少一些，但几乎都是整个城市的中坚力量。从遂宁市出发，在超能力全速前进的情况下，仅仅只花了20分钟，司机就把陆晨送到了指定的位置——星河工会的驻地。陆晨一下车之后，就开始寻找星河工会的驻地。这边的商业会稍微薄弱一些，主要还是以各大工会驻扎为主。星河工会算是遂宁市的一个大工会，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有驻地的。本来陆晨还以为会比较难找，但没想到刚刚抵达这里，就发现大桥下面的一个大仓库标注了星河工会的位置。陆晨搬出了程南的名头之后，有个领队把陆晨领到了靠边角的一个区域。一个穿着黑色马甲的男人正在不耐烦地翘着2郎腿，应付着旁边一些看起来楚楚可怜的几个老头和女人。顾队又是一个雪山探索队的家属，不过他自己说是城南那边过来的人。那个领队把陆晨带到了顾能面前，顾能扫视了一眼陆晨，眼神里产生了些许怀疑。什么事情？顾能开口问道。陆顺福是从你们这里出去的对吧？他们现在在哪？陆晨开口问道。顾能找了一下桌子上的名单，开口道：有这个人在雪山里，现在失踪被困住了。城南是你什么人？顾能觉得陆晨是在扯虎皮，但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是我叔叔，他应该很快会来问这个事情。我现在需要他们探索队具体的行动路线。陆晨开口道，也没想跟这个人纠缠。顾能没想到陆晨这么的不客气。行动路线没办法给你的，现在 BOSS 还在组织开荒呢。当时签的合同就是保密合同，如果有人员牺牲的话，会给一定的灵能币补助。顾能拒绝了陆晨。现在人员已经组织了起来，肯定不能从他这里把路线泄露出去。你的意思是，他们现在生死未卜，我想进去救人，但是你没办法把他们的路线给我。陆晨的语气中已经有了一些冷意，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但莫名让顾能感觉到背后有些发凉。顾能考虑一下，最终还是松了口，也不是完全不行吧。如果你要了行动路线，后续不管人能不能救回来，抚恤金就没有，你自己考虑下。主要是如果陆晨真是城南那边的人，他也不好因为这点事情起冲突。可以。陆晨点了点头，同意了顾能的话。星河的账可以以后再找他们算，现在第一要务还是搞清楚自己的父亲到底是在哪里才行。第23章3个圣光系技能。从顾能这里
拿到了路线图之后，陆晨才知道，所谓的路线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大方向而已。他们本身就是花钱找人进去帮忙探索，有一个大概的区域范围，现在人都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肯定也没有更加细节的东西。不过有了方向就是好事。而且从星河这边的情报来看，那2个队伍都只是被 BOSS 困住了， BOSS 现在属于非战斗状态中，被 BOSS 隔断在雪山的人应该还没有遇到特别的威胁。走出星河的驻地，陆晨开始为进入白雪山岭做准备。他手上现在大概有2000个灵能币，走到了附近一家道具商店，最终花费1500左右购买了3本技能书和一些高级蓝药。3本技能书分别是潜行、侦查术以及迅捷步伐。因为有了圣光转化这个 SSS 技能，陆晨已经可以把其他职业的技能书转化成为圣光属性学习，所以他现在的技能已经不限制在牧师的技能上。这3个技能，一个是潜行，一个是侦查，一个是加速，基本都是功能性的技能。低级探索者在面对高级怪物的时候，伤害会有不小的减免，所以即使陆晨有着很高的法强，在越级进入雪山的时候，还是要万分小心一些才行。这是哪个技能？陆晨是直接购买的1级技能书，分别转化都需要50个圣光点数，刚好陆晨之前已经积攒了170多点，所以在走出道具店之后，陆晨就直接把这3个技能都转化成了圣光类技能。丁，您的技能书潜行进行了一次圣光转化，已转化成了技能书神圣潜行 E， 可学习。丁，您的技能书侦查术进行了一次圣光转化，已转化成了技能书神圣感知 E， 可学习。丁，您的技能书迅捷步伐进行了一次圣光转化，已转化成了技能书圣光迅捷 E， 可学习。神圣潜行 E， 汇聚圣光能量，使你遁入光芒之中，在拥有光亮的区域会有更好的潜行效果。潜行期间移动速度减少 50%， 再进行一次攻击或者受到一次攻击后显露身形，消耗魔法值50点。神圣感知 E， 利用圣光的感知能力查询敌人的弱点和信息，施法距离40米，消耗魔法值100点，在等级差距超过5级时有一定几率被敌人感知。圣光迅捷 E， 利用圣光元素的力量充盈自己的身躯，使你的移动速度增加 20%， 持续时间20秒，冷却时间1分钟，消耗魔法值50点。3个技能经过转化之后，都已经变成了圣光属性，已经变得可以学习。从数据面板上看，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技能。不过陆晨已经在琢磨，这些东西会不会也有 1000% 的圣光加成。普通的伤害性技能是直接增加在伤害数值上的，那这些辅助性的技能会不会也有更强的效果？陆晨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测试。神圣潜行，陆晨第一个进行测试的是潜行技能，他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一下子空灵了起来，好像就是融入了阳光之中。明明还是正常的走路，但是已经听不到半点的声响。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陆晨都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技能，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加成，但这种前行并没有让他感觉到难受。神圣感知、侦查术之类的技能，陆晨在卡了一个视角之后，选择了远处一个看上去装备不错的探索者。目标信息：目的等级 LV36， 目标职业游侠，目标属性，目标核心技能冰霜剑 B， 应该是有一定的加成的，不然等级超过我16级，我应该探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才对。陆晨发现圣光感知的效果不错，超过16级的差距居然也能让陆晨侦查到他的等级和技能，而且好像那个人并没有感知到自己的侦查。他最后一个测试的技能是圣光迅捷，这个技能测试起来就明显的多。在数据上显示的是增加 20% 的移动速度，但是在使用过后，陆晨直接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盈了起来，至少有 100%甚至 200% 的增幅。陆晨直接就做出了判断，这个恐怖的移动速度加成好像就是经过了圣光加持的，直接让 20% 的移动速度加成变成了 200%， 甚至可以在前行状态下使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本来陆晨还担心自己低等级进入雪山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如果加上这3个技能，还有自己之前的圣光研爆，现在的陆晨要输出有输出，要治疗有治疗，还会前行，还会加速。别说是雪山地图了，就算进入深渊，陆晨都觉得自己有了一战之力。一切准备就绪后，陆晨站在虚空之门附近，使用了等级勋章。陆晨并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玩意，但却是第一次以低等级的身份去限制成为高等级的上限。他刚开始还担心这个法子到底能不能进入雪山世界里，不过在靠近虚空之门之后，他并没有弹出等级不符合的消息，直接整个世界开始变化，感受到了一些冷意。丁，您使用了等级限制勋章，您设置的等级限制为30级，持续时间24小时。丁，您进入了白雪山岭。万物皆灵，白雪山岭。白雪山岭是遂宁市目前已知最大的一个虚空位面，就目前发现的秘境数量就足足有11个，全部都是30到50级的秘境，
甚至还有一些现实出现的稀有秘境。时空转换之后，陆晨已经抵达了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是雪山的入口，也是一个大型的山谷。除了照例的成就石碑外，今天这里的人数要比往常更多一些。陆晨看到了不少身穿星河标志的人已经在整合队伍，似乎是往东边进发，同时还在招募一些雇佣兵。我的等级卡在20级，现在除了要找父亲之外，还需要沿途找一个拥有首领 BOSS 的秘境，先把等级突破掉。刚好在顾能给的路线图上会经过一个特殊秘境，这个秘境里有一个35级的 BOSS， 就是首领怪物。陆晨一边翻着地图，一边已经朝着路线进发。雪山这里的气候微微让陆晨感到了寒冷，在他释放了一个圣光盾之后，这些寒意就很快被驱除掉了。雪山的地图范围大，怪物也没有埋骨的那么密集。大概走出了3-4千米，绕了2个山峰之后，陆晨才看到了一只雪熊在山腰间游荡。第24章，我一个牧师会前行，很合理吧？神圣感知，目标信息：雪山巨熊，目标等级 LV31， 目标生命值2980，目标核心技能重击、咆哮。有了侦查术后，陆晨不用再看图鉴就能知道这些怪物的属性，而且圣光感知的能力好像比陆晨想象中更强一些。一般来讲，等级相差5级之后，侦查术就获取不到什么有用的技能了，而且还容易被怪物反探查到为止。但现在陆晨却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个巨熊的所有信息，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侦查术也得到了圣光的1000%加成。圣光前行，圣光迅捷。陆晨紧接着使用了前行和加速这2个技能。雪山里是日夜交替的，昼夜时间都要比蓝星上要长。现在这个时候正是白天，所以陆晨很轻易地遁入了光亮之中。减速和加速叠加之后，我行动速度依然是提升的。陆晨微微感到惊讶，前行是盗贼的技能，加速是游侠的技能，这2个技能叠加到一起之后，直接让陆晨可以在前行状态下加速移动。这要是被其他的盗贼高级职业者知道，怕是羡慕不来的神迹了。陆晨迅速地靠近了这只雪山巨熊，30米、20米、10米、5米，一直到靠近5米的地方，因为周围地面上出现一些脚印和雪的松动，雪山巨熊才感知到了周围有点不对劲，警觉起来。看来以后还得学一个浮空术。陆晨心里想着，前行术对环境的要求会有点高，如果能有法师的漂浮术，那他就可以做到完全的无声前行了。在确定了圣光前行也是得到了一定圣光加持后，陆晨直接开始读条，一直到陆晨的圣光研报读条完毕，陆晨的身形才显现出来。轰！阶段的圣光研报球击中了31级的巨熊，直接在他的身上出现了一个4位数的伤害值，8772。紧接着，巨熊便化作了一个绿色的战利品光团，以及一个残破灼烧的雄狮倒在原地。等级差距太大，导致伤害减免了有1半多。陆晨计算了一下伤害，他从家里出发到现在是一直保持着圣洁之火刷法强的，理论上同级别的怪物可以造成接近2万的伤害值，但是现在只有不到9000，也就是说等级的差距直接让陆晨少了1大半的伤害。陆晨拾取了一个白色的巨熊爪子，分解成了2个圣光点数，这个伤害值看起来目前还是够用的，比自己预料中甚至还会好些。唯一担心的是，如果遇到40级以上的怪物，这个伤害歼灭会不会只剩下1000多的伤害，无法再秒杀怪物。尽快赶路，尽快提升等级。陆晨现在的等级是 LV20， 他现在的突破任务是击杀一只20级以上的首领怪物。原本他打算是处理掉真理之森的伪王的，但父亲的事情比较紧急，他也只能先过来雪山这边再说。击杀怪物，陆晨再次前行，离开了原地。这个技能确实很好用，难怪那些盗贼都喜欢动不动消失。仔细想想的话，盗贼可以在阴影里消失，那牧师的话在圣光里前行也挺合理的。雪山东部荒原区，荒原区是雪山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因为最早的时候人们发现白绫岭雪山里的北面、西面、南面都有各种各样的怪物和秘境，而东部的话，除了一些荒原，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活物。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开荒，大家也逐渐发现荒原区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怪物，尤其是在荒原区和山地区接壤的敌人，甚至偶尔能感受到地面的震颤。这一次，星河公会的人就是接到消息，所有人在荒原区的山谷附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影子，绝对是一个首领级的怪物，而且甚至可能是世界级首领。因此，星河公会直接就开始着手对这个消息进行探查，也派出去过很多队伍。但出现在荒原区的怪物等级都不低，而且由于怪物稀少，收益很低，星河的主力队伍也早就超过了50级以上，30到50级之间的探索者自然不愿意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 BOSS 在这里浪费时间，所以才有了像陆顺福他们这样的雇佣兵。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雇佣兵和工会都是合作互惠的模式，但是这些年的发展，很多雇佣兵也是急缺钱才愿意参加这种有很大风险的任务。一方面是急缺钱，一方面是大工会
结果可想而知。只要中间有人想捞点钱，肯定是从雇佣兵这里的油水去扣，反正都是工会的开销，不捞一笔白不捞。不行，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我们现在要么继续往东走，要么等这个 boss 自己离开。继续往东走的话，怪物等级也不低，而且我们没有地图，不一定能绕过东区的这些山谷。在东部荒原的一角，有7、8人凑在了一起，满面愁容。队伍里有2个人已经受了伤，其他的状态也都不是很好。而现在这个队伍的队长就是陆顺福的好友老齐。老齐本来也以为今天的行动跟以往一样没什么大问题，但没想到在深入之后，直接不知道从哪里触发了雪崩。大雪崩过后，一个巨大的血元素怪物直接从地底冒了出来，周围的几个山峰全部都塌陷了下去。他们来的方向几乎全部都已经被堵死了，血元素怪物拦住了他们回去的路。有人提议绕过这个 boss， 但是往东走了很久，依然没有发现可以绕开的路，两边都已经是峭壁和高山。哎，我应该听你的，今天不应该出来的。老齐对着陆顺福开口道，早上的时候他还觉得没什么问题，非把陆顺福拉过来，没想到现在就遇到了这档子事情。事情已经这样了，还是先想办法跟工会那边联系上吧，希望会有人来救我们。陆顺福开口道，虽然他也很后悔没有听陆晨的话，但是现在他们3个小队还有消息的就这8个人了。陆顺福的跟老齐一个队伍的，他们队伍5个人里就剩下了他跟老齐，其余的3个人都已经被埋了在雪山底下，不知道在哪里。既然 boss 已经出现了，那肯定会有人来的。老齐开口道，但神色里却是有点愁容，因为放眼望去，这个怪物实在是太大了，比他们以往所见的所有怪物都要巨大，足足有半座山的大小。怪物的体型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实力。队伍里幸存的一个35级的游侠使用了侦察术，但却出现的全部都是问号。这也就意味着，这只怪物是一只至少40级以上的首领怪物，甚至可能还是首领级别以上更高的领主级怪物。第25章领主级 BOSS。 雪山的另一端，从探索队发现这个新的领主 BOSS 和新秘境开始，已经过去了4个多小时。星河工会的组织度还是不错的，已经聚集起了3个40人团出来，其中的大部分团队成员都是在40到50级，可以说是只差临门一脚就可以要踏入50级的深渊了。目前40到50级的这个团队里，核心团队是围绕周春秋和周继礼2兄弟建立起来的队伍，可以说在整个雪山地图里绝对是最顶级的团队之一。之前陆晨在埋骨地里突破的那些秘境的上一任保持者，就是由周春秋和周继礼的双人队伍组成。尤其是周春秋，他的父亲也是曾经的开拓者团队之一，只不过在一次深渊的开荒中去世了。那一次开荒爆出来了一本特殊职业贤者，最后流传到了周春秋的手上，直接让周春秋成为当年武校生力最强的天才。贤者职业可治疗可输出，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天赋和技能。至今为止，每一次秘境和 BOSS 的攻略，周春秋一边指挥团队，一边都可以保持最好的输出记录。周继礼是周春秋的双胞胎弟弟，当初他并没有拿到特殊职业，但是最后转职成了一名圣骑士。在强大的天赋和装备加持下，他在队伍里也是同时兼顾了副坦和输出职业，这也是为什么当初2兄弟可以在埋骨地速刷的原因。2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周继礼和周春秋都已经成长起来，带领着星河工会雪山区域的团队。虽然最开始还有一些老人不服气，但是几次秘境和团队合作掉下来，大家已经都公认了2兄弟是整个遂宁市顶级的新兴天才。哥，先遣队的3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了，后面还有1个备用团和2个后勤团还在路上。有人问大概还有多久动手，问咱们是先打 BOSS 还是先去拿下秘境。这一次行动，周春秋是一团的团长兼任总指挥，团队也是在他的安排下布局和休息。周继礼见团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就来询问哥哥后续的打算。先把前往秘境的通道上的怪物清掉，通关了秘境之后再打 BOSS。 这个 BOSS 距离秘境的位置很近，说不定秘境里有一些克制 BOSS 的材料出来。在远处的山脉中间，因为雪崩的缘故，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石门，石门上可以清晰的看见是一个特殊的秘境入口。而且除了秘境之外，周围还有很多奇怪的血元素，这种东西大概都是因为 BOSS 才出现的。周春秋释放的了一个类似于符文的技能，直接将远处5只血元素拉扯到了一起，然后猛然一下爆裂开来。其他的队员 AOE 技能顺势跟上，很轻松的就清理掉了5只怪物。去通知45级以上的小队长，等会抵达新秘境之后都先别进去，等人齐了再一起进，到时候谁能拿到秘境的首杀就各凭本事了。同时工会也会给一些奖励。 BOSS 只有1只，最后肯定是团队组合一起进行击杀，这里都是星河工会的人，基本不用担心被外人抢走。但是秘境的首杀就不一定了，3个40人的大团怎么都能凑10多个队伍出来，队伍内部也是有竞争的，肯定要在同一起跑线才公平。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动手的缘故。差不多了，通知好了就可以准备进入秘境了，注意不要引起领主 BOSS 的注意。周春秋在高处看着下方的领主怪物，
这只怪物的等级已经探查了出来，是45级的领主 BOSS， 比首领 BOSS 还要高一个级别。BOSS 的本体应该是一种类似于猛犸象的东西，但是全身已经被冰雪元素包围，体型有小山般的大小，甚至还有可能召唤出一些精英怪物协同攻击。可以说，这只怪物是整个雪山目前发现的最高等级的一只怪物。即使是星河公会新兴的顶级天才，周春秋也有一定的压力，担心到时候牺牲太多人，所以还是要等一切全部到齐之后再动手更稳妥。很快，在队伍成员的清理下，通往秘境的路途被清理了出来。是5人秘境，等级40到50级的秘境，难度估计不小。已经有人探查出了秘境的信息，然后一个个队伍都进入了秘境之中，准备抢夺首杀。周春秋这边自己也准备差不多了，他单独把自己的弟弟还有另外2个副团长拉进了队伍中。虽然对外宣称是谁拿到首杀记录会有一定的奖励，但是周春秋还是有这个信心去夺取头筹的。在整个星河公会忙忙碌碌的时候，陆晨也一路加速前行，进入了东部的荒原区。按照原先的计划，陆晨中途路过了一个35级左右的秘境，花了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击杀完了其中的首领 BOSS， 将自己的等级上限打开。那个秘境里的怪物等级在35级左右，以陆晨现在的输出刚好卡在了秒杀线上，有部分的怪物可以直接击杀，稍微血厚一点的就没办法进行击杀了。至于 BOSS 也差不多是如此，虽然对付起来没有压力，但因为等级和抗性的减免，陆晨已经没有办法做到像埋骨地一样轻松的清理。不过以20的牧师职业做的这种程度，陆晨已经还算满意了。按照他自己的估计，以现在的输出能力，他的实力水平大概在40级往上，再高级一点怪物可能就没有可能单刷。突破等级之后，陆晨没有久留，而是直接按照路线赶往了东部荒原区。在看到星河公会已经聚集起了上百人后，陆晨也算是松了一口气。既然他们来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会尽快对这个 BOSS 进行清理的。他们对 BOSS 动手的越早，自己父亲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这一次，当陆晨想要从星河公会询问关于自己父亲的消息时，却再次得到了否定。大部分的领队表示自己并不清楚雇佣的探索队的情况，队伍里的大团长们也都不在，已经进入了秘境去进行开荒。如果陆晨需要知道情况的话，可以等他们开荒完秘境之后再说。不仅如此，星河公会的人还已经封住了前往 BOSS 的道路，防止有人误触发唤醒了 BOSS。星恒成员的说法让陆晨不由得愈发烦躁起来。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因为他们才进入了雪山，最后出了事情，星河不仅不派人救，自己想进雪山的时候还再三阻拦。好不容易进来了雪山这里，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情报，居然还继续让自己在这里等着。因为情况紧急，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说因为父亲遇到危险的事情去找星河的麻烦。没想到自己只是想要一些信息，依然在被星河给摆了脸色。陆晨自认为脾气已经算是不错的，但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耽搁，他也已经来了脾气。好，这么完事吧，你们让我等我就等。陆晨懒得再跟这些人纠缠，如果好好配合自己救人，陆晨说不定还能勉强跟他们沟通。现在对方完全没有沟通的念头，陆晨自然也没必要跟他们客气。父亲在后面生死未卜，说不定已经被雪崩掩埋，早一点过去救援就早一份希望。按照之前的情报，自己的父亲和那些小队应该都是被困在了 BOSS 的后方无法出来。 BOSS 的体积是占满整个山谷的，那么近的距离，想要通过几乎100%会被 BOSS 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激活 BOSS， 趁他们战斗的时候偷偷溜过去。陆晨没有等的打算，直接就激活了自己的潜行技能，穿过了星河公会的阻拦区。靠近 BOSS 之后，陆晨已经观察到了这只雪山猛犸的体型，因为身经百战的缘故，陆晨也大概能猜出这是一个什么类似的物种。在调整好视野之后，陆晨直接就一发圣光岩爆术丢了过去，紧接着加速往后逃离。轰！2092，在巨大的等级差距下，陆晨原本接近2万的输出，仅仅只打出了2000多的伤害值，足足有90%多的抗性。但是这个伤害值已经足够唤醒 BOSS， 甚至直接在 BOSS 的身体上炸出了一个小小的坑洼。下一刻，整个山谷开始震颤起来。雪山领主 BOSS 被激活了。第26章，他的岩爆术好流畅啊！轰！这个 BOSS 的体型至少有100-200米高，随便的移动就足以造成周围环境的变动。当受到陆晨的攻击开始移动后，周围的地面都开始震颤。吼！紧接着，虽然陆晨开启了加速，但 BOSS 还是发现了陆晨的踪迹，直接一声刺耳的吼叫，周围的雪山又出现了小型的雪崩，巨大的几个雪球朝着陆晨的位置飞了过来。在加速状态下，陆晨很轻松地躲过这些攻击，同时反手给自己套上护盾，趁着空隙给 BOSS 又来了一发圣光岩爆。这次岩爆之后，陆晨已经确定吸引了 BOSS 的视线，便开始往营地的方向撤离。反正他的目的只是引出 BOSS 而已，然后通过这条道路而已。星河那边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头疼。
星河那边对自己的事情无所谓，对自己父亲的安危也无所谓，但面对这样的 BOSS， 估计也不由得他们在等消息了。在 BOSS 继续移动之后，负责观测的 BOSS 成员也瞬间发现了 BOSS 的异常，出事了 ！BOSS 被唤醒了，所有人准备防御，往后撤，去通知团长。团长不在，团长进秘境了。前排职业还有吗？前面职业帮忙顶上一下，还有后勤在队伍里呢。其实不用观测员的提醒，光是周围雪山的阵战就已经让大家知道出了事情。好在星河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进了秘境去冲首杀，还是安排了在外面应急的团队的。在其中一个团长的指挥下，大量人员开始往后撤，在秘境外面的战斗成员已经随时准备迎接 BOSS。但因为事出，突然整个场面是十分乱的，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 BOSS 会被唤醒。主力团队可都是已经进入秘境，这个时候接怪的话，损失绝对不小。怎么这个时候就开怪了？不清楚 ，BOSS 是突然起来的，好像是有人攻击了 BOSS。我刚才在雪山的位置看到了人影，但后面看不到了，可能是个盗贼。是东湖公会的那群人干的吗？我好像早上看到东湖公会有个队伍往这边过来了。对于 BOSS 被突然开启，整个队伍已经喧闹起来，而且星河公会做到这么大，肯定本身就是得罪了不少小公会的。但此时大家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BOSS 分明就是朝着营地的方向过来的。此时外面等级最高的是一个48级的战士，他举着半人高的盾牌椅，身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残影，开启了防御性技能，替团队抵挡来自 BOSS 的雪球攻击。边打边退，这种 BOSS 是不能硬抗的。领主级 BOSS 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随便的移动都可能压死一些职业者。所以面对这种怪物，最核心的还是进行拉扯攻击，慢慢磨死这种怪物。BOSS 的开启事发突然，但好在能升到30多级的职业者也都是生死之间闯过来的。随着治疗职业和输出职业的跟上，慢慢的也形成了战线。因为营地跟 BOSS 还有一定的距离，除了有几个倒霉蛋被 BOSS 攻击到受了重伤外，目前还没有出现人员的损伤。在更多的人加入战斗之后，怪物的仇恨也从陆晨这里丢失了。陆晨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解除了前行状态，也是迅速的观察着战局。星河公会来的人不少啊，陆晨是知道星河的主力团队已经进入了秘境的，但没想到仅仅凭借外面的这些人就把这个 BOSS 给扛了下来。尤其是哪个前排的高级战士，一身的装备绝对不差，在10来个治疗的加持下，一直都能保持着满血。但相对的，由于主力团队不在，星河公会的输出职业好像就缺了不少。陆晨只看到了10来个远程输出在进行攻击，近战职业也并没有多少靠前的。简单思考过后，陆晨也找到了合适的角度，独条圣光研爆。虽然说他的伤害有 90% 以上的减免，但是2000多的伤害值依然不低，甚至说比一些装备差的40级的职业还要更高一些。2030、1987、2091，圣光研爆需要5秒的时间读条。陆晨站在人群后面，一直持续的进行输出，偶尔有雪球之类的攻击汇聚过来，陆晨释放圣光盾和加速之后，也能很轻易的躲开。除了从身上出现的雪球之外，这个 BOSS 还召唤出了不少的精英血元素出来攻击。不过这个时候就体现出陆晨的优势之处了，他的圣光研爆是一个范围性的攻击，在扩散的状态下，一下子就能烧掉精英血元素3、4千的伤害。这些血元素并没有 BOSS 那么高的抗性，仅仅持续输出了3、4分钟，陆晨就再次被 BOSS 锁定。他对 BOSS 造成的伤害值过高，已经超过前排坦克所造成的威胁值。吼 ！BOSS 再次发出了剧烈的吼声，所有人都感觉地面不太稳，而且周围已经出现了冰霜，所有人都在持续的掉血中。星河团队的力的治疗开始加大抬血，这个时候又体现出陆晨的一个优势，他的圣光盾套在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减免效果的，直接就可以减少2万多的伤害值，所以周围的环境伤害基本上对陆晨造成不了什么效果。其他人已经在后撤躲避，但陆晨还是可以造成进行输出。唯一不方便的还是蓝号的问题，但这次过来陆晨是备足了蓝药的，除了前面的战士还在抵挡外，陆晨依然在进行圣光研爆的读条。那个人是谁？是法师吗？好像是研爆术，但怎么感觉不太对劲？他的研爆术好流畅啊，而且准星好高。战场上随着陆晨的持续输出，已经有人发现了陆晨的存在。在星河里的队伍是有不少法师的，单单是看着陆晨流畅的施法，这些法师就知道绝对是一个大佬了。因为法师职业并不是说读条就可以完全命中 BOSS 的，还需要跟弓箭一样考虑准星，还需要稳定的读条。但陆晨不管是移动还是命中度，实在是太流畅了一些，即使有10多个雪球攻击陆晨也可以轻松的加速躲过去，然后反击，犹如在刀尖上起舞。刷！或许是陆晨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力，后面一些牧师也尝试给陆晨丢了一些增益 buff 上去。虽然很多人不认识陆晨是谁，但下意识的就认为这种大佬应该是星河公会新加入的强力成员。第27章，他是法师还是牧师？
BOSS 血量 80% 了，这才5分钟。BOSS 的总血量在150万左右，不过好像会回血，记得上重伤技能。每 10% 的血量注意防护，不排除 BOSS 有其他新的技能。那个大佬是哪个团的？我感觉他的输出好高啊，怪物的仇恨不少都在他身上。星河公会的营地因为 BOSS 的到来已经进入了混战当中，但由于总指挥那几个队伍并不在现场，导致信息的传达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本来大家的想法是先往后撤，等主力团队从秘境里出来之后再说，但是陆晨施法还是带动了一些人同步攻击，仅仅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打下来这个领主级 BOSS 20%的血量值。虽然说这个 BOSS 好像还有什么技能在迅速的回血，但大家看到情况稳定，也逐渐都增大了输出。毕竟在团队面板里是有着伤害统计的，如果能干掉这个 BOSS 的话，伤害造成的越多，到时候分配到的利益也就越多。在战场的前面，莫名成为主坦克的彭奥夫也是有些震惊。他并不是这次行动的主力坦克，而是为了培养新人从主力队伍中退下来的老人。他原先也是赶鸭子上架，准备扛住第一波攻势之后迅速撤离，但没想到后面这群人居然越打越上瘾。这是哪个大牧师的圣光盾，效果好强。其实彭奥夫在刚接怪的时候还有不少的血线压力，但是随着战斗的进行，他发现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覆盖上一个强力的圣光盾效果。普通的圣光之盾大概能承受2000点伤害值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身上的圣光之盾效果非常离谱，足足抵挡了上万的伤害值都还没有被打破。真就继续打吗？彭奥夫自己也有点拿不准了。后面跟随陆晨攻击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在干。领主 BOSS 倒是又多出了一些新的技能，但彭奥夫明显能够感觉到攻击的人里有一个非常强力的 AOE 效果，而且是一直保持着持续性输出的。彭哥，怎么说？退吗？旁边的副坦问向了彭奥夫，他同样也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上时不时会多一个圣光盾的效果。他的等级和装备会偏低一点，但只要血量稍微有些危险，就会突然一下加一口大奶上来，直接可以加足足15600的血量。他现在的总血量上限也就8000多点，一口居然可以直接帮他抬满。先扛着吧，现在也不好退。彭奥夫觉得今天的战斗有点奇怪，但现在大家都在攻击，也不方便再撤离了。其他人见彭奥夫都展开了更宽的防御范围，也就更加安心的输出起来。大家诡异的跟没有指挥似的进行攻击，视线则是盯着在最前线规避伤害的那个陌生的法师。只要陆晨还没有事，理论上其他人也都是安全的。如果 BOSS 真的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基本都准备等在陆晨撤退之后再撤离。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陆晨这边依然保持着高频率的输出，在其他人眼里，这种精密的输出已经惊为天人，但在陆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法神的基本功而已。唯一有点难受的是，很多高阶的技能陆晨都还没有，而是变成了其他一些牧师类的技能，不然的话，陆晨还可以做得更好。又换阶段了吗？陆晨这边发现这个 BOSS 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攻击到一定程度后，他身上堆积着的血已经融化了很多， BOSS 也开始有了范围性的移动，攻击频率也增加了不少。虽然说由于等级相差过大，陆晨的侦查术没办法探查到这个 BOSS 的血条，但他还是敏锐地感知到了自己的输出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而另一端，有着数据支撑的星河团队则是眼睁睁地看着领主 BOSS 的血条降低到了 60%。 这个时候，怪物的范围性伤害技能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开始考验治疗和坦克的压力。不仅如此，终于在怪物的血量低于 50% 之后，压力又突然一下子陡增了起来。因为随着地面的震颤，怪物身上厚实的雪山居然开始脱落，一个巨大的黑色猛犸象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虽然说体型比刚才的小山少了足足有2/3，但是30-40米高的猛犸象看上去也非常的骇人，甚至还有着一定的击飞效果。副坦克直接被击飞了好远，还有一个尝试上去攻击的近战，直接被这只领主怪物波及到，牧师来不及加血就生命值清零。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一个领主级的 BOSS， 露出了他真实的獠牙。轰轰！随着压力的陡增，那群上前攻击的近战再次往后退了退。主坦彭奥夫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但这个时候怪物的攻击频率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而且移动速度也非常恐怖，似乎是进入了狂暴状态当中。可以说他直接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没办法抽出时间拉开距离。猛犸象除了对坦克有一定的攻击外，现在他还会释放出大量的血刺，导致后方的输出能力也降低了一大截。所有的面色都开始有些焦急，在主力输出不在的情况下，他们想要对付这个 BOSS 还是太为难了些。输出线规避一下，躲过 BOSS 的狂暴期，不要贪输出，治疗有点跟不上了。保持着主坦克的血量，等后面的机会。那个大佬是哪个团队的？怎么不退？他还在战斗。然而
就在大部分人产生了退役的时候，陆晨却依然在保持着输出，甚至还抽空继续给主坦上着护盾和治疗。他的血量好像没啥变化，他身上的盾好厚，他真是法师吗？怎么感觉总有点不对劲？不用感觉，是肯定不对劲。我看到了，他刚才抽空给自己套了一个圣光盾。我刚才试着丢了一个探查术，全部都是问号。他身上应该有防探查的技能或者装备，或者是稀有职业。已经有人发现了陆晨的异常，但陆晨还在继续攻击。之前战斗过程中有不少人给他加了状态 buff， 所以他现在的持续战斗能力相当持久，在别人眼里觉得压力陡增的难度，此时在陆晨眼里却没有太大的感觉。低级领主 boss 也太简单了。是的，陆晨现在在输出的同时，并没有觉得狂暴之后的 boss 有多强，甚至觉得有点简单。前世他遇到的那些深渊怪物，甚至是虚空怪物，哪一个不是毁天灭地的存在？没想到深渊时代的怪物居然这么简单，只需要简单的抗住输出就行。就算是加大一些输出效率，但依然改变不了这个 boss 是站桩输出的事实。陆晨原本的想法只是想引出这个 boss 之后，然后前行进去救出自己的父亲。但现在如果这个 boss 只是一个站桩级别，那他完全可以一直陪着那个主 T 把 boss 耗死在这里。第28章击杀领主 boss 输出第一。在 boss 低于 50% 血量进入狂暴之后，很多职业者都觉得压力陡增，暂缓了输出，甚至因为主力队伍不在，有些人还做好了撤离的想法。但没想到主 T 居然硬生生的扛了下来，而且血量还十分的稳健。除了一些范围伤害会比较考验群体治疗量外，大家也发现这个 boss 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接近2万1个盾，可不就是稳健吗？作为主 T 的彭奥夫这个时候也终于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平稳的打到现在，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他身上时不时出现的巨额护盾还有治疗量。可以说有了这个东西的存在，他完全可以主动的去迎接大部分的伤害，即使是在正式的团队战斗中，他都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此时距离陆晨开怪已经过去了20多分钟， BOSS 的血量已经降低到了 30% 左右。虽然说星河团队的主力大部分都进入了秘境，但并不代表留在外面的人没有战斗力，毕竟人数和等级都摆在这里了，就算是基础伤害值堆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30% 之后 BOSS 多了一些回血的技能，还多了一些召唤怪物的技能，但很快又被大家慢慢给压制了回去。 25%、20%、15%， 血量愈发的降低之后， BOSS 终于是进入了疲软期，开始进入伤残和斩杀状态。随着最后一发研爆术打出，在一声清脆的响声之后，这个领主级 BOSS 终于支撑不住，轰然倒地。一直倒地的时候，星河公会的人都还有点愣愣的，没想到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还将 BOSS 给杀掉了。然而在 BOSS 倒地之后，各个团队剩下的人开始统计战报，并且询问爆出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各个团队的团长却有点鸦雀无声。咋回事？领主 BOSS 没有掉战利品吗？是哪个团队的首杀？我这次打出了5万多的输出，那个大佬是哪个队伍里的人啊？我觉得他估计都是 MVP 了。各个团队众说纷纭，一直过了好几分钟，大家才终于意识到出了问题。那个大佬好像不见了，他直接消失在原地了。什么意思啊？大佬不是你们一团的吗？不是啊，我以为是你们2团的人呢。什么意思啊？我看他跟你们一团站在一起，不会说这个大佬不是我们团队的人吗？那为啥大家一起在打？整个队伍都有点懵逼，就连退下来的主 T 彭奥夫也是愣住了。他还说专门下来想感谢一下陆晨，认识一下这个有特殊护盾的大佬，没想到直接就没有找到陆晨的人影子。这下子整个团队都炸锅了，因为大家都能猜到陆晨的输出大概率是所有队伍中最强的，因为大家在躲避的时候就他一个在进行输出，也就是说很可能陆晨的那个小队拿走了最终 BOSS 的战利品归属权。如果说这个大佬并不是星河公会的人，那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仅今天白来一趟，而且还给别人做了嫁衣。丁，您击杀了世界领主 BOSS 雪山之王，获得了4928点经验值。在陆晨看到数据面板所显示的信息时，第一时间就直接选择了圣光前行。他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拿到首杀的想法，但没想到最后进行综合评价之后，数据面板还是把击杀算在了自己这里。这些团队是得有多辣？陆晨一阵无言。在整个深渊时代，包括在未来的深空时代，怪物战利品的归属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方式。如果只是一个队伍的话，自然按照队伍的设定选择，但如果是不同团队共同击杀 BOSS， 数据面板则会根据开怪、输出、击杀等多种行为进行一次统计，每达成一项就会多一些隐藏分数。一般来讲，开怪和击杀所占用的隐藏分数其实并不多，核心还是看伤害的数值。现在 BOSS 的归属权到了陆晨身上，也就意味着陆晨一个人的团队输出和其他团队里都是最高的，所以 BOSS 才会归属成他的战利品。数据面板可以组成5人小队、10人小队、40人团队这种。
也就是说，陆晨在这个 BOSS 的输出上，竟然比其他40人团队加起来还要多。即使这群人的主力输出不在，陆晨也觉得是一个很离谱的事情。不过，在感受到前方雪山之王掉落的2个紫色战利品光球后，陆晨也是果断地选择了前行离开。这件事情上是星河公会有问题在先，而且陆晨还真没觉得自己是抢了怪。这个 BOSS 是自己的父亲拼了命才发现的 ，BOSS 是自己首次进行的攻击，输出也是自己打的最多。星河公会到目前为止可还没有给1分钱，连进来的时候抚恤金都想黑掉。对于拿走这个 BOSS 的战利品，陆晨是没有一点心理压力，最多这次给前排那2个出了力的坦克分点东西。至于整个星河公会来讲，陆晨是没有丁点的好印象。丁，您获得了雪山之冠 B。丁，您获得了雪山壁垒 B。丁，您获得了雪女冰封之弓 B。丁，您获得了雪山之王的心脏 B。丁，您获得了寒冰碎片 C。丁，您获得了永恒之血 D。丁，您获得了尘世尘 D。丁，您获得了冰元素碎片 E。丁，您获得了2387灵能 B。随着2个紫色战利品光团的拾取，陆晨直接得到了7、8几件装备和10来份材料。陆晨还是分解了一些低级的物品，才勉强把所有的东西都拾取到自己的身上。其中40级左右 B 级的装备就足足爆了3件出来，其他的装备也都是40级左右的 C 级和 D 级道具，爆出来的材料的质量也不差。虽然陆晨已经忘记了一个正常40多级领主级 BOSS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爆率水平，但很显然，就目前拿到手的东西，绝对可以让陆晨发一大笔横财。第29章，圣光之星 LV2 冷却缩减 50%。B 级装备在现在这个阶段可遇不可求，可以先留着，但是其他 C 级装备和材料对我来讲意义不大，可以分解成圣光点数试试。我现在核心还是要把法强叠加上去，除此之外，要留意一些特殊技能和减少冷却的技能和装备。在解决了 BOSS 之后，陆晨直接前行离开了战斗区域，往更深处的山谷走去。按照父亲他们的前进路线图，如果现在还没有遇险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山谷的尽头区域。一边走着，陆晨也在思考着自己后续的提升路线。他现在主要缺的其实并不是经验值，而是以一些可以转化成圣光点数的材料和装备。因为他有一个被动是可以圣光效果增加 1000%， 只要可以转化成圣光系的技能，那对陆晨来说就是足足10倍的大提升。但由于埋骨地里的装备和材料都太低级了，导致分解出来的圣光点数很少，以至于陆晨长期都保持着缺少圣光点数的状态。他在埋骨地里拿到手的可以召唤亡灵骷髅的道具，需要200个圣光点数才能转化，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完成。现在这个 BOSS 爆出来的东西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丁，您对材料寒冰碎片 C 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取了57点圣光点数。丁，您对材料永恒之血 D 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取了25点圣光点数。丁，您对装备黑曜石之剑 C 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取了124点圣光点数。丁，您对您获得了冰元素碎片12 E 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得了48点圣光点数。在确定好了分解的优先级后，陆晨直接将获得的 B 级以下的材料和装备进行了分解。由于这些装备都是40级左右的装备，品阶也不低，所以这一波分解下来，陆晨的圣光点数直接飙升到了800多。其中等级品阶越高的东西，分解出来的圣光点数就越强，装备的分解效率比材料要高。其中一个41级的 C 级黑曜石之剑，直接让陆晨分解到了124点圣光点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800多了，那还不如直接升到1000试试。这些东西比陆晨预想中的分解物资要多不少。陆晨想了想，对其中2个不怎么重要的 B 级材料也进行了分解。丁，您对装备雪女冰封之弓 B 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取了287点圣光点数。丁，您对装备雪山之王的心脏 B 进行了圣光分解，获取了252点圣光点数。B 级的装备和道具分解所获得的圣光点数再次翻了1个倍，直接让陆晨身上的圣光点数来到了1400加。因为圣光之星现在的等级还是 LV1， 也是需要依靠圣光点数来进行升级的。由于这次得到的圣光点数远超预计，那也就意味着陆晨可以用身上的东西对圣光之星进行升级。圣光之星是陆晨现在大部分实力的来源，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去想，肯定是要优先升级这些东西才好。丁，您使用1000圣光点数，对您的圣光之星进行了一次进阶提升。您的圣光之星已经提升到了 LV2， 您的力量加100，敏捷加100，耐力加100，智力加100，精神加100。您的圣光之星获得了一些新的词条提升。在用圣光点数对圣光之星进行提升之后，陆晨瞬间就感觉到了身体里多出了很明显的暖意。原本他从埋骨的开始就一整天没有休息，现在到雪山也是经历了高强度的战斗，有些疲惫了。但是在这股暖意之后，
陆晨惊讶地发现自己疲惫感都被扫清一空。全属性加100，挺不错的呀。看着面板上的数据显示，陆晨面色一喜。虽然随着他等级的提升，属性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多的，但是100点全属性对于20级的牧师来讲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之前主要的属性是智力和精神属性，耐力之类的都有点偏低，导致在面对 BOSS 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失误。但是现在100点全属性里，耐力属性增加了100，也就相当于陆晨多了1000的血量上限，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容错率的。不仅如此，再次看向圣光之星的时候，上面的显示也多了更多的变化。圣光之星 LV2010000 特效1，你的每次施法永久提升1点法术强度。特效2，你的圣光法术获得1000加成。特效3，你的所有圣光法术可以对敌方作用。特效4，你所造成的圣光系法术的读条时间和冷却时间缩减50%。全属性的增加已经让陆晨挺满意这1000圣光点数的花费了。但是当看到圣光之星新的词条出现的时候，陆晨还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多少？50%？虽然陆晨知道圣光之星的每一个词条都挺变态的，但这个50%的冷却缩减还是把他给吓到了。在职业者的技能栏里，有一些是瞬发技能，有一些是读条技能，有一些是冷却技能。瞬发就是类似于圣洁之火，只要你有蓝量就可以直接释放，所有技能公共冷却时间是1秒左右。读条技能就类似于圣光束，也是只要有蓝量就可以释放，但需要进行2秒钟的读条。冷却技能就相当于是陆晨之前获得的加速技能，每分钟可以使用1次，持续时间20秒。现在如果按照第4个特效的说法，圣光系法术的读条时间和冷却时间缩减50%，那也就意味着陆晨后续每一个圣光束只需要1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读条出来，5秒钟的圣光研爆只需要2.5秒就可以释放。加速类技能的话，每分钟使用1次可以变成半分钟使用1次，持续时间20秒。如果以后叠加上其他的一些冷却效果，直接意味着陆晨可以一直保持着移动速度的加成。陆晨太理解冷却缩减对法系职业带来的帮助了。在前世，即使他是法神，这个词条最多也就堆积到60%的冷却缩减就堆不动了。但是现在他才20级的牧师就已经有被动的50%的冷却缩减，岂不是意味着以后他的装备和其他状态提升上来之后，他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冷却缩减堆积到满值？据传说，满值的冷却缩减是80%，部分职业在部分状态下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有了这个恐怖的被动，陆晨觉得自己或许在40-50级的时候就可以达成到这个状态的常驻中。到时候1秒不到一个圣光研爆，简直就是移动的站桩炮台。再加上无限的法术强度叠加，在遇到这类领主 BOSS 的时候，陆晨觉得自己怕是几分钟就可以解决战斗。陆晨这边研究着自己的技能和天赋。随着 BOSS 的倒地，被困在后山的陆顺福一行人也终于是敢探出头来观察情况。现在探索团里活下来的人还剩下8个，在星河营地这边激活 BOSS 之后，他们很自觉的就躲了起来，没有参加到战斗中。但原本以为开荒这个 BOSS 会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这才1个小时就已经解决了。看来星河工会还是效率挺高的，居然这么早就对 BOSS 动手了。这次他们击杀 BOSS 的效率很高，说不定可以多分我们不少的奖励。现在的队长是陆顺福的战友老齐，原本他还觉得这次可能过不去这关了，没想到星河工会的进度比想象中顺利这么多。可是还是死了几个人兄弟。陆顺福虽然也有点劫后余生，但想起队伍里牺牲的那几个人，心里还是有点不是滋味。毕竟如果今天听了自己儿子的话，说不定大家就不会进来这里了。5000灵能币看上去多，但想要买一个30多级的探索者的命是绝对不值的。进入这种世界肯定是要做好准备的，别太难过了。你儿子不是刚成为职业者吗？刚好可以用这笔钱帮他提升一下装备。老齐拍了拍陆顺福的肩膀，他是觉得能活下去就好，只要抚恤金能给到位，把钱能给到这些牺牲的队友的家人，想来也算是完成了他们的心愿了。好像有人来了。队伍里其他人看到了前方雪地里出现了人影，开口欢呼道，以为是星河工会来救他们的人。老齐和陆顺福也顺着目光看去，只不过看着这个朝着他们靠近的人影，陆顺福总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第30章，我还给他上了好几个 buff 呢。咦，刚才不是有个人吗？怎么突然一下子消失了？我好像也是看见了有个人影。在 boss 到底之后，探索团的几个人已经在原地等待救援。老齐原本都打算迎接上去了，但那个人影却凭空一下消失在了人群当中。陆顺福也很是惊讶，揉了揉眼睛，他感觉刚才那个人影很像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又觉得有点不太可能。这个地方可是30级的世界，陆晨昨天才7级，怎么算都应该来不了这里。老齐带着人往 boss 的方向靠拢，既然有人过来了，那肯定路线大概率安全。但一直等到他们看到 boss 的尸体跟大部队汇合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再见过那个缥缈的影子，也只能觉得
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看错了之类。远处的山坡上，前行状态下的陆晨看着自己的父亲回归了营地，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他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打算直接把父亲接回去的，但是转念想到自己刚刚击杀了 BOSS， 说不定星河公会里会有人因此不满，现在已经确定了父亲是安全的，陆晨也就放弃了出现的打算。他现在已经不是前世那个法神了，没有后续那么多人脉的支持。他自己一个人倒是不怕星河这种公会，但他担心有人拿自己的父亲做文章。现在趁星河公会里的人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的关系，还是避开这种明显的冲突为好。等到回到了蓝星世界，再去跟星河公会掰扯这次的事情也不迟。事情和陆晨其实预料的差不多。在 BOSS 倒地的10来分钟后，当大家意识到先前输出最猛的那个法神可能并不是星河公会自己人的时候，几乎每个团队的成员都炸开了锅。卧槽，不会吧，咱们这么多人，人家在眼皮子底下把咱们的 BOSS 给抢了？不是你们说他是一团的人吗？我还给他上了好几个 buff 呢。哎，这个怪开的就很奇怪啊，公会里的主力都不在就开怪了，团长到现在都还没出来呢。这次怕是要出大事，那个法师到底是哪里的人？而且怎么还会突然消失了？整个星河营地此时就是两种氛围，一种人是觉得怪物居然这样被抢了，实在是太可惜，觉得陆晨的胆子是真的大，居然敢在星河公会的眼皮子底下抢怪。第二种人则是觉得会出大事，毕竟按照时间推算，团长应该马上就从秘境里要出来了。之前预计的是1个小时内通关这个秘境，拿下首杀后出来干 BOSS， 但没想到时间刚好错开，1个小时还不到就把这个领主 BOSS 给拿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像陆顺福他们这些幸存着的探索队反而没有人在意了，毕竟这种探索队是不算正式队伍的，只能勉强算雇佣兵。甚至因为星河队伍里的团长不在，都没有人去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反而因为老齐他们几人想讨报酬的问题，催赶他们去找后勤。陆晨直接就前行着护送自己的父亲离开雪山了。而当周家兄弟从秘境里拿下首杀出来的时候，看着倒地的 BOSS 也是有点懵逼。什么意思啊？我们刚进秘境之后就有人开了 BOSS， 而且你们在外面的人还帮着别人把 BOSS 给打了。周春秋的眉头紧皱，他想过无数种可能，在秘境里思考过无数种面对 BOSS 的办法，甚至秘境里确实有跟这个 BOSS 相关的怪物和技能，但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在自己出来之后，怪物会已经被别人给抢了。副团长呢？不是有安排人在外面看着吗？啥意思啊？卧槽！周记里显然没有周春秋那么好的涵养，直接就开骂了。虽然说他们进去了秘境，但是还是对外界有着安排的，这种事情的发生实在是有点离谱。我的问题主要当时 BOSS 来得太急了，我只能去接怪，我也没以为会打起来。彭奥夫此时也大概搞清楚的情况，主动站出来担起了责任，毕竟这个 BOSS 他确实是出力最多的一个，如果没有他在前面主替，那个奇怪的法师也没可能拿下这个怪物。但那个人确实很强，他的法术强度至少是上万了，而且还是特殊职业，不仅有高额的输出，还可以释放圣光之盾。彭奥夫开口道，替外面的副团长开口留情，毕竟当时的情况确实过于混乱，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在乱打。周春秋沉迷了下来，扫了一眼外面的众人，问出了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这么多团队一起攻击，还没有人家一个人的输出高。这句话一出，外面的团队立刻鸦雀无声，不敢说话了。虽然说怪物被抢了让人有点气愤，但是核心原因是因为输出不如别人，所以战利品才归属于其他人的。完全没有人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主力输出不在，有人委屈地辩解道，几个团队的主力输出都去冲秘境的首杀了，谁能想到会冒出这么一个人？而且大家都在躲技能的时候，那陆晨一个人顶着 BOSS 在输出，肯定输出会高一大截啊。伤亡情况如何？周春秋叹了口气，开口问道。他虽然也觉得有点离谱，但作为团长，他还是保持了冷静。伤亡情况还好，只有2个32级的倒霉鬼被 BOSS 蹭死了，其他时候大部队都在后面，大家没以为要真打，所以才伤害低。一群蠢货。旁边的周继礼冷哼了一声，他没有哥哥这么好的脾气。最近半年，他们雪山这边都没有拿出什么成绩出来，只有深渊那边传了不少捷报。周家两兄弟本来还说趁这个机会打出点名头，还专门派了人造势，没想到居然在这个时候被别人摘了桃子。而且在埋骨地那边，好像他们之前的记录也被别人打破了。这两个东西叠加到一起，怕是要被一些朋友私底下笑掉大牙。必须严查，我倒是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抢我星河的东西。周继礼瞥了一眼这些废物队长们，是真正的生气了。周家兄弟从出学校开始一直是万众瞩目的天才，还是有人第一次敢把主意打到他们兄弟俩的头上来。第31章，不是赖账，是要走流程。从雪山世界回归到蓝星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陆顺福第一时间给陆晨就发了消息报平安，而且还稍微有点心虚，毕竟儿子千叮万嘱咐让自己不要再进雪山，自己最后却还是没有听他的话。当时雪崩的时候，他真的是运气好，身边的石头没有松动，不然的话他也会和其他几个队员一起被深雪掩埋，肯定没法回来发这个消息了。今天陪战友一起进了趟雪山，没啥大问题，后面应该都不用去了。陆顺福给陆晨还有自己的老婆报了平安。今天最后的结果虽然离奇，但还算顺利，所以他并没有提到自己遇险的事情。一个是不想让儿子和老婆担心，二个是他这个做父亲的也还是要点脸面的。至于之前看到的和陆晨很相似的人影，陆顺福也只当是看错了，毕竟自己的儿子肯定不可能一天之内就升到30级去，说不定是只是当时直接脑子太急，一下子有了虚影之类。从雪山走出，探索队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陆顺福跟着老齐他们几个过来拿最后的报酬，也得把伤亡的情况给报上去，给其他兄弟领抚恤金。抚恤金这个词让陆顺福有点感叹，明明前一天还一起喝酒的兄弟，现在却是再也见不到。职业者们虽然有着高收益，但同时也伴随着高风险，这次如果能退下来，他也得告诉自己儿子以后一定要小心为上。但没想到的是，当陆顺福他们找到顾能这里来的时候，却被星河告知他们的报酬暂时可能拿不到了。你们看我也没办法，这次上面给的预支是拿下 BOSS 之后的费用。我知道你们这几天辛苦了，但是 BOSS 那边好像出了问题，肯定是没办法按照5000一个人给你们发了。不过你们具体的情况我肯定会上反映的，尤其是牺牲的那几个兄弟，我们星河肯定不会亏待他们。你们先回去等通知，我去联系顾队长，等有结果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当既然抵达雪山附近星河公会的驻地时，接待他们的并不是之前一直对接的顾能，而是星河公会的另外一个管理成员。这里已经聚集了一些探索队的家属，有一些看到亲人回来的放下了悬着的心，有些得到噩耗的老弱则是陷入了悲痛之中。但根据这个管理成员的说法，居然表示不管是探索的费用还是说牺牲者的补助，都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再看情况发放。这下子直接就让老齐跟着的几个人不乐意了。什么意思啊？我们的任务可只是找到 BOSS，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出来的，不能说不给钱吧？老齐，你是队长，这你得说话啊，我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来的，老秀还死掉了，他老婆和儿子以后可怎么办？可就指着这笔钱了。我操，你们星河公会不能这样啊！当初说好的5000，现在想赖账。几个九死一生从雪山里逃出来，虽然说多亏了星河公会的救援，但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做的。一个大公会不至于连他们这点钱都黑吧？不是赖账，是要等流程。负责接待的人安抚道，也不是就你们急啊，我也急，我得联系到顾队长再说。你们不是从雪山里面出来的吗？你们知不知道这次雪山的 BOSS 被别的公会给抢了？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其中谁泄露出去的路线？反正你们现在找我肯定是没钱的，等顾队回来了再说。他现在被喊回总部开会去了。双方争执了好久，最后还是老齐开口，才终于安抚下来了众人，说肯定会给大家讨一个说法。陆晨在远处观望着，眼睛眯起。他自己倒是对父亲的报酬不太所谓，但如果星河公会连这些牺牲的人的抚恤金都不出的话，也确实太过分了些。因为暂时还拿不到报酬，所以队伍里的人也只能暂时先回家再说。陆晨先自己父亲一步抵达了家里，不过他已经在思考着该怎么跟父亲解释这几天的事情，以及后续对父母的安排。这个星河公会显然是有点不太对劲的，已经有了后世那些吃人血馒头的公司的影子，自己抢了他们的 BOSS， 怕是星河公会还要找自己的麻烦。陆晨自己一个人肯定不怕，但却要注意父母的安危。关于星河公会的事情，陆晨虽然没有什么替天行道的想法，但如果他们来找自己的麻烦的话，陆晨觉得这种小公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陆晨前世法神的身份可不仅仅是击杀怪物获得的，而是从刀山血海里闯出来的。尤其是在后世深空时代，怪物从来都不是最可怕的东西，最可怕的东西永远都是人心。自己现在需要的是提升实力，用以应对将来整个人类文明可能遇到的威胁。如果有人敢阻止自己的脚步，陆晨绝对不会手软。遂宁市盛月集团，虽然说雪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传开，但是因为城南早上的时候帮陆晨询问了关于雪山的事情，所以星河 BOSS 被抢的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了他这里来。啊，你在开玩笑吗？星河公会的领主 BOSS 被一个人法师给抢走了，还是在上百人的团队里被抢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城南都有点不可置信，因为这件事情听起来太过于玄幻，就算是在深渊里也没听说过哪一个的输出能比一个团队还要高的。基本上可以确认是真的，但是星河公会暂时把消息压了下来，可能是觉得说出去不太好听。城南的手下开口回答，确认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查到是谁干的了吗？没有，只知道好像是一个特殊职业，会特殊的研报术，还会圣光盾之类，
法强很高，法强很高圣光盾。听到这个消息，城南的神色愣了愣，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一个男孩的影子。不会吧？城南抿了抿嘴，以他这个级别，今天他之所以会关心雪山这种低等级的虚空之门，就是因为陆晨过来找他接走了等级限制器。之前听薇拉的形容，他是知道陆晨利用了某种办法可以让自己的法强变得很高的。但如果说一个仅仅10来级的牧师借助等级限制器进入了高级世界里，然后还在上百人的团队中抢走了人家的战利品，这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听都有些天方夜谭，好吗？你看看薇拉在哪里？如果没有去真理之森的话，让他过来一趟。城南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如果真的是如手下所说，星河公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城南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找陆晨先确认一下。不管是陆晨自己做的，还是陆晨背后有什么人，城南都有一种直觉，觉得陆晨将来可能会跟自己的女儿有所关联。第32章风雨欲来。晚10点，星河公会总部。距离雪山事件已经过去了4、5个小时，之前聚集的队伍也已经全部回归了蓝星。本来预计应该是庆祝的环节，但此时星河公会却是召开了紧急的内部会议，每个人的面色都十分严肃。都5个小时了，还没有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都是一群吃干饭的吗？埋骨地那边的记录被别人打破，查不到人也就算了，现在人家当着自己家的面把 boss 抢，我特么说出去都觉得丢脸。你们知道外面论坛里怎么说我们吗？说平时星河公会看起来很牛逼，实际上中看不中用。之前会长就多次说过，没有能力的就换更有能力的新人上来，大家都是星河公会的老人。这句话可能说的不太客气，但实际上我觉得会长说的真对，如果再这样先去，咱们公会迟早会被拖垮的。会长带着远征部在深渊开荒，要是回来知道是现在这个情况，怕是要气死。这个内部会议的主持人是星河公会的副会长秦昊。星河公会主要分成2个大部，一个是远征部，一个是精英部。远征部是由工会会长同和带着50级以上的队伍，在深渊里进行开荒，或者配合开拓者团队进行城市的收复。精英部则主要是面对50级以下的新人，城市招募、秘境探索。副会长秦昊就是精英部的最高管理成员之一。此时的他在会议室大发雷霆，几乎骂了所有的人。星河公会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像秦昊这种是属于从星河公会建立就存在的老人，等级40多级，一路爬上来成了分管副会长。因为他常年待在城市里，导致等级偏低，也因此有很多人觉得秦昊德不配位。他本来就在担心下一届还能不能连任副会长，没想到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是我的问题，我当时指挥失误，不应该让队伍先去探索秘境的。周春秋开口回应的秦昊的指责，直接就站起来承担了责任。毕竟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突然了，大家都没预料过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件事情我会去查，会争取尽快给大家一个交代。周家兄弟的父亲是星河公会远征部的老人，此时开口担责也算是帮秦昊分担了一些压力。而且周春秋自己也很不爽猎物被抢，直接就立下了军令状，最多3天，我会查清楚那个人到底是谁。星河公会很久没有露出过自己的獠牙了，有不少人想在城市里搞小动作，我会把这些老鼠都抓出来。包括公会内部我也会查，出现这样的事情，不排除内部有人和外人串通，把关于秘境的消息泄露出去，不然对方时间不可能把握得这么准。周春秋开口道，扫视了一眼会议上的众人，周围参加会议的人面面相觑。顾能也是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之一，当他想到当时自己把 BOSS 路线给陆晨的时候，不由得背后露出了些许冷汗。虽然说陆晨只是一个毛头小子，大概率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当时顾能旁边是有人的，如果有人把这个消息报上去，他担心自己也要被追责。这个会议足足开了2个多小时才结束，不仅仅是讨论了关于 BOSS 被抢的问题，也讨论了很多星河公会目前面临的困境。秦昊最后开口总结道，最后明确一下2个事情，第一个，雪山这边一定要严查，不管是谁抢了 BOSS， 都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尤其是跟我们公会有冲突的那几个小公会，他们最近跳得很欢。第二个，埋骨地这边的新人天才要尽快打探是谁，据说是跟圣月那边有点关系，开拓者团队里没有姓陆的大佬，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新人，如果可以的话，允许付出一定代价把他从圣月那边给挖过来。遂宁市北部，川蜀重工。此时关于这2天沸沸扬扬的消息也都已经被收集到了这里来。川蜀重工在遂宁市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它的前身是一家重工企业，在意识来临之后，由于和官方距离比较近，也是现在的主要城市事务处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川蜀重工可能才是遂宁市的第1大工会。当然，这个名字可能对民众来讲比较陌生，大家更了解的是他旗下的一个队伍——开拓者军团。每个城市都有收复城市最核心的队伍，而这些人聚集在了一起，就是真正为了人类火种冲锋陷阵的那群人。
至少在川蜀地区，高级职业者们都会把进入开拓者军团当成一种荣耀。经过10年的发展，开拓者军团依然在为开荒深渊、收复城市做准备，而城市管理方面就是在川蜀重工这边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基本可以确定是一个高法强的法系职业，拥有高强度治疗技能。川蜀重工这边同样已经在收集关于陆晨的信息，他们不是像星河工会那样想找回面子，而是单纯的需要为城市安全负责。不只是圣月、星河和川蜀重工。此时，因为当时在现场的人数太多，遂宁市的其他一些势力很快也都得知了星河工会 BOSS 被抢的消息，知道遂宁市里怕是出了一个不得了的新晋探索者。有一些人是在看笑话，觉得星河工会这些年发展迅速，终于是遇到了对手。以往都是他们抢别人的怪，终于轮到了被抢。还有一些人则是闻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味，觉得这种天才的出现，可能是有外部的势力想要入驻遂宁。曾经的川南盆地是一个以荣城和山城2座城市浮散开来的多个小城市，在意识来临之后，大部分的城市都被摧毁了，人流越密集的区域受到的怪物攻击也就越大。现在10年过去，虽然荣城和山城还没有被收复，但一些小城市已经陆陆续续建立起来安全区。比如在川南盆地里，遂宁安全区就是一个发展还不错的安全区。除此之外，还有南边的宜宾安全区、西北方向的绵阳安全区、靠近山城的泸州安全区之类。可以预见的是，在最近几年，各个安全区都已经稳定。一旦荣城或者山城收复，这些安全区之间是有很大概率统一起来的。到时候哪些工会主导，哪些城市为主，都是要看名气和实力。陆晨对于遂宁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自然有人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外来的探索，专门过来遂宁这边造势之类。总之，各个势力众说纷纭，一下子让整个遂宁市都有点风雨欲来的感觉。而这一次，处于风波中心的陆晨也并没有闲着，他已经跟城南这边联系上了，准备先跟自己未来的老丈人见一面。陆晨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但并不代表他很头铁。圣月在未来就是陆晨和薇拉两人的后盾之一，老丈人作为遂宁市第一圣骑，关系可要比星河那边要硬得多得多。第33章，来自星河的挑战书。你的意思，真是你一个人把那个 BOSS 干掉了？然后你担心星河因为这个对你的父母动手，希望我出面帮你暂时保护下他们。圣月集团顶层办公室，偌大的房间里，城南从和陆晨见面之后就一直保持着惊讶当中。而当陆晨亲口提到雪山那边的事情，城南还是有点不可置信。没想到今天听到了那些传闻全部都是事实。差不多是这样。陆晨看着自己的老丈人开口道。城南现在穿着的是类似于中山装的大衣，坐在沙发的主位上打量着陆晨。陆晨也不客气，直接就坐了下来，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沟通着。城南，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帮你？你这次可是抢了星河工会的领主 BOSS， 不是小事。陆晨耸了耸肩，开口回答道。首先，我并不觉得这个 BOSS 是他们的，这个 BOSS 是我父亲进去发现的，而且野外 BOSS 本身就有伤害的判定，是他们的伤害不够而已。其次，我并不觉得这算帮助，我更认为是一种合作。我是一个特殊职业，而且治疗和输出都还行。圣月虽然才重新组建不久，但我认为这里是一个不错的团队。我现在的升级速度不慢，预计很快就可以进入深渊，到时候不管是开荒深渊还是收复荣城，我都可以出一份力，至少多一个治疗的话，可以减少减员。陆晨很真诚的开口。再次见到自己的这个老丈人，陆晨已经没有了前世那么卑微，甚至于说，那么长时间的法神生涯已经让陆晨的性格都变得冷了很多。所以他来见城南，更像是来讲前世的一个合作伙伴而已。只不过这个合作伙伴恰好是自己的老丈人。前世的时候，城南大概在整个川南平原收复后，就选择了转后勤和培养工会。但陆晨知道他是有着一份家国情怀在的。深渊时代已经有了10年，这10年里死了太多的探索者，现在能活下来，而且被开拓者团队认可的人，大部分都有着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这种理想主义情怀一直被传递到了后世。陆晨和薇拉所在的星辰远征郡就是其中之一的代表。也正因为如此，陆晨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和这个老丈人很相似。我对工会之间的纠缠没兴趣，如果他们来招惹我，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都清理掉。但我更希望我出手的对象是深渊里的怪物，而不是普通的探索者，所以需要你出手帮忙。陆晨开口道。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陆晨不畏惧星河，但也不想一些普通的职业者平白无故死在自己手上。果不其然，当陆晨说出这个理由之后，城南就沉默了下来，而且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陆晨。毕竟陆晨的面容实在是太年轻，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却给人一种老气横秋的感觉。不仅如此，城南看到了陆晨眼里的淡漠，他甚至真的有点相信，如果星河的人阻碍到陆晨的话，陆晨会直接在遂宁市里动手。这些年因为已经没有了外面怪物的威胁，
遂宁市内探索者闹事和战斗的情况已经屡见不鲜。虽然上方有川蜀重工压着，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但私底下的不稳定因素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行，我可以帮你去跟他们那边沟通下。程南开口道，如果陆晨真的像表现出来的实力那么强，将来在深渊里开荒绝对是一大助力。他不太愿意这么一个年轻人因此走上歧途。陆晨和程南的沟通还算顺利，虽然最开始见到陆晨的时候，程南还有点小看，觉得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能懂什么东西，但是一番交流下来，程南已经完全没有轻视的心思，他甚至在陆晨这里感受到了一些压迫感。程南其实还原本准备问问关于薇拉的问题，但聊到最后也没有问了，因为陆晨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已经足够引起程南的重视。说句不客气的话，陆晨的升级速度绝对是要远远快于自己的女儿的，即使陆晨背后还有其他的人，那也绝对是跟自己这一个级别存在。现在他已经联系上了自己，也不用再靠自己的女儿去搭线。初步聊完之后，陆晨去联系了自己的父母，表示盛月这边会从家属区空一个房间出来给他们，而程南这边也去联系星河的高层。本来程南以为，虽然这次事情闹得比较大，但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40多级的 BOSS， 星河工会应该会给自己一个面子。但没想到的是，在联系到那边之后，星河那边的态度却是非常的强硬，说是需要动手的那个法师把所有的战利品返还，而且还要在成绩论坛里置顶道歉才行。道歉？不可能！陆晨直接否定了这个提议。星河差点把自己的父亲害死，自己没有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他也没让程南为难，直接表示说这个是个人的行为，如果说星河有人不服，可以随便来找他麻烦。他至始至终都只需要保护好自己的父母的安全而已。至于星河这群人，陆晨还真没有放在眼里。这个夜晚过得十分的安静。等到第二天的中午，程南这边才又收到了星河那边的消息，他们表示看在程南的面子上，不对陆晨下达追杀令。但是在雪山里带着团队的周春秋却对陆晨下了一封挑战书，进行一次正面的对决。这次陆晨趁他们主力团队不再拿下了 BOSS， 周春秋必须要向其他的势力证明不是星河工会不行，而是陆晨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到时候如果陆晨赢了，他可以代表团队进行既往不咎，但如果陆晨输了，他必须向星河工会道歉，而且把之前 BOSS 所得的所有战利品全部归还回来。可以，但要给我点时间。对于这个挑战书，陆晨觉得有点幼稚和好笑，但也还是接了下来。5天吧，5天之后可以，我现在等级还有点低。他知道周春秋好像是一个贤者职业，后世贤者职业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输出和辅助。对于其他人来讲，贤者职业可能还比较神秘和特殊，没有足够的数据。但是对于陆晨而言，这个职业输出性和辅助性都不强，自己只要提升到30级以上，再凑一身装备，随随便便吊打他完全没啥问题。第34章速刷等级，进入元素高塔。今天大新闻，内幕消息，星河雪山 BOSS 的罪魁祸首找到了，是遂宁市第一圣骑士城南那边的人。星河周春秋已经下了挑战书，具体还不清楚到底是谁抢的 BOSS。据说最开始星河内部是下了追杀令的，后来被巡查局的人找上了，改成了挑战书，而且有一定几率是死战。经过一整天的时间发酵，雪山的消息终于还是瞒不住，而星河这边也直接发表了声明，首先严厉谴责了策划这次行动的罪魁祸首，并且告知大众 BOSS 被抢的核心原因是至少30多位团队主力成员不在，才导致了领主 BOSS 被别人截胡。作为这种大型公会，荣誉和面子是十分重要的，一旦他们承认真的有人以一己之力碾压了团队，即使是比较垃圾的备用团队，这对星河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会影响以后那些天才们进入星河的选择。因为星河工会在大众眼里一直都是比较强势的工会，所以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这个说法的，所以论坛上的讨论众说纷纭。星河工会里，周季礼对于这次的事情要比哥哥更加的上心。哥，消息已经查到了，那家伙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爹是我们的探索队成员，所以才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很大可能是事先就预谋好的。名字也是叫做陆晨，但后面肯定还有其他势力支撑，这里面很多消息都很古怪，我怀疑是他们放出来专门混淆视听的。因为周春秋是团长，很多话需要注意影响，但是周季礼就不同了，他从出道开始一直都是比较狂妄的性子，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敢欺负到他头上来。埋骨地那边的探索者名号也是陆晨，我怀疑有人想要用这个名字造神。周季礼开口道，总不可能前一天他10级还在埋骨地里，第二天就来雪山单杀领主 BOSS。 周春秋扫了一眼关于陆晨的资料，资料很少，看上去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除了父亲曾经是第一批开拓者团队的成员外，基本上和其他大势力没有牵连。但这个情报肯定是有问题的，至少对方跟星河的中间联系人直接就是程南。
城南在碎凝室里可不是轻易就能接触到的人物，也不是没有可能。在深渊里有一种道具叫做等级限制器，可以将等级压缩到虚空之地的上限，然后进入。他可能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进入的埋骨地。周春秋开口理智分析着。总之，继续想办法挖一挖他的资料。这些年星河公会扩展得很快，很可能是有人想要对星河公会动手了。浩哥那边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只能赢不能输。我这几天要去囤怪物灵魂，需要你继续帮忙查下消息。周春秋开口道。不管陆晨实力到底如何，几天后的那场战斗他肯定不能输。而且周春秋也没觉得自己会输。他的职业是贤者，但却不仅仅只有贤者这个特殊职业。父亲之前在带回这个特殊职业的同时，还给周春秋带回来了一个贤者的专属技能——灵魂转移。在击杀一定怪物数量之后，可以将他们的灵魂储存起来，然后一次性释放出去，而且这种储存上限是极高的。所以周春秋觉得陆晨可能也是使用了这一类的东西，才会有如此高的输出。而除了这些东西外，周春秋还有一些强大的辅助技能。不管陆晨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他都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好，哥你放心去，这边我去想办法再会会他。周季礼笑着道。他是跟哥哥一起升级上来的，是知道周春秋的恐怖之处的。不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这边也直接动手了。周季礼开口道。哥哥去准备战斗了，他也并不觉得自己会闲着。虽然看着城南的面子，星河这边的回复只是挑战书，但实际的战斗里，因为数据的复杂性肯定无法保证安全的，极大概率就是死战了。星河公会的诉求是报仇和找回面子，周季礼实际只要有机会解决掉陆晨的话，肯定也会直接动手了。这才是周家兄弟的两手准备。只要陆晨死了，就代表星河公会赢了。从城南那边的态度来看，估计也不会因为一个死人和星河撕破脸皮。虽然会被川蜀重工那边找麻烦，但星河公会的名头绝对会在碎凝市更加响亮一些，以后也杜绝了有人敢抢星河公会 BOSS 的念头。整个碎凝市因为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星河公会里因为这件事情也是讨论度极高。不过作为此事的始作俑者，陆晨在简单安顿好父母之后，已经没有待在碎凝市里了。当时击杀领主 BOSS 给陆晨带来了接近5000的经验值，直接让他的等级从20级跳跃到了23级，接近24级。现在他要做的是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和实力，这样自己面对城南他们这种顶级职业者的时候才会更加的有底气一些。是的，陆晨至始至终都没有把周春秋他们放在眼里，所谓的挑战书和对决大部分都是星河公会自己的一厢情愿，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他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处理了星河公会后面大概率会惹到星河公会背后那群像城南这样的顶级探索者，比如星河公会的会长董和，又比如说周家兄弟的父亲周雄。本来陆晨其实都记不清楚周家兄弟这两个人的，但是在查资料的时候却意外记起了周雄这个名字。这个人最开始是开拓者军团的一员，后来加入的星河，前世在收复山城的战斗里以雇佣兵的身份加入了战斗，然而却因为他带领队伍突然撤退，直接导致了隔壁宜宾市损失了超过10名70级以上的探索者和上百名50多级的探索者，一度导致了川南平原上宜宾市一直和碎凝市处于半敌对状态，甚至有过内战。那个时候陆晨才刚刚开始接触主力团队，周雄这个名字在成绩论坛里挂了好几天，所以陆晨才有些印象，甚至他依稀记得，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周雄所在的公会最后被迫解散了。和今生的信息串联起来的话，难怪前世陆晨对星河公会这个名字印象不深，可能就是很早就被迫解散掉了的缘故。如果能提前准备好，说不定也有机会避开内战的可能。曾经的川南就是因为内耗严重，导致和其他安全区恢复联系之后处于下风，在整个华夏板块里存在感很低。今生既然有了先知先觉，肯定还是要把各方面的遗憾都弥补一下才行，必须要加快速度升级了。丁，您进入了元素高塔。元素的组成物质最基本的粒子，元素高塔。从碎凝市出发，陆晨选择了距离碎凝市南边最远的一个虚空之地。他现在的等级是23级，真理之森那边已经进不去了，雪山那边在没有等级限制器的情况下也不好进。这样的话，在20到30级之间的秘境，他只有3个选择，分别是20到25级的海角崖，20到35级的元素高塔，以及更远一点的20到30级的湖心浪亭。海角崖的地图很小，等级上限也不高，不太适合陆晨去。湖心浪亭是偏海洋系的世界，陆晨不喜欢那边的环境，所以干脆一步到位，选择了距离最远但是等级上限差最大的元素高塔这边。元素高塔是一个20到35级的秘境，算是一个高塔，一共有3层，每一层的面积大概是埋骨地的5倍左右，也算是一个面积非常广阔的虚空位面了。这里除了碎凝市的人会过来之外，偶尔也会有南边内江安全区的队伍过来提升等级。元素高塔。进入了元素高塔之后，陆晨喃喃自语，回想着脑海中关于这个世界比较特殊的信息。
他现在已经在成绩论坛里找到了不少关于这个位面的记录，但他总觉得自己遗漏了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应该是跟埋骨地一样有着特殊道具的，只不过陆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个世界的人要比雪山那边少很多，因为雪山隔得近，秘境多，是遂宁市30级以上探索者的不二选择。而这边距离太远，元素类怪物危险程度又比较高，所以喜欢过来这边大多都是为了刷元素材料或者有其他目的的队伍。算了，不讲了，先去升级。陆晨本来以为进入这个世界之后会有点头绪，但想来想去还是忘记了到底是什么特殊道具，索性放弃了这个念头，直接从高塔的第1层往北边走去，准备前往第一个预计的刷怪地点火元素峡谷。火元素峡谷这里有许许多多火元素怪物，数量非常的密集，而且单体元素伤害很高，不太受探索者队伍的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对陆晨来讲就是大补之物了，他喜欢的就是这种怪物密集、经验丰厚的位置。最关键的一点是火元素峡谷很近，一直靠北加速前进，仅仅只走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陆晨就感受到了前方天空变得火红。元素高塔的地理方位是比较好辨识的，整个世界的天空都是那种5颜6色的元素霞光，火元素就是红色，水元素就是蓝色，土元素就是岩石的颜色，诸如此类。圣光束21940，陆晨远距离对着一个游离的火元素释放了一个圣光束。您触发了圣光之心天赋，您的法术强度永久加1。丁，您击杀了 LV26 火元素，获得了21点经验值。以前的圣光束需要2秒钟的读条时间，但现在有冷却缩减的情况下，陆晨仅仅只需要1秒就可以释放出一个圣光束出来。伤害不错，终于是恢复正常了。之前在雪山的时候，陆晨每次击杀怪物，由于等级的差距都会受到很大的减免，但现在火元素也就比陆晨高了3级，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抗性，但伤害已经十分的可观了。昨天处理父母的事情的时候，陆晨虽然是在蓝星上没有杀怪，但他的法术强度是一直在叠加的。现在的陆晨法术强度足足有2600多点，标准出伤是26000多，非亡灵系怪物对圣光技能都是有抗性的，陆晨能打出22000的伤害出来，和他预计的数值差别不大。同时他又对另外一个火元素释放了圣光感知，这种火元素血量并不厚，总血量也就2000出头，10倍的伤害值已经足以让陆晨在这个人人可畏的火元素峡谷里横着走了。刷刷，陆晨加速走到了峡谷的入口处，瞬间就感受到了一股热浪，而且远处有很多游离的火元素，只要是肉眼可见的火元素怪物，陆晨全部一发秒杀。20级的经验上限是1000点，21级是1500点，22级是2000点，23级是2500点，以此类推。一只怪物单刷可以增加21点经验，并没有耗费多少时间，陆晨的等级就直接来到了 LV24 级。丁，您的等级提升至 LV24， 属性获得了一定的增强，力量加20，敏捷加20，体质加40，智力加80，精神加80。等级越高，每提升1级所获得的属性也就越高。陆晨有着圣光之心，升级所带来的属性加持进一步获得的提升。他粗略估算了一下，他现在每1级提升带来的属性，恐怕已经跟普通探索者40多级所提升带来的属性相当了。当然，这种属性在法术强度无限叠加的情况下，又是显得有点玉珠在前，掀不起陆晨太多的喜悦。陆晨继续清理这附近的火元素怪物，同时也拾取着这边的材料，直接转化成圣光点数。前是因为这个区域危险度过高，陆晨是直接跳过了的，所以不太清楚这里的具体情况。但没想到的是，在陆晨愈发的深入峡谷之后，他居然在一个岩浆池里发现了一个比周围火元素怪物20多倍的巨大火元素首领，又是领主级怪物。陆晨瞳孔微微收缩。第35章东湖小队的震惊。元素高塔1层，除了陆晨为了快速的升级来到这个虚空位面外，也有其他不少的团队会专门赶来这个地方。有些队伍是因为这里距离城市比较远，所以觉得来这边竞争会稍微少些，还有一些则是因为不方便待在城市区域，所以带着团队常年在这边活动。甚至这边还有一些专门的盘踞着的土匪，会私底下对其他的队伍进行掠夺和袭击获取收益。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这种偏远的虚空位面要比在城市那边的危险得多。此时在火元素峡谷的区域，除了陆晨之外，还有一支队伍也在清理怪物提升等级。这个队伍是标准的5人小队，有前排，有输出，有治疗。前排坦克吸引住了2只火元素的注意力，卡好视角将其拉扯到10几米，避免引起其他火元素的注意，然后紧接着其他队员集火开始攻击。这些火元素虽然比较难打，但也正是因为难打，所以火元素威力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是非常不错赚取灵能币的途径。云哥，这些火元素太密集，太难打了，我们确定要在这里升级吗？要不要去水元素那边？我听说在水元素那边会舒服很多，这里太危险了，刚才小木的血量都差点没回上来。
队伍里的前排职业武僧开口道：“武僧是一个比较稀少的前排职业，比战士和圣骑士的灵活性更高，光是防御护盾就有3种。但是这些火元素的输出实在是太高了，他稍微多拉几只怪就会感觉很有压力。水元素那边人太多了，我们过去都抢不到怪，而且星河肯定也有人在盯着我们的，这段时间还是避避风头比较好。”队伍里为首被称之为云哥的人是一个法师，开口安抚道：“他的全名是李苍云，也是遂宁市人，还是一个小工会的会长。但是因为在遂宁市区犯了一些事情，导致他们在某种名义上已经被通缉，甚至在星河工会内部被下了追杀令。昨天听闻星河工会的雪山 BOSS 被抢了，星河那边正在彻查各种缘由。这段时间跟星河工会产生冲突的队伍不多，但很可惜，李苍云所带领的东湖工会就是其中之一。已经有好几个人联系李苍云，让他带着队伍先躲躲，避免星河工会查到他们，所以他才带队伍来到了元素高塔这边。凭什么呀？那 BOSS 又不是我们干的，为啥要找我们麻烦？而且当时那批货本来就是我们的，我们抢回来不很正常吗？他们那群人真的太离谱了，我们最多抢了5箱我们自己的材料，他们居然报上去我们抢了20箱。武僧开口有些气愤。现在开拓者团队正在深渊里开荒，后续也需要筹备收复荣城的事情，所以这几年星河工会在遂宁市里发展的非常迅速。这种迅速不仅仅是体现在各种探索者的吸纳和实力上的，更体现在了商业和材料的垄断上。一个大工会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它甚至可以通过压价行为去压制住大部分的供应商，更别说在武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星河工会有些人私底下可是真的会动手，就凭他们实力强，凭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李苍云开口道：“既然当时跟他们动手了，那就要做好站在他们对立面的觉悟。关于星河工会的材料我已经收集好交给官方了，如果没有办法的话，等开拓者团队那群人回来，我们再到城际论坛里曝光他们。”东湖工会其实算是遂宁市一个比较新兴的工会，最开始就是一群不愿意受到大工会的探索者们，从遂宁市东边的一个湖泊开始建立起来，至今为止差不多刚好2年。这2年的时间里，东湖工会吸纳了不少成员，但因为本身吸纳的成员就是对大工会的压榨不太服气的，所以经常会因为某些缘故和大工会们产生冲突。其他一些工会还好，勉勉强强大家也都没有突破底线，但是星河工会这边因为家大业大，从去年开始是越来越离谱了。原先是东湖工会收了一批货物，专门供给给星河工会的一个材料部，本来利润就不是很高，但是为了表达诚意，会长李苍云就亲自带人盯着这批货。但没想到的是，在他们交货之后，星河工会却说现在这个材料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代替品，需要压一压价格，直接就把东湖工会的利润压没了，甚至还会反亏。本来到这个时候还只是商业合作的问题，李苍云觉得如果不按照原来的合同走，那对方付一定的违约金就行，他再去找下家。但没想到的是，对方不仅不付违约金，而且还给他们的材料居然还少了。这个时候队伍里哪还受得了这样的气？为了拿下这笔订单，他们可没少花心思，连队伍里的妹子被对方调笑都忍了好久，最终就导致了双方的冲突。而且那次冲突，东湖工会这边最后和那几个材料管理者打赢了，才从他们的仓库里抢回了自己的材料。但结果是不太如人意的，星河工会那边的材料管理者直接倒打一耙，说是李苍云他们先动的手，而且仓库里不仅仅是丢了5箱材料，而是足足丢了20箱。川蜀重工也介入了进来，说要进行调查，但东湖工会的人一致觉得不能配合调查，他们可没有星河工会的关系，怕是这一调查所有人都要被处罚。总之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和星河工会的冲突，导致东湖工会离开了一批人，激怒了一批人，甚至还有人专门脱离东湖工会之后，对星河工会其他地方发起了袭击。在舆论攻势下，东湖工会现在在遂宁市的名声也已经不是很好。当雪山的领主 BOSS 被抢了之后，很快就有人觉得会不会是东湖工会的反击之类，甚至直到现在，李苍云的一些朋友也确实怀疑是李苍云这边专门请的大佬过来，或者干脆就是他本身。宜宾市那边没有元素秘境，火元素材料在那边价格非常不错，等这批材料处理掉之后，我们可以去宜宾市那边过一段时间。我有几个朋友在那边发展的很好，如果按照星河工会这样搞下去，怕是以后整个遂宁市都不太安宁。李苍云已经有了离开的想法，但队伍里的成员却是有些不乐意了。我就不走了，我妹妹死在了他们手上，我就算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队伍里一直没有说话的小木开口，他是一个牧师，是最近才加入东湖工会的。他没有多说什么，但是周围的队员全部都沉默了下来。李苍云一行人认真的在刷找火元素怪物，他们的效率其实还算不错的，基本上2000多血量的火元素怪物，2轮集火下来20秒就可以击杀一只。当然这也跟队伍的等级关联比较大，李苍云的等级最高，现在已经34级，马上就达到了这个世界的上限，
其他的人最低也都在27到30级之间，对付这些26级的火元素并没有任何的伤害减免。注意别靠近火元素领主那里了，那个火元素领主会游荡，上次就有一个小队硬生生被火元素领主的火焰附着烧死。一旦你们身上沾上了火焰，必须要第一时间喝下寂静水。在清理完一波怪物之后，李苍云嘱咐着自己的队友，他们既然来这里，自然也是做好了准备的。不过就在他们在峡谷的悬崖处绕行的时候，队伍的游侠却发现了比较惊人的一幕，好像有其他队伍过来了。不对，不是一个队伍，是一个人。太远了，有点看不清楚，像是一个法师，有点不太对劲。火焰元素峡谷虽然不是一个刷怪的好地方，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其他队伍过来的。一开始的时候，李苍云他们也没有在意，但是当游侠特地专门看了一会之后，却发现了非常离谱的事情。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法师的输出实在是太高了点，几乎每一次攻击都可以直接秒杀掉怪物，可能是吃了高法强和爆发药水。李苍云在高处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里的怪物血量只有2600-2700，如果装备特别好，再吃一些特殊的爆发是有机会做到的，但难的是如何扛过去怪物的反击。这些火元素怪物仇恨很多都是连锁的，如果被这些火元素的火球攻击到几下，脆皮职业就会特别的危险了。他身上有护盾，2个火元素攻击到他的护盾上了，连护盾都没有打破。游侠开口道，因为距离非常远，所以大家只能看到一个轮廓，只有游侠有鹰眼技能可以看得稍微远一些。好离谱啊，这个人好强，他还有范围技能，一个技能秒杀了4只火元素怪物。卧槽！游侠的这句话一出，直接就把小队里的人给惊讶到了。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过比较强力的探索者，但是这里离谱的还是头一次见，怕是只有开拓者团队的那群顶级探索者才有这样的实力吧。他往火元素首领的方向过去了，他不会想对付这个火元素首领吧？李苍云抿了抿嘴，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里的火元素领主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也有不少的大公会过来讨伐过，但很多之后都是不了了之。因为这个火元素首领的机制很奇怪，你如果攻击他的话，他直接会召唤附近火元素峡谷里所有的火元素来攻击你，几乎没有任何的团队能经受得住这样恐怖的袭击。这个世界等级上限是35级，所以虽然大家已经发现这个领主 BOSS 很久了，连元素高塔3层都已经通关了，但这个火元素首领至今为止都没有队伍能够击杀，成为了一个历史遗留。是的，他对火元素首领动手了，不过他还是把周围的火元素先清理掉了。游侠给大家汇报战况，他清理怪物的速度很快，一下一堆。他对火元素首领动手了，他真的就一个人。卧槽，火元素首领被激活了，周围的怪物感知到从他这边冲过来了，起码有100多只。光是听着游侠的汇报，就让大家全部捏紧了一把汗。因为即使他们这个队伍同时面对4-5只火元素就已经压力很大了，100多只的话，怕是吐口水都可以杀掉任何探索者。更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有人激活了 BOSS， 整个峡谷里的火元素都有概率被打断的。他们现在这片区域是被清理出来的安全区，但一旦被打乱之后，怕是他们也会遇到危险。等会注意隐蔽和嗑药。李苍云已经感觉到了危机，他并不觉得那个法师可以解决掉这个 BOSS， 只感觉他是过去自杀的。现在也不需要游侠去播报战况了，他们这个视角上完全可以看到下面的战斗情况。不对，那是圣光岩豹吗？他一个技能杀了12只火元素。卧槽，好离谱啊！游侠终于是忍不住了。他们在这里是一只只的杀怪，人家完全是刷怪，甚至是 A 怪，带着 BOSS 一起 AOE 范围伤害。但更加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本来以为路程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但仅仅战斗2分钟的时间不到，远处的那个大型的火元素怪物竟然硬生生的停在了原地。周围的小型火元素甚至还没有聚集完成，火元素就开始慢慢的消散了。武僧、游侠、李苍云，队伍里几个人全部都愣愣的看着战场，好像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他2分钟把 BOSS 杀了。游侠嘴巴有点发干，到现在为止，眼前所见到的一切都有点不太符合他的认知。2分钟杀掉领主 BOSS 是什么概念？还是单杀？哪怕是整个遂宁市的第一战力郑天过来，都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吧。第36章，击杀火元素首领。在遇东湖公会，17920 18663 21001。火元素峡谷内，陆晨已经展开了对 BOSS 的攻击。和在雪山那边的情况不一样，在雪山的时候，周围的怪物等级至少都是30级以上，甚至会遇到40多级的怪物，陆晨的伤害数值几乎受到了极大的减免。但是在这个元素高塔，陆晨本身的等级就提高了4-5级，附近的怪物最高也不过比他高3级。即使这些怪物同样是有着圣光抗性的，但陆晨的伤害至少打出来了80%以上。嗡！此时的陆晨终于找到了曾经法神的感觉，站在高处的他宛如一览众山小一般，
精准地命中了每一个怪物群的中心，然后整个圣光岩爆一下子爆裂开来。在对付火元素首领的时候，陆晨是知道这种怪物的机制的，每一发圣光束或者圣光岩爆都精准地命中了他的弱点和元素节点，每一次攻击都能打出接近2万的伤害值。这个怪物应该确实是一个领主首领了，而且还是一个比较强势的领主首领。但是再强势的怪物，在恐怖的输出下，几乎没有任何的用武之地。这种怪物，陆晨预估血量在100万上下，分成3、4个阶段，但陆晨一发圣光束就打出接近2万的伤害，还是1秒一次。在这种频率下，火元素首领几乎每次转换阶段就被打入了下一个阶段。他召唤火元素过来围攻陆晨，这些火元素的攻击在圣光岩爆的范围覆盖下，几乎没有任何一只怪物能进入陆晨的20米之内。即使偶尔有一些火球飘到陆晨的周围，在圣光盾的保护下，完全无法对陆晨造成任何的伤害。丁，您击杀了世界领主 BOSS 火元素之王，获得了2671点经验值。丁，您的等级提升至 LV25， 属性获得了一定的增强，力量加20，敏捷加20，体质加40，智力加80，精神加80。丁，您的等级提升至 LV26， 属性获得了一定的增强，力量加20，敏捷加20，体质加40，智力加80，精神加80。火元素领主给陆晨带来的经验值要比雪山之王领主少1半多，但是周围他召唤过来的火元素精灵却是给陆晨带来了不小的收益。现在从陆晨的视角去看，几乎漫山遍野都是各种白色、绿色和蓝色的战利品光团，以及在火元素领主的核心区域有一个紫色的战利品光团。这领主有点一般。陆晨似乎是回忆起了什么，他曾经在深空时代也遇到过一只火元素领主，那种是几乎燃烧着半颗行星的存在。现在这个2分钟不到就被自己击杀的玩意，陆晨只感觉到了些许违和。当然，虽然陆晨觉得这个火元素首领的实力一般，但他爆出来的战利品是实打实的。陆晨迅速地收集着材料，他的物品栏有限， F 级的垃圾材料他都不怎么看了，1级以上的材料则是通过圣光分解掉。上百只怪物给陆晨爆了7、8件装备，其中大部分是火元素领主带来的。陆晨找到一些增加智力和精神的装备换上。这个首领爆出来的东西不太行，唯一的亮点是给陆晨爆出来了一本战士职业的转职证书，难怪这玩意在这里这么久都没人打，这奖励属实有点不尽如人意。我滴个乖乖，他是在收集战利品吧？他这一波怕是至少能有100-200个火元素威力了。陆晨击杀了太多怪物，收集战利品的动作也是比较明显的。东湖公会的几人远远的看着，几乎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他们累死累活的一天，其实也就100-200个火元素威力，还要担心生命问题，很多地方去不了。陆晨短短几分钟就干完了他们一天的事情，甚至还要更多。他都杀了 BOSS 了，还在乎什么火元素威力？看他的样子，应该是物品栏满了， F 级的威力说不定都没减，只拿了结晶。会长李苍云开口道，一边说着，李苍云的脑海中也在迅速的思考当中。作为一个工会的会长，他其实是属于比较擅长交际的那种，不然也不会支起这么大一个摊子，即使得罪了星河工会，还有这么多人跟着他。所以在看到有这么一个离奇的可以秒杀领主级 BOSS 的大佬之后，他脑海中的想法已经从这是一个送死的探索者，变成了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大佬这种巨大的转变。当然，李苍云也并不觉得自己舔着个脸上去，人家就愿意搭理自己，所以他也在思考着，陆晨来杀这个 BOSS 到底是需要什么，自己是否能够给他也提供一定的价值。很快，李苍云把队友都留在了原地，自己一个人靠近了陆晨的位置，避免这个大佬是一个暴脾气之类起了冲突。既然陆晨可以秒杀小怪，那也有一定概率可以秒杀他们。但好在陆晨还不至于那么的嗜杀，现在人类已经很艰难了，他个人并不喜欢那种自相残杀的戏码。所以当李苍云靠近之后，陆晨也只是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收集战场上的战利品。这个战利品确实太多了，他杀怪花了几分钟，但拾取战利品就要花费10来分钟去分类和分解。大佬，我们是在这边收集材料的探索者，你过来这边是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材料吗？我是李苍云，刚好带队伍在这边活动。李苍云的语气很恭敬和谦卑，因为陆晨的实力值得他这么去尊重。不过当他看到陆晨的模样时，还是大吃了一惊。之前远远的看着，他还以为是哪个老牌的顶级卡级探索者，但是现在来看，面前这个少年实在是太年轻了。即使陆晨的气质给人感觉十分的危险和老练，但是16岁少年的外貌不是单单气质改变就有很大变化的。没有就顺手杀杀怪。陆晨看了一眼李苍云，也看到了远处待着的队伍，并没有交流的打算。不过在继续拾取了一些东西之后，他突然又抬起了头。李苍云，火元素峡谷里此时还是充斥着红色的元素气息，视线其实并不是特别好。陆晨仔细地打量着10米开外的李苍云，脑海中似乎回忆起了曾经的一段往事。东湖公会的？陆晨开口问道。李苍云点了点头，也稍微谨慎了些。
毕竟因为和星河公会的冲突，东湖公会现在在遂宁市的名声并不好，被泼了很多脏水。我过来打点材料的。陆晨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些，因为说到底的话，他其实跟东湖公会还是有点渊源的。前世因为武校没有考上，那些大公会自然也不愿意要他们这些散兵，只有一些小公会愿意吸纳。在获得法师职业后，陆晨一共辗转过3次公会，其中第一次加入的就是比较海纳百川的东湖公会。当时这个公会的名声不是很好，但是陆晨相处下来之后，意外觉得里面的人都非常不错，还专门有人帮他这种新人熟悉秘境。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李苍云就是当时的会长，而且李苍云在东湖公会的名头里是十分响亮的。只可惜东湖公会的这个会长天妒英才，好像是死在了雪山位面的一次活动里，当时有传言说他是被别人害死的，但是在李苍云死后，东湖公会就解散了，后来陆晨才辗转去了其他的地方。陆晨跟李苍云不熟，前世只见过几次，但是他曾经低级别的时候，一些队友都是东湖公会出来的。诸葛霸是你们公会的吧？陆晨继续开口问道。他当时进入东湖公会的第一个队长叫做诸葛霸，人称霸爷，但是个30多岁的女人，身材极其傲然。霸爷好像后来也是某次深渊里牺牲了，但即使过了100年，陆晨依然对他有些印象。霸爷？对，是的，霸爷最近应该就在遂宁市那边带队伍刷真理之森林。听到陆晨居然熟悉他们公会里的名字，李苍云眼前一亮，没想到这个大佬居然知道他们的公会，而且他跟诸葛霸其实还挺熟的，没想到诸葛霸居然认识这样的大佬。挺好。陆晨笑了笑，霸爷年龄其实不小了，但他等级一直提升得很慢，毕竟是女人，没有男人那么敢冲，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安全为主，然后喜欢逗逗新人。大佬，我看你杀了不少怪物，物品栏够拾取不？不够的话，一些低级材料可以卖给我们，我们刚好现在缺这个玩意。感受到了陆晨的态度变化，李苍云也友好的试探道：行， F 级材料我不需要，你们可以收去，然后我需要1级以上的材料，什么东西都行。陆晨确实很多东西已经装不下了，即使有着圣光分解，但他原先身上就装了不少装备，还没有处理完毕。简单的沟通了下，李苍云直接就大手笔把陆晨不要的东西全部收走了。不仅如此，他还真的给陆晨提供了好几个不错的 C 级材料，至少可以让陆晨的圣光点数增加一些。大佬后续去干什么？考不考虑留个联系方式？我跟霸爷挺熟的，而且我们公会也有其他材料。李苍云顺势开口道，他给陆晨的是市场价，还高一点，不过陆晨好像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有的赚。陆晨原本其实没打算跟前世这群队友有啥联系的，不过既然遇见了，也算缘分。你可以加这个号，不过我跟霸爷不熟。陆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还是有点遗憾。前世的那些队友，放在今生的话，估计很难有机会再相处了。他估计这几天就可以升级到35级，和前世1-2年才10-20级完全不一样。现在大概率已经超过了霸爷的等级。你们在这边很久了，还知道其他哪些地方有 BOSS 吗？陆晨想了想，又开口问道。主要是领主级 BOSS， 普通精英和秘境的不算。遂宁市论坛里关于元素高塔的信息并不多，只是标注了一些重点区域，像火元素首领其实并不在陆晨的信息里，是偶然碰到的怪物。既然李苍云他们在这边挺久了，陆晨就顺口问了一句。有。李苍云眼前一亮，他们来元素高塔这边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世界不算特别大，但有一部分的位置还是比较棘手的，大公会们很少会过来。就他所知道的，跟这个火元素首领差不多的地方，还有一个元素冰封之地，那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冰火元素之龙，不属于元素怪物，会有一些矿物结晶。如果能击杀掉那个怪物的话，除了普通的收益，还可以得到不少的矿石。他给陆晨讲了这个情况，陆晨也稍微来了点兴趣，这些矿物好像至少是1级以上的，说不定可以分解一波，找到更不错的东西。陆晨在元素高塔这边升级。与此同时，遂宁市，陆晨的父母现在已经被安顿在盛月集团的家属区域。距离雪山事件已经发生了2天，到现在为止，陆顺福还是处于一种懵逼的状态当中。因为星河那边已经下了挑战书，陆晨让父母他们一直躲在家里也不现实，所以母亲还是回之前那个店子里正常上班，父亲则是和之前的几个朋友联系上。关于星河公会挑战陆晨的消息已经传开，但实际上大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周春秋身上，除了一些高层之外，知道陆晨真实身份的人并不多，大众在成绩论坛里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没有人会相信那个单枪匹马抢下 BOSS 的法师是一个刚满16岁的学生。老陆，现在情况好像有点变化，星河那边变卦了。那个姓顾的说，他们这次因为没有拿下 BOSS， 我们之前的钱没有5000了，最多一人给2000我们。而且那几个死在雪山的兄弟，抚恤金也暂时发不下来。之前和陆顺福一起去雪山的队伍里的老齐是之前行动的联系人，带给了陆顺福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大概的意思，还
还是想要去星河公会讨个说法才行。他们这些活着的人还好，那些有牺牲的人的抚恤金如果都不发的话，他们家里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可就真活不下去了。老齐其实也猜到了陆顺福这几天是不是联系到了什么人之类，或者认识了什么高级职业者，所以他想拉上陆顺福一起去星河那边问问情况。这些都是他们应得的东西，总不能因为星河自己的失误就把他们拼死拼活的报酬给黑掉。第37章，星河的小动作。从陆顺福的角度去看，这几天他经历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奇幻了。武校落榜的儿子先是说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队伍，紧接着传言出他自己从雪山里把自己救了出来，然后又是被带到了圣月公会这边的家属区。尽管他曾经也是开拓者团队的一员，但是也几乎没啥机会跟城南他们这种顶级探索者有所联系。没想到因为儿子的关系，直接就是圣月这边的一个60多级的副会长带着他们安顿好了房间。所以陆顺福下意识地认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可能是他儿子真的得到了城南他们公会某个队伍的认可。在老齐那边邀请一起去星河公会讨个说法后，陆顺福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委婉地拒绝了。如果只是他自己一人肯定是无所谓，肯定会跟战友一起去撑场子，但他主要担心自己这边又出现什么情况给儿子添乱，最后只是回答老齐等几天看看星河那边情况后再说。但让陆顺福没有想到的是，老齐那边还真的就出事了。早上他们回来的探索队的成员去找星河那边要事前说好的报酬，结果那边的人却表示负责雪山探索的队伍已经解散了，就连他们之前联系的那个顾能现在也被调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他们的抚恤金已经按照流程报完，而且星河现在能拿出来的资金就这么多。这次雪山 BOSS 那边整个公会的调动已经花费了大笔物资，星河公会这边也是赔了很大一笔的。如果老齐他们真想要抚恤金的话，还得再报上去之后等上面批复才行。最终其中一个牺牲的探索者家属接受不了这个结果，直接就在星河公会的分会里闹了起来。最后双方起了一点小冲突，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女人直接死在了星河公会的驻地里，引来了遂宁市现在的巡查局。老齐他们那群探索者还有星河的人都临时被带走调查了，但事情却被压了下来。得亏是陆顺福下午觉得不对劲，又问了一嘴，不然他甚至都不知道老齐他们现在已经被带走了。甚至后来陆顺福还问了其他的朋友，那个动手的星河公会的人已经被放出来了，只有老齐他们还在配合调查。妈的，什么世道！得知大概的情况之后，饶是陆顺福不想惹麻烦，火气也直接就上来了。他之前是知道星河公会有点风评不好的，但没想到这群人居然真的就宁愿去疏通关系，都不愿意把抚恤金拿出来。甚至他已经开始感到了一些后怕，这种大公会的影响力实在是太恐怖了。前几年川蜀重工那边还有不少探索者配合着整顿城市的风气，这2天的大公会们却是愈发的无法无天起来，到处都是他们的关系网络。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老齐他们给扣下调查，私底下根本没有底线和规则，亦或者探索者们的规则完全不包括普通人。陆顺福也尝试在成绩论坛里发了2个帖子，但是基本上刚发出去就显示不符合规则，让陆顺福是真的有苦说不出。在思来想去后，陆顺福还是给陆晨发了消息，想问问自己的儿子这边能不能帮忙出面缓和一下，至少先把人先放出来再说，不能一直让老齐配合调查。明明他们是受害者，结果星河公会那边屁事没有，反而是他们要被限制住自由。陆晨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从元素高塔出来蓝星进行补给的时候，收到了父亲的消息。因为恐怖的法术强度输出，还有从李苍云他们手上拿到的一些信息，陆晨的等级比想象中提升的还要顺利，短短1天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30级，卡在了等级突破限制上。30级的陆晨现在等级提升所需经验已经来到了5000，等级提升变得缓慢了不少，即使是单刷也要杀200-300只怪物才能提升1级。本来按照他的想法是打算直接提升到35级之后再回遂宁进入雪山那边刷秘境，但是在收到父亲的消息之后，他没想到星河居然如此按耐不住，居然这过了1天就有了小动作。是的，陆晨并不觉得自己父亲朋友那边出问题是一个什么意外事件，而是觉得其中很大概率是有人在找麻烦。因为城南这边和星河的高层沟通之后，他们其实应该清楚陆晨之所以会对 BOSS 动手，就是因为陆晨的父亲在这支队伍中。一般来讲，如果星河有诚意的话，肯定就认真准备着后面几天的挑战了，不至于现在还搞这么小家子气的东西。但现在父亲告诉陆晨了这些事情，陆晨第一直觉就是这是有人在搞事情，逼自己出现。现在和星河的沟通都是搭着城南他们这边的线，自己的父亲也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本身是没有和对方直接沟通的。如果陆晨猜的没错，怕是自己原先的家里和母亲上班地方也被对方摸清楚了，就是想在所谓的挑战之前摸摸自己的底。陆晨很讨厌自己的计划被打断，星河一而再再而三的撩拨自己，他确实有烦躁了。30级的陆晨已经有了一定的底气，他
他现在的法术强度已经叠加到了3700多，一发治疗术下来，足足可以打出37000的伤害值。除非是对面60级以上的职业者对自己发动突袭，陆晨都有一定的自保能力，而且这个能力还在急剧的提升当中。回遂宁，陆晨最终还是做了这个决定。既然星河的人想借着探索队的事情逼自己出现，那自己不如借着探索队的事情看看星河公会里到底有哪些蛀虫。作为曾经远征队的成员，陆晨是非常讨厌这种在背地里搞事情的人。现在才是深渊初期而已，整个地球文明都还在为抵抗深渊做准备。城市的安全并不是空口来的，而是走在前线的开拓者先驱们拿命守出来的。即使是现在处于一线的探索者们，还需要拼了命才能保护住现在的故土。没想到这群人居然已经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好不容易收复的城市里胡作非为。前世星河好像就是犯了众怒，最后被取缔了。这一世的话，既然他们惹上了自己，陆晨不介意让这一天来得更早一些。第38章，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准走了。遂宁市凌晨，陆晨从元素高塔加速返回了这边后，看到父母都已经安全到家，算是松了一口气。不过父亲好像还在为他战友的事情着急着，即使到现在，老齐那几个人都还在被配合调查，没有放出来。其实如果陆晨去找城南帮忙说一声，肯定就没什么问题了。但之前人家已经帮了不小的忙，现在还是凌晨，陆晨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情样样都找人家解决。我去想办法。陆晨给自己父母的回应肯定是自己去想办法，但实际上稳住父母之后，他直接就来到了距离星河最近的那个巡查局。自从议事来临，现在各个城市都才收复不久，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收复，所以治安问题主要都是各大工会联合组织成的巡查局负责解决。遂宁市这边虽然稍微好点，由川蜀重工联合官方的人接下来了这个担子，但他们也不是面面俱到的。比如星河工会这边巡查局，自然也有星河工会的人负责这一片的各种事件，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陆晨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凌晨了，但这里的人比想象中要多不少，至少有10-20个人堆积在门口。陆晨扫了一眼，其中有几个应该就是探索队的家属，大家都没什么精气神。为首的是父亲那个战友齐伟明，陆晨也见过他，喊他齐叔。想了想，陆晨直接就走过去询问具体的情况。陆晨的到来让齐伟明有点惊讶，这几天关于埋骨弟弟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但他还是有点不太相信刚毕业的陆晨就是传说中的幕后黑手。不过齐伟明现在也确实没什么好办法了。陆晨问事情的原因，他也就如实讲了清楚。大概事情跟父亲所形容的差不多，就是他们去讨钱的时候起了冲突，最后探索队里的一个女家属活不下去了，直接就死在了星河的驻地里，然后引起了调查。现在的情况不是很好，因为当时动手了，结果被重点被调查的是探索队的3个中年男人，说是因为他们的动手才导致的误伤。下一个，齐伟明是吧？进来问下你情况。在陆晨和齐伟明沟通的时候，一个穿着夹克的男人不耐烦的在里面的房间里喊道。齐伟明摊了摊手，他今天都已经被问话好几次了，来来回回就是这些问题，甚至还暗示他去做伪证。陆晨拦住了他，直接跟着齐伟明走了进去。仅仅只是看了一眼，陆晨就看到了他桌上的杯子还有着星河工会的标志。你是谁？我只喊了齐伟明，没喊你就到外面等着，这点规矩都不懂吗？穿着夹克的男人语气中带着痞气，看着陆晨进来似乎有点不爽。他的名字叫做孙东，确实是星河工会的人，现在临时在这边的巡查局帮忙。本来今天晚上加班他就很不情愿，没想到外面这群人还一直闹着不肯走。我是陆晨。陆晨直接开口道，这件事情结果还没出吗？陆晨听到这个名字，孙东稍微愣了愣，觉得有点熟悉，但是看着陆晨这么年轻的样子，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哪有那么快，现在就是在调查。你是家属对吧？家属在外面等着，先去登个记。这件事情是你在负责吗？或者你上面的人是谁？陆晨继续开口问道，并没有因为孙东的情绪不好就有所波动。孙东这个时候站起了身，眉头紧皱，没想到这个小孩这么不懂规矩。他并没有回答陆晨的打算，而是打算直接驱赶。陆晨沉默了1秒，他之前已经使用了圣光感知，这个孙东也就37、8级，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狂妄的底气。孙东已经靠近了陆晨，准备撵人，陆晨也抬起了手，直接打出了一发圣光术。金色的圣光直接穿刺过孙东的身体，孙东只觉得整个身体都充斥着灼热感，然后意识瞬间就陷入了空白当中，整个人一下子软到了地上。陆晨上前一步，直接从孙东的身体上搜出了通讯器。这些通讯器都是异变之后造出来的，并没有密码和解锁之类，所以陆晨直接在通讯列表上看到了不少星辰工会的名字。一旁的齐伟明有些愣住，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陆晨在桌子上坐了下来，他才发现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孙东居然已经没有了气息。你把他……齐伟明愕然的说不出话，他以为陆晨是过来讲道理或者别的，没想到这才2句话，陆晨直接就动手了。把这里的其他人都喊进来吧。陆晨礼貌的开口道，同时也在孙东的通讯器上拨通着消息。几分钟后，负责这边巡查局的人几乎都过来了，有一部分是星河工会的，还有一部分是官方的成员。没事，别这么紧张，我不跑。陆晨开口道，我只是过来解决事情的，如果你们有想法，可以跟我谈，如果你们没有权限，可以尽管跟你们的上级发消息。尤其是星河工会的探索队一共15人，按照合同每人5000灵能币算，牺牲8人，还有2个家属，抚恤金按10倍算吧，50万灵能币。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准走了，谁走谁死。陆晨淡淡的开口道，明明是很平静的语气，却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就连齐伟明他们这些受害者家属也都完全被陆晨的动作震惊住，完全没有意料到陆晨所谓的解决问题会是这种办法。在这个巡查局分部等级最高的是一个46级的盗贼，他也是星河工会的人。他看着陆晨如此年轻，本来想开口说2句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陆晨的眼神，他却是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威压，连话都不敢讲了。陆晨抵达这边的消息很快就被散布了出去，现在已经过了0点，星河工会这边的人也没想到陆晨会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的动手。顾队，那我们现在……有人已经把消息传到了顾能这里来，毕竟顾能才是最开始专门负责这个探索队的人。妈的！顾能此时也有点慌了，原本只以为是几个普通平民的事情，没想到现在又闹出了事情。不过听到陆晨的名字后，顾能也迅速拨打了电话。季里哥，陆晨出现了，就在天水街这边的分部。周季里这几天刚好也在找陆晨。顾能虽然知道这次事情里自己肯定是有失职的，但也只能先让周季里顶一波再说，万一2人再起冲突，自己在中间的问题说不定会被忽略掉。不仅仅是周季里，川南重工那边也收到了消息。虽然陆晨动手击杀的孙东是星河工会的人，但所处的地方名义上还是归于巡查局的。川蜀重工一个60级的战士已经带人赶往了现场，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第39章，我没说过我是来谈判的，这可怎么办呀？随着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在旁边的齐伟明也是被这个阵势吓到。他确实没有想到陆晨的做法会这么的激进。要知道，按照现在的规则，在城市内发生战斗就已经是重罪，更别说直接击杀了星河工会的人。但坐在主位的陆晨显然不这么想，他甚至在跟周围的那些探索者家属们聊天，不少人都把星河工会私底下做的破事给抖了出来，甚至还有人举例子说他们在某些地方还收了保护费，强行带走一些女人后就失踪掉了之类。虽然说其中可能有一些主观的情绪在里面，但陆晨几乎可以确定，这个所谓的星河工会绝对是内部有大问题的，几乎可以说是十分恶劣了。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了一支队伍的到来，一共是全副武装的12个人，是川南重工那边的人。接到消息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冲突，但没想到抵达现场之后，仅仅只是一个少年动手了。现场的画面和他们想象中出入很大，十分违和。是你动的手？川南重工这边过来的人叫做思琪，是一个60级的战士。60级以上的人物在遂宁市里已经有一定地位，他现在属于管理整个南区巡查局的队长，正当防卫而已。陆晨开口道：所以你是来解决这件事情的人吗？还是说你是跟星河工会一伙的？他们动手把人弄死了你们不管，抚恤金也不赔，然后现在舔着个脸过来管事？陆晨眼神里闪过了一丝冷意，面前这些人大概是拥有事件的最终解释权，如果他们站在了星河工会这边，就可以很轻易理解为什么星河工会敢这么长时间在城市里胡作非为了。思琪面容一愣，陆晨从年纪上看确实太具有迷惑性，但是陆晨此时的质问居然让思琪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威胁感。上次感受这种威胁感时，还是在深渊里面对一个大型 BOSS 的时候。我只是带人过来调查。思琪跟陆晨对视了10来秒，然后开口道：按照流程，其实他需要先把现场控制起来再说，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如果他下命令的话，会产生有些不可预料的后果，所以思琪还是先询问整件事情的缘由。很快，在周围人七嘴八舌的讲解下，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都被讲清楚。思琪眼里再次多了一些震惊，他是知道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星河雪山事件的，也听说过陆晨这个名字，没想到眼前这个少年居然就是传闻中的当事人。就面前这个男孩顶着大半个团的输出，单独击杀了 BOSS。 思琪下意识地使用了一个侦查术，但没想到在陆晨的身上显示的都是几个。这种情况要么是对面等级比自己高5级以上，要么是陆晨有防止侦查的高级道具，但无论是哪种，让思琪更加的慎重了一些。因为探索者的实力都不低，
平时城市里低级探索者冲突已经很麻烦了，而如果是高级探索者之间发生战斗，波及范围绝对更大，一个处理不慎，怕是整个遂宁市都要受到影响。星河工会的人应该很快会来了。思琪开口道，放弃了强硬的打算。他是知道一些星河工会的勾当的，也没必要替星河强行出头。陆晨的背后据说是城南，思琪也并不想因此得罪开拓者军团的人。凌晨1点30分，第二支队伍赶到了。这次带头的也是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比陆晨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但有种玩世不恭的样子。周继礼这2天一直都在查关于陆晨的消息，但是查到的消息都没什么用处，唯一了解到的就是陆晨可能跟城南那边有点关系。没想到今天晚上陆晨终于是露头了，而且还直接在星河工会的区域动了手。跟着周继礼过来足足有30多人，都是星河工会的人。这些人穿着带有星河标志的服饰，看上去就给人一种压迫感。此时这个临时的巡查局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了，他们把门口的受害者家属赶到了外面去，自己的人在大厅里休息，里里外外都聚成了几团。周继礼走进了陆晨所在的房间，思南也在这里。他环视了一圈，最后死死地盯着陆晨，似乎是想要将陆晨看个明白。你就是陆晨？周继礼其实已经有陆晨的照片了，但是陆晨本人和照片实在是差距太大。照片上的陆晨只不过是一个学生，但是在他面前的陆晨却像一个沉默着的野兽。如果你可以代表星河工会的话，那我就是。陆晨开口道。还挺拽。周继礼笑了笑，对旁边的思南点了点头打招呼示意后，再次看向了陆晨。所以现在是你不仅抢了我们的 boss， 还动了我们工会的人。他扫了一眼角落的孙东，已然是没有了气息。周继礼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孙东这个家伙，但没想到现在人已经没了。如果你想这么理解的话也可以，反正你们总有自己的说辞，我的解决抚恤金的问题的，如果你们不给，那我就自己拿。陆晨开口道，有些懒散地站起了身。他已经对这些人圣光感知侦查术已经全部使用了一轮，眼里计算着如何动手效率最大化。哼，周继礼冷笑了一声，在他的眼里，陆晨不过是一个毛头小子而已，没想到开口就是他自己动手拿。凭什么呢？凭嘴巴吗？虽然说陆晨击杀了野外的 boss， 但大家已经分析过了，那不过是一个站桩 boss 而已。陆晨大概是使用了什么输出的道具。探索者之间对战可是有驱散 buff 的，还有各种装备和道具。他今天带过来的人都是之前团队里的精锐，难不成陆晨还敢在这里动手？那你自己来拿试试看。周继礼气势上并不想输给陆晨。你背后是谁？如果现在出来的话还能聊聊，如果不出来的话，你今天也走不掉了。从星河工会的分析来看，陆晨背后绝对是有一个团队。今天他既然逮住陆晨了，肯定要把他背后的人摸清楚才行。整个房间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思琪眉头紧紧皱起，两位这样就不太好了吧？如果要动手，别在城市里动手，既然谈判就好好谈。思琪站出来说话，他的等级有60多级，虽然他不想引起冲突，但也不代表有人可以在他眼皮子底下闹事。同时他也想看看陆晨背后到底是有什么底气。我可以谈，但我感觉他没啥谈判的诚意啊，上来就弄死我们这边一个人。周继礼摊了摊手，表示自己这边无所谓。本来大家以为气氛会缓和下来，但陆晨开口却是让所有人一愣。我没说过我是来谈判的。陆晨神色冷漠地开口道，我只负责解决问题和清理一下垃圾。周继礼愣了愣，你说谁是垃圾？但周继礼还没说完，他就看见陆晨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闪光充斥了周继礼的身体，陆晨直接动手了。从这群人进来开始，陆晨就知道已经没有了谈判的必要。前世就是这群人害自己父亲断腿，这一世也是这群人在这里祸国殃民。直到现在他们都还在惦记着 boss 的事情，觉得自己对他们工会的人动手了，却从未提起死在他们工会里的那些受害者。他们的人就是命，平民的命就是不命。至始至终这群人都没有任何的歉意，跟这种人沟通，陆晨只觉得浪费时间，远远不如直接清理掉来的实在。第40章，来自深渊的圣光恶魔。陆晨的突然攻击让整个房间里的人都有点猝不及防，但毕竟这群人都算是星河工会的中间精英，对战斗还是十分敏感的。后排一个牧师瞬间就给全团套盾和加上了增益 buff， 其他的游侠职业开启了探测，周继礼也抬手给自己上了圣骑士盾。他怎么会前行？有人已经发出了惊呼，但旁边的窗户已经破开，显然陆晨从没有打算在小房间里死斗，而是从窗户里破了出去。追！另外有人发出了指令，对于陆晨的突然攻击很是愤怒。他们今天过来是陪着周继礼一起准备找陆晨麻烦的，但没想到陆晨胆子这么大，被这么多人包围了还敢率先动手。然而处于位置中央的周继礼却被陆晨一发圣光术弄得有点懵逼。刷！16298，你已触发圣洁防御者道具，
抵抗了一次死亡攻击，您获得了3秒的免疫伤害时间。因为周继离只感觉身体里充斥了灼热，物品栏里的保命道具竟然直接爆裂开来。首先出现在周继离脑海中的是一个问号，没想到陆晨的攻击会造成如此大的痛感。紧接着他的瞳孔一下子收缩，看到了陆晨一个技能居然对他造成了16000多点伤害值。作为一个圣骑士，周继离身上是半坦克半输出的装备，还有不少抗性的，即使是同级别领主级 BOSS， 一般一次也只能打掉他几千的伤害而已。对面这个伤害是不是有什么特殊 bug？ 他居然把我的圣洁防御者打掉了。周继离缓过来了神来，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圣骑士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比较喜欢的坦克，就是因为圣骑士的高阶技能里有一个技能可以生成圣洁防御者道具，抵挡一次即死攻击，还有3秒钟的伤害免疫。这个道具成本很高，而且制造冷却时间是1个月。周继离至今为止还没有触发过这个道具，但没想到仅仅被陆晨一次攻击，道具直接就损毁掉了。如果不是有道具在，他刚才直接把我秒杀了。最后，一种莫名的寒意在周继离的背后升起。他其实知道陆晨应该有什么特殊的伤害技能，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的离谱，居然对一个47级的满装备圣骑士都可以直接斩杀，这比他们情报里预测的输出至少要高10倍以上。先别，周继离想开口说点什么，阻止周围的混乱和队友追出去，但是紧接着他感受到了另外一股恐怖的威胁感从窗外的方向袭击而来。他瞬间举起了盾牌和嗑药，还使用了减伤技能，但第2发圣光依然穿刺过了他的身体。8729，3秒无敌时间过了之后，这一发圣光直接打掉了周继离大半管血量。身后的牧师反应过来了，开始加血。但可惜的是，第3发圣光束接踵而至，要比普通的圣光束读条快得多。嗡！房间里已经有很多的职业者出去追陆晨了，而周继离却硬生生隔着窗户吃了陆晨3个技能。其实他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但是周继离完全没有预料到陆晨的输出会这么精确和恐怖。他到底的时候似乎在窗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影子，但紧接着意识完全消失。周继离死！一切的变化只不过就在10秒之间。思琪已经做好了战斗状态，想要阻止大范围的战斗，但是周继离的突然死亡直接让他也有点愣然。周继离不是星河的副团长吗？之前还有那么多 C 级的好装备给他了，他就这样倒下了。直到周继离倒地的时候，思琪完全都没有理解这件事情的心理准备。周团，先别出去追，有点问题，副团长受伤了。但可惜，说话的人在混乱中已经没有多少人听了。不仅仅是周继离，从窗户跟着冲出去的几个人也随之传来了惨叫声。他们甚至都还没有捕捉到陆晨的影子，就感觉身体被圣光所驱散，巨大的伤害出现在了面板上，整个人毫无知觉。房间里的战斗引起了整个巡查局的动乱，不管是川南重工的人还是星河工会来的人，都一涌而出的跑到了街上来。但紧接着让所有人都惊愕的是，他们依然无法找到陆晨在哪里，但身边的人却还是在一个个的倒下。那个人有问题，有人发出了惊惧的声音。虽然先前1秒他们还在谈笑风生，但是现在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已经让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即使有人使用了保命道具，也最多只能抗下2发圣光束，陆晨的伤害他们根本承受不了。思琪也终于是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回房间，他独条需要视野。思琪大吼道。即使他也看不惯星河的人，但作为巡查司的，他不可能看着陆晨这样无限制的对星河动手。思琪是一个输出战士，但此时已经举起了盾牌，阻挡住的大门的方向。周围的平民已经四散开来，直到发生了冲突，但陆晨肯定不会对平民们动手，而是在犹豫着要不要直接往里面丢一发研爆试试。终于，视野里对自己发动攻击的人全部到底了。陆晨数了一下，这一波下来，他至少解决了18个人。星河本来也就带来了30个人左右，直接就被陆晨减员了一大半。陆晨现在3000多的法强，有着10倍增幅，圣光系法术就相当于是3万多的法强。按照这个程度去算，即使是60级的法师，怕是都很难达到这个数值。这也是陆晨今天赶过来直接跟星河他们动手的底气。只要不是开拓者军团那群顶级探索者过来，陆晨还真不担心自己有什么大的危险。好了，现在交流继续。陆晨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圣光前行是在光亮下前行，在黑夜里总感觉有点不得劲。他看着最前方的思琪开口道：探索队按照合同每人5000灵能币算，一共15人，共75000灵能币报酬。然后探索队牺牲8人，还有2个家属也牺牲了，抚恤金按10倍算，一共50万灵能币。我今天的出场费就不要了。陆晨开着思琪开口道。他明明只有1个人，但是后面这群40多级的精英团队却几乎是鸦雀无声。明明陆晨使用的是圣光类的技能，但此时完全像是一个来自深渊的恶魔。这到底是哪里来的探索者？
居然每一个技能都可以秒杀，而且读条还这么快，你这么动手，开拓者军团不可能放过你的。思琪死死地盯着陆晨，上前一步开口道。陆晨抬手就是一发圣光，直接命中了思琪。3029，思琪毕竟是60级战士，陆晨现在30级的伤害减免还是很高，不过思琪还是被吓了一跳，思琪的血量紧接着被后面的牧师补满。3291， 3901，陆晨觉得不得劲，又丢了2发。反正他现在的冷却时间1秒一个，想要强杀这个60级的战士依然有机会。城南他们放不放过我另说，你现在让星河的人先凑钱吧，这钱我觉得我要的合情合理，而且是给他们要的，如果不给的话，我就亲自来取了。陆晨指了指探索者的受害者家属们，语气还是跟来的时候一样平静，但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任何人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第41章初露锋芒，先凑钱吧。思琪死死地盯着陆晨的方向，原本还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叹了口气。其实思琪并不是喜欢妥协的人，陆晨这样的毫无顾忌的在城市内动手，是他们这些巡查司必须严厉打击和阻止的。但现实情况是，面前这个少年输出实在是太恐怖了。他每个技能读条都极短，即使是对他攻击平均秒伤也非常高，如果没有后面治疗的帮助，怕是思琪自己还没冲到陆晨面前，血条也会被打空。50万多万灵能币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思琪原本觉得陆晨有点狮子大开口，星辰需要凑钱，需要时间，等待新的支援之类，但没想到星河这边的人好像比自己想象中还富有，他们现在还活下来的人里大概14-15个，很快平均每人就凑了几万灵能币出来，由一个小队长先把所谓的抚恤金给凑齐了。思琪沉默了2秒，星河公会的人都这么有钱的吗？要知道按照现在的汇率，一个灵能币还是相当于100元的购买力，也就是说仅仅这10几个人身上携带就超过5000万的资金，这还是在洲际里他们已经死了不少人的情况下拿出来的。思琪其实是知道现在遂宁城里高级探索者和普通探索者的贫富差距挺大，但没想到一个40级的团队都会这么有钱，这让思琪的脸色有点黑。正常在虚空位面冒险怕是没这么高的收益，这群人怕是私底下真的捞了不少钱，这群人真的值得自己去保护吗？抚恤金凑齐之后，思琪发现房间里此时有川南重工的人，也有星河的人，但他看了一眼，川南重工里除了2个平时跟星河走得近一起冲出去追捕陆晨的人被击杀之外，其他人并没有受到攻击。也就是说，虽然陆晨动手了，但还是有点分寸的，好像真就跟他说的一样，是为了讨债而来。 OK， 问题解决。陆晨从小队长这边交易完了灵能币，走到了已经远远躲起来的齐伟明面前，把灵能币交易给了他，然后重新回到了思琪他们这群人的面前。跟之前说好的一样，关于 BOSS 的事情我并不觉得我是抢了你们的怪，毕竟领主 BOSS 是探索队发现的，你们还不愿意给钱。陆晨鄙视地看了一眼这群人，之前周春秋下的挑战书在我这边依旧成立，我这段时间会在雪山里活动，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直接找我沟通。此外，今天发生的事情产生的后果我一个人承担，如果你们私底下在耍什么花样，星河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会无休止地对星河进行猎杀，包括川南重工里的这群人，我希望你们调查的时候慎重一点，如果你们内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相信以郑天的性格不会对你们留情。陆晨直接抬出了郑天这个名字，郑天是现在遂宁市开拓者军团的团长，是名副其实的遂宁市第一人，现在估计还在深渊里开荒。前世的郑天最后是一直活到了深空时代，虽然他因为天赋稍低，最终没有入选星辰远征队，但毕竟是从深渊时代里过来的老人，郑天的名望一直都挺不错的。前世的时候，郑天数次整合遂宁市这边的工会还有大公司，处理了不少人。按照陆晨对他的了解，如果他知道守下来的遂宁城被星河工会这么霍霍，指不定就会提前开启大审查了。思琪没有接陆晨的话，虽然按照陆晨的年龄看起来不太会想跟郑天有接触，但陆晨的实力已经证明了一切，怕不是这家伙真的跟开拓者的一线队伍认识。当然，如果思琪知道陆晨心中所想的话，怕是还会更加惊愕一些。因为郑天之所以能成为遂宁市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战斗天赋极高，从收复遂宁市开始就一直是一线的战斗成员。但没想到在陆晨的评价里却是天赋稍低。陆晨摆了摆手，从黑夜里离开，只留下了一个背影，却无一人可阻拦。遂宁市太小了，整个川南也太小，甚至放眼深空的话，整个华夏，整个蓝星都不是真正的舞台。人类文明是需要走出深空的，前世的深空已经沦陷，今生陆晨必须要完成这一夙愿。相比之下，遂宁市里的这点小小打闹，他是真心没有放在眼里。陆晨不放在眼里，并不代表其他人不放在眼里。在陆晨走了不到5分钟，星河工会里不少人都瘫软下来，有种劫后余生的酸软。洲际里的尸体还在房间中央，
和孙东一样，早就没了声息。一个个消息发送给了星河的高层，给周春秋和秦昊那边发紧急信号。思琪这边也迅速把消息汇报给了川南重工这边。虽然这次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建筑损毁，但是陆晨这几分钟的攻击，绝对已经是整个遂宁市近2年来损失人员最大的冲突了。齐哥，我们赶紧走吧，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齐伟明这边已经把陆晨给他的抚恤金发完之后，立刻就有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因为陆晨一走，他们这边也没什么底气待在这里，指不定留下的星河工会的人还会把他们的钱再回去。好，齐伟明的腿也有点发麻，他是亲眼见识了全程的。他原先只觉得陆晨是胆子大，很激进，居然敢对巡查司的人动手。但现在齐伟明只觉得自己之前还是想得太简单，自己之前觉得激进的想法，在后面陆晨一面倒的击杀星河工会的人的时候，还是有些太保守了点。他怎么敢的呀？齐伟明除了震惊之外还有担忧，陆晨一声不吭的做了这些事情，怕是整个星河工会都要通缉他，甚至整个川南工会也要拿出态度来。齐伟明微微颤抖的给陆顺福发了消息，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个过来的年轻人到底是不是陆顺福的儿子，因为齐伟明几乎可以预见，明天整个遂宁市都会因此炸开锅。第42章，各方势力反应。他在星河工会那边的巡查局直接对星河工会和川蜀重工的人动手了。遂宁市的一个别墅区，在陆晨和星河起冲突的时候，城南很快就收到了这个消息。这段时间其实算是从开拓者军团回归城市的度假期，专门为了程维拉转职和筹建队伍回来的。本来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没想到这2天接二连三的被陆晨给震惊到。城南本来还在睡觉休息，接到电话之后直接困意就没了。他怎么敢的？城南的眉头紧紧皱起。虽然说他对陆晨还算是有点好感，觉得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但城南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在城市里动手的不守规矩的职业者。要知道，遂宁市是他们用无数队友的牺牲，用鲜血才换回来的和平。即使他在看好陆晨这样肆无忌惮的在城市里动手，他肯定不会姑息。可能是星河那边的人先动的手，是周继礼带的人去的，两边起了冲突。手下的人给城南讲了一下目前已知的情报。虽然星河工会那边全部宣称是陆晨先动的手，但从另外的渠道里却是知道周继礼带了30多个人去，手下觉得可能陆晨是被迫进行了反击。而且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一个探索者队伍抚恤金的问题起的冲突，算是上次雪山 BOSS 领主的延伸。听到陆晨是因为普通人抚恤金的问题和星河起了冲突，还帮他们要回了这些灵能币，城南的面容这才稍微好一些。老大，何修红那边电话已经打过来了。手下的人继续汇报道，这次事情的影响比较恶劣，一次性死了10几个40多级的探索者。星河工会那边虽然还没有动静，但是论坛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消息，私底下的圈子也在疯传。即使现在还是深夜，但大部分中间的探索者其实也都是夜猫子，这种消息还是传递的很快的。接通一下吧。城南点了点头。何修红是现在川蜀重工的副会长，也是现在整个巡查司的司长。之前外面都觉得陆晨可能是城南这边的人，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巡查司肯定要跟城南这边进行沟通。你确定他一个人直接可以秒杀接近50级的探索者？遂宁市北部川蜀重工，一个身穿着黑色法袍的男人死死地盯着面前的思琪，听他汇报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何修红是一个76级的术士，是今年巡查司这边的轮值司长，也是开拓者军团的一员。他对这几天星河的事情是有所耳闻的，还专门叮嘱了不要让星河的人惹出事情来。没想到星河确实没有惹出事情，但他们的队伍却被杀了个洞穿。他居然还敢对我们的人动手！何修红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陆晨对星河的人动手也就算了，居然还敢对川南重工过去的人动手。根据思琪的汇报，他带过去了12个人，有2个兄弟冲出去追捕陆晨的时候被陆晨给击杀了。是的，他的等级不低，或者法术强度绝对不低。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等级，也不知道是使用了是什么道具，他会潜行，还会圣光术，应该还有别的护盾技能。思琪开口道，到现在为止他都有点后怕，完全搞不清楚陆晨到底是什么职业。何修红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我先找下圣月那边。何修红开口道，开始联系城南这边的人。他跟城南不算熟悉，是开拓者军团里不同团队的成员，但也有过几面之缘，互相会给一些面子。很快，何修红和城南进行了一番沟通。城南表示陆晨的事情按巡查司的流程去办就好，不用顾忌城南这边的面子，但需要秉公办事。何修红则是表示这件事情肯定会严查到底，毕竟川蜀重工这边死了人，不管如何都需要陆晨给出一个交代来才行。妈的，这就是个疯子，都是群疯子。周继礼没事去找他干什么？抚恤金？抚恤金不是发过了吗？这群刁民！妈的，周继礼死了，我他妈怎么跟熊哥交代？星河工会
秦昊原本是在一个商业 KTV 里搂着妹子进行娱乐活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现在是愣了愣，然后整个人就有点绷不住了。本来这几天的事情就让他有点焦头烂额，今天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点了2个妹子，没想到突然又出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和陆晨起冲突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的问题是周季礼死了。秦昊本来还有些不可置信，直到听到手下再三确认之后，秦昊直接就暴走了。诺达的 KTV 桌子上的东西全部被砸烂。周家兄弟是现在星河公会的中坚力量，2个人都是有希望进入开拓者军团一线的，而且他们的父亲本身就是顶级的职业者，现在在外面清理深渊的怪物。前段时间秦昊还说自己会照顾好周家2兄弟，没想到直接周季礼直接人都没了。周雄跟秦昊是过命的交情，算是他的大哥，秦昊甚至已经可以想象自己大哥回来之后的暴怒。周春秋呢？他没事吧？同时秦昊也担心周春秋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出来。周春秋可是现在雪山主力团的团长，如果他知道自己弟弟死了，怕也是会闹出大事情来。周团长为了准备后面的挑战书，去雪山那边准备了，我们还没派人过去通知，要派人过去通知吗？手下弱弱地问向了秦昊，这种事情肯定是秦昊才能做主的。秦昊一阵咬牙切齿，去通知，同时通知星河公会所有人，星河公会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对陆晨进行全程通缉，把公会里现在的所有的高级探索者聚起来，去圣月那边讨个说法去。秦昊这几年虽然过了不少和平生活，但是身上的戾气并不少。周季礼死了不是小事，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恐怕他这个副会长就要做到头了。第43章，全城震惊。东方既白，今天的遂宁市从早上开始就有了一种比较诡异的氛围。北区还好，很多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星河公会所在的南区，从一大早开始就有不少的探索者聚集，再加上昨天晚上闹出来的动静不小，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四处传开。不仅如此，消息的传递过程中终归是有点加工的，在成绩论坛的帖子里已经关注度越来越高，甚至还传出了各种谣言。星河公会遇袭，死伤数十人，整个南边都戒严了。我怎么听说是死了40-50人？大消息，有人在城市里战斗，直接对巡查局的人动手了，大家这2天出门得小心啊。现在居然还有人敢在城市里战斗，他们不怕正天在城市再来一次大清洗吗？我知道一些内情的消息，好像是因为人家帮星河公会办了事，星河不给钱才导致的冲突。记得前几天那个在买谷地的记录被打破了的事情不？好像就是那些人和星河公会起了冲突，各种各样的消息传递开来。虽然大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消息，但至少星河公会有大动作是事实。而这些所有的舆论，在星河公会官方发表声明之后，直接就引爆了开来。星河公会直接对陆晨发出了通缉悬赏，表示这次的事情是陆晨先突然袭击动手，而且还强行逼迫星河公会拿出了100万灵能币。不仅动手使星河公会损失重大，同时还对川蜀重工的巡查局动了手。现在星河公会已经联合川蜀工会对陆晨发起了通缉。关于抚恤金的事情，星河公会也表示是一直在关注沟通，只不过是因为陆晨想狮子大开口才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再加上星河公会写了不少这次牺牲者们在虚空之门和深渊里所做的贡献，直接就把陆晨塑造成了所有事情的罪魁祸首。星河公会在遂宁市的影响力很大，同时论坛上一些活跃有名的账号也对陆晨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反对。一时间舆论全部朝着对陆晨不利的方向开始偏。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话替陆晨进行辩驳，觉得星河这种大公会平时就做事不太地道，说不定另有隐情之类。但很快大部分的民众都还是会受到舆论引导的，甚至有人已经开始主张对陆晨进行全城搜捕，必须要让这种危害城市安全的人受到惩罚。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有理由，但你这件事情确实做得有点过分。城南已经联系上了陆晨，因为周季礼的死亡，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城南的掌控力度之外。即使他对陆晨很看好，但城南也需要为自己的兄弟们负责，不可能为了一个仅仅认识不到3天的年轻人和整个星河翻脸。星河公会已经发了好几次消息让我交人，今天还带了人专门跑到圣月这边来。你的父母我暂时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你这段时间并不适合在遂宁市里待着了。周季礼死了，他哥哥和父亲肯定会找你麻烦的。城南也有过年少意气用事的时候，但还是觉得陆晨现在的做法太过于欠考虑了些。好的，谢谢程叔了。陆晨感到了一丝暖意，本来他其实第一时间也是跟城南说关于父母的事情，没想到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这件事情您不用为难，直接让川蜀重工那边按照流程走就好。舆论这个东西我倒是无所谓，几天后的挑战书我依然会接，但有些事情终归是有人要做的。我这段时间应该会在雪山里，如果他们想来找我的麻烦，可以让他们进来。陆晨对城南表达了感谢。什么意思啊？你不准备走？
程南有些意外，没想到陆晨到这个时候听起来好像还是胸有成竹。你要待在雪山，你已经30级了。程南的瞳孔微微收缩，他记得当时薇拉只给了陆晨一个等级限制徽章，而现在陆晨居然说自己会待在白雪山岭这里。程南其实能感觉到，以陆晨现在的输出水平，等级提升效率应该会非常恐怖，但没想到短短1-2天的时间里，陆晨就已经不需要等级限制徽章就可以进入雪山了。陆晨没有否认。另外还需要您这边也帮忙发个帖子，总不能真让星河公会那边的人胡乱造谣。如果还有人问的话，你就跟他们说我在雪山里就行，我没打算跑，这几天得在雪山刷点经验，不管是川蜀重工的人想来调查，或者星河公会的人想来找麻烦都行，我人就在那里。这段时间拜托帮我照顾一下我的父母了，我无意站在整个遂宁市的对立面。说话的时候，陆晨人已经在白雪山岭的入口处，正在附近用昨天余下来的灵能币大量购买各种技能书药剂。对于星河的反击，陆晨动手的时候就预料到了他们会有很大的动静，但他还真的就不怎么慌。他下一个升级的区域本来就是雪山，从30到50级需要在这里面待上一段时间。陆晨早就已经算好了，现在唯一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就是那些7、80级的顶级探索者。但如果星河公会的人想来找麻烦，那些顶级探索者是无法进入这种低级虚空位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顶级探索者利用等级限制勋章压缩属性进来，还是说星河公会40多级的主力团队进来，陆晨都是无所畏惧的。他现在的法术强度已经接近4000，在圣光加持下相当于是4万，在整个雪山里都可以横着走。而凭借着陆晨对程南的了解，他应该也知道孰轻孰重，不会让星河在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父母动手，把自己逼到整个遂宁市的对立面去。程南沉默的几秒，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东西。行，我会保证你父母的安全，帖子我也会帮你澄清，但后面星河公会的事情，圣月不方便再插手了，你能不能从雪山走出来，得看你自己的实力。程南也猜到了陆晨的大概意图，最终开始决定帮陆晨一次。毕竟这次的起因他是清楚的，星河公会那边确实有点不地道。陆晨已经自己说了会扛下所有的事情，在不影响到圣月的情况下，程南觉得给这个天才行个方便并不是什么坏事。很快，陆晨的帖子经过程南私底下的运作，也被发到了成绩论坛中，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了一遍，并且表示陆晨接下关于星河公会的所有通缉会在雪山里等着他们的到来。至于川蜀重工这边，陆晨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川蜀重工体体面面的把事情调查清楚，陆晨可以考虑跟他们进行沟通。但如果川蜀重工的人不那么体面的话，即使他们现在是巡查司的人，陆晨也会亲自帮他们体面。陆晨的帖子一发，整个成绩论坛再次陷入了震惊当中。本来大家一开始以为是一面倒的战斗，是星河公会对一个在城市里战斗的探索者发动攻击，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转折。而且这个帖子是直接由一个权限比较高的账号代发的，还经过了川蜀重工的审核。这个话他看起来不仅仅是像对星河公会宣战，直接把川蜀重工的人也带上了。我就知道肯定有反转，星河公会平时的风评可不好，我感觉昨天是他们把被人逼急了才发生的战斗。巡查司的人有时候也要靠关系的。我也爆料星河公会的内幕消息，只有我关注到这个发消息的人署名是陆晨吗？他前几天不是才在埋骨地里刷新了星河公会的记录，现在直接就进雪山了。他是跳级了吗？卧槽，有点离谱啊。不好意思，我是帖子里所说的探索队家属成员，昨天晚上所有的抚恤金都是那个小哥交给我们的，星河公会的人一开始是不愿意给的。不管怎么说，他也不能直接在城市里战斗吧，还死了这么的职业者，人家可是在收复城市的时候出过力的。随着帖子的发出，支持星河的人依然很多，但支持陆晨的人也不少。双方直接就在论坛里展开了各种骂战和讨论。倒是一直沉默着的川蜀重工没有发表态度，一直回复说事情还在进行调查当中。所有的骂战一直到星河公会发表的了第二个回复贴达到了高潮。星河公会直接官方表示对陆晨的通缉提高到300万灵能币。既然陆晨说了自己在雪山，那只要能进入雪山把陆晨带回来的，死活不论，不管是哪个队伍，星河公会都会有300万灵能币的奖励。不仅如此，星河公会也会尽快组织一个精英队伍，坚决要清除掉陆晨这样危害城市安全的人。其实星河公会这个说法是有点不太好的，通缉这种东西也不适合拿到官方层面来说。但现在整个星河公会内部已经因为这件事情乱成一团，他们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先把面子找回来。第44章，采购技能书，进入雪山，一共是11万3000的灵能币，如果全部要的了的话，可以给您减免3000灵能币，付11万就行。可以加个联系方式的，材料也都有的，不过这边的材料暂时就这些了，还需要更多，需要从别的地方调货才行。
白雪山岭这虚空之门外面有着许许多多的商铺，有一些是大公会的专卖点，但也有部分是一些探索者组织起来的商会。陆晨这边跟城南沟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挑选这些材料和技能书了。昨天陆晨从星河这里捞了不少钱，即使发完了所有抚恤金，加上这几天击杀怪物的产物，手上也还有15万灵能币之多。他这次进雪山肯定要刷到50级之后再出来，所以在进去之前，他找到了附近一家比较大的商会购买着材料，同时也必须到了自己扩充一波技能的时候了。虽然圣光术挺好用的，但是在可以把其他职业的技能转化成圣光技能的被动下，技能种类越多，意味着陆晨可以有更多的操作出来。陆晨来的时间比较早，商铺里并没有多少人，柜台上陆晨打包了满满一堆东西，直接当场付完了全款。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各职业的技能书和后续用来分解获得圣光点数的材料。本来陆晨原先打算是让父亲后面帮助自己多收集一些技能的，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陆晨只能先亲自出手选一些合适的技能。现在这个阶段，技能书的价格是比较坚挺的，即使一本低级的 F 级技能也要好几百的灵能币了。但好在陆晨并不挑食，什么样的技能他都需要。在一番挑选下，陆晨直接选了20多本不同的技能书，有价格比较高的，也有价格低于市场的。总体来说，还是让陆晨比较满意。而在材料方面的话，陆晨觉得如果要转化这么多技能，圣光点数肯定不够的，所以他剩下的钱直接把这边的高级材料全部都包圆了，准备到时候抽空分解掉，转化成圣光系的技能，提高实力。因为大部分都是 F 级和 E 级的技能，所以需要的圣光点数并不高。经过一番分类，陆晨现在的身上已经有了4大类技能。首先是恢复类技能，除了原先有的圣光术之外，陆晨还多了恢复、启迪、神圣水晶之眼技能。其中恢复和启迪都是牧师的技能，恢复使用后对目标进行持续性的回复，启迪则是在30秒内减少魔法消耗。神圣水晶之眼来自于游侠的一个技能转化而成，可以在每次攻击之后恢复一定的蓝量值。这个技能在游侠身上就是比较常用的恢复蓝条的技能，放在牧师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陆晨的蓝条压力。其次是攻击类技能，除了原先的圣光研爆，还有可以对怪物造成攻击的圣光系技能外，陆晨还转化了法师的神圣寒冰剑、神圣暴风雪、盗贼的神圣伏击、战士的神圣冲锋、游侠的神圣瞄准射击等多个技能。其中寒冰剑和暴风雪都是1级的技能，因为毕竟陆晨前世是法师，对这些技能掌控度更高，所以他额外花了大价钱买了这2个技能树用以转化。而在恢复类和攻击类之外，陆晨这一次还专门购买了新的类型技能书控制类技能。虽然说现在很多时候陆晨凭借着攻击就可以直接秒杀很多敌人，但控制类技能总归还是比较强势的。其中陆晨比较感兴趣的是游侠的神圣冰霜陷阱、法师的冻结术和牧师本身的灵魂尖啸。前者可以对敌人进行减速和冻结，后者则是牧师的独有技能，可以短暂的让敌人产生恐惧效果，脱离危险。最后的一个分类是防御性技能。陆晨原先是有着圣光护盾的，护盾值也很高，但是这一次陆晨找到了一个来自于稀有职业炎者的技能书岩石护盾。在进行尝试过后，陆晨发现这本技能书也可以进行转化。最初的效果是简单的群体护盾效果，转化之后陆晨直接得到了一个群体圣光的护盾技能神圣岩石护盾。除了上面的这些技能，陆晨还买了零零散散比较杂乱的通用技能书，例如重击、精神恢复之类的技能。一顿采购下来，陆晨的战斗力几乎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增强。如果说陆晨之前面对星河有90%左右的把握的话，那么现在的陆晨的把握就再次提高了一些，达到了9%。这么多职业的技能融合到一起，可不仅仅只是1+1=2的效果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技能是可以进行叠加使用的。陆晨现在光是护盾，怕是都没有多少怪物可以打破。在陆晨所有转化的东西当中，关于这些技能的使用，陆晨心里其实是有点预估的。所以其中最让陆晨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购买的这些技能，而是在圣光点数足够之后，陆晨终于把目光放在了自己曾经获得的一个道具上——巫妖纹章。巫妖纹章能召唤出一只巫妖王的影子，为你进行战斗。巫妖王的属性和你的属性相关联，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10分钟。这个是前几天陆晨在巫妖王的秘境里获得的一个特殊道具，跟永恒对戒一样，属于特殊物品。前世的时候，陆晨并没有获得过这种道具，只是在一个帖子里听说过这个召唤出来的巫妖王可以释放技能，其中一个技能叫做灵魂意志，可以让某个队友在10秒钟的时间里免疫任何控制技能。曾经在深渊里有很多怪物都有控制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控的技能也相当于是一种神技。之前在埋骨地里，因为圣光点数不够，陆晨没有机会将这个玩意转化成圣光系的道具。经过测试之后，由于不是圣光系的道具，
他召唤出来的普通巫妖王的影子有点羸弱，远不如自己个人的输出。但是现在陆晨收购了这么多材料，剩下的圣光点数刚好还剩200点，已经可以将其转化完成。丁，您的特殊物品巫妖文章进行了一次圣光转化，已转化成了特殊物品神圣巫妖文章。神圣巫妖文章能召唤出一只神圣巫妖王为你进行战斗，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10分钟。陆晨承认自己有一点赌的成分，但他确实想看看，如果这个巫妖转化成圣光系的话，是否可以得到1000%的圣光系加成。一个普通的巫妖可能对陆晨的作用不是很大，但如果是10倍属性的巫妖，再加上自己的护盾类技能，那就已经足够在雪山世界里给自己带来帮助了。第45章万物皆灵。丁，您进入了白雪山岭。万物皆灵，白雪山岭。这一次陆晨进入白雪山岭并没有遇到等级的限制，他的升级速度不仅超出了其他人的世界观，实际上连陆晨本人原先都没想到自己居然可以这么快的升级。但实力的增强总是好事，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字面上的实力变成现实。有了这些技能之后，陆晨叠加法强的速度进一步提升。之前限制陆晨法术强度的主要是蓝量，现在有了游侠那个普攻回复蓝量的技能，可以预见的是他后续的法术强度即将迎来一个高速的提升阶段。雪山现在已经发现了10来个秘境，不管是使用技能还是提升等级，还是先到最近的一个秘境再说。这次进来雪山，陆晨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甚至提前规划好了路线图。好在雪山的第一个秘境距离入口并不算远，仅仅过了10分钟，陆晨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雪坡上。这里的人流挺密集，和之前埋骨地那边一样，作为雪山入门级秘境的地方，总会有不少的商人在这里收购和售卖物品。这个秘境的名字叫做冰雪之花的绽放，里面的怪物是一种特殊的冰雪精灵，核心的区域 BOSS 是一个冰冻树。冰冻树的伤害不是很高，主要体现在了防御性和血量上。前世陆晨来雪山的时候，实力已经还算可以了，还尝试过单刷这个秘境，但最终还是受限制于蓝条而告终。但是这一次的话，陆晨觉得自己单刷这个秘境几乎是毫无压力。哦吼，又是星河，看来星河真的有点东西啊。雪山这边也是有着秘境记录石碑的，他本来只是想看看这个秘境大概是一个什么推进效率，没想到直接过来就看到了老熟人的影子。冰雪之花的绽放，首次通过记录22分11秒，队伍未公布，成员未公布。冰雪之花的绽放，最快通过记录8分13秒，队伍星河雪山精英团，成员周春秋、周季礼、巴乐、方尚文、齐都。这个秘境是一个小型的秘境，首通记录没有公布出来，但是最快通关记录里又有2个老熟人，能看出周家兄弟的实力确实不错了。不仅在埋骨地那边刷了那么多秘境记录，在雪山这边也拿出了自己的实力来。真不是我针对你们。陆晨耸了耸肩，他其实从一开始真没有针对周家这2兄弟的想法，即使是昨天对周季礼动手，也仅仅是因为周季礼昨天带人过来处理抚恤金的时候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现在已经外界很多人传言，陆晨是专门来盯着周家兄弟搞事情的。不过陆晨也懒得解释这些事情，他始终针对的是那些仗着些许实力就在城市里胡作非为的势力和工会。这些人在后世远征的时候真的是毒瘤。陆晨见过了太多的势力，他现在针对的并不是周家兄弟，而是借着势力在城市里欺压百姓的整个星河。如果星河里有一部分人坏了，陆晨会清理掉这些杂碎。如果星河整体都已经歪成了这种模样，那这种工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收束了一下心神，陆晨也没有在门口久待，直接就进入了秘境当中。这个秘境的是一个露天的荧光照起来的山谷和裂谷，在简单的时空转换之后，陆晨感受到了一种格外冰冷的气息从远处的裂谷里传来。49381 48320 12938 19293加50290，一个个的数字在怪物的身上亮起，几乎每一个数字都远远超过了这里怪物的血量上限。30来级的怪物对陆晨来讲没有等级的压制，普通的怪物抗性也比较低，他的大部分技能都可以打出 90% 的有效伤害值。不过陆晨现在的目的还不是刷怪，而是熟练自己的技能。转化之后，寒冰剑居然也能对冰系怪物产生伤害了。陆晨微微有点感叹，寒冰剑是法师的元素剑，可以对怪物进行一次冰系攻击，并且进行减速。一般来讲，寒冰剑是无法对冰系怪物造成伤害的，但是在圣光转化之后，直接就变成了圣光寒冰剑，直接将冰系怪物也秒杀掉。神圣冲锋，陆晨隔着30多米的距离使用了战士的冲锋技能，他也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战士的冲锋状态。陆晨直接以一种非常诡异的速度冲击上了前面的一个冰元素球，砰的一下将他吓了一跳。这些物理系技能在没有法术强度的加持下作用并不是很大，陆晨迅速一发圣光束带走了他。经过断断续续的测试之后，
陆晨觉得大部分转化后的技能都挺有用的，基本上只要带法术强度加持的技能，陆晨都会使市级的增强。物理系的技能虽然稍弱，但也能吃到1000%的加成。只不过受限于陆晨现在的物理输出比较低，没办法打出伤害。这一点，陆晨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将来获取物理伤害附魔类的技能后会得到改善。终于，在测试完基础技能之后，陆晨看向了自己物品栏里的2样东西。是的，2样，一样是巫妖勋章，足足花了陆晨200个圣光点数才转化成的东西。另外一样的话，则是陆晨很早之前爆出来的一件装备——骷髅法杖转化而成的神圣骷髅法杖。神圣骷髅法杖D，装备所需等级7，属性智力加10，耐力加12。特效：你可以通过骷髅法杖召唤出一个小型骷髅，小型骷髅的属性和你的法术强度相关。这个装备在陆晨第一次在买谷地的时候就爆出来了，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圣光转化的技能，而且使用之后这个玩意并不属于圣光属性，法术强度的加持比例也比较低。但由于这东西是跟法术强度相关的，所以陆晨一直没有扔掉这个玩意，留在了自己的背包里。这一次也一起用圣光转化进行了转化。现在他将会进行对这2种不同的召唤物进行测试。如果召唤物也能得到大幅度加强的话，对陆晨来讲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第46章，小骷髅和大巫妖。陆晨前世也有过召唤物，比如法师水系的高阶技能里就有着一种召唤水元素的技能，可以帮助输出和释放远程控制技能之类，算是不错的神技。不过召唤物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属于特殊职业或者高级职业的专属，低级的召唤物由于属性很低，一般都比较垃圾，也就是巫妖王那个勋章有特殊技能才会被陆晨稍微重视一些。丁，您使用了巫妖勋章。陆晨首先使用巫妖勋章这个道具，很快在他的面前闪过了一些圣洁的光辉，这些光辉慢慢凝聚出了一个金色的影子，最终形成了一个2米多高的玩意。还真是神圣巫妖王。饶是陆晨有了些许心理准备，但是看到自己召唤出来的神色巫妖王，还是发表了一些惊叹。这个巫妖王的影子和之前在王座里的巫妖很像，但会稍微小一些。小一些并不是重点，这个东西看上去是骷髅架子，高大的巫妖骨架，还有着特殊的法袍，但不管是骷髅架子还是法袍，居然都是一种诡异的金色。要知道，不管是在哪个世界里，黑暗生物和圣光都是完全不相容的东西，甚至即使是一个队伍里，死灵法师和牧师之间的技能都会产生冲突。但现在在圣光的转化之下，这个巫妖居然完美的融入了圣光的阵营，就好像真的是一个改邪归正的巫妖一般。扫雷眼属性神圣巫妖王，生命值27800，27800，魔法值26000，26000，技能巫妖加速，巫妖意志，群体寒冰剑，神圣侵蚀。巫妖一共有4个技能，其中巫妖意志就是用来解控的技能，算是相当不错了。神圣巫妖王是跟我的属性相互关联，应该是只吃到了1000%的属性加成，可以当前排坦克去用。法系职业当坦克，陆晨虽然觉得有点离谱，但感觉这个巫妖王应该还算厚实。唯一可惜的是，这个巫妖勋章的冷却时间有点长，10分钟的冷却时间才能使用1分钟。虽然说道具在转化成圣光之后，冷却得到了50%的缩减，可以5分钟召唤一次，但陆晨还是觉得有点鸡肋了些。只能看以后有没有延迟召唤物存在的时间吧。毕竟只是10级秘境里的产物，陆晨也不指望可以给自己一个常驻的召唤物出来。巫妖王召唤完毕，陆晨看向了自己的神圣骷髅法杖。之前陆晨其实测试过一次，这个骷髅法杖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小骷髅，但由于不是圣光属性，自己当时的法强也一般，所以召唤出来的东西一般般。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个物品的使用冷却是5分钟，经过冷却缩减，应该可以到2分半钟召唤一次。小骷髅持续时间则跟巫妖王一样，也是1分钟。如果可能炮灰小骷髅会弱一点，不过这一次经过转化之后，陆晨对他还是有所期待的。同样是用使用道具的方法，陆晨召唤了这个玩意。很快，在巫妖王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半米高的小骷髅。这个小骷髅比巫妖王要简陋得多，只有几根架子。但是要论纯度上，这个小骷髅怕是被圣光转化的更加彻底。它虽然还是骷髅架子，但已经变成了一种金色的模样，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金色小骷髅。不知道的人怕是还以为会是某种特殊的金色传说。因为巫妖王的属性只是勉强合格，陆晨对小骷髅其实也没有多大期待，觉得只要能用就好。但没想到的是，看到这个小骷髅的时候，陆晨直接就被吓了一跳。神圣骷髅，生命值4800，4800，魔法值00，攻击力48270，防御力24135，技能加速、重击、协同攻击。原本的小骷髅只是一个很垃圾的东西，
陆晨上次使用的时候都没有技能，只是普通的骷髅而已。但是这一次，经过圣光的转化之后，小骷髅居然直接多了3个技能。不仅如此，小骷髅的属性面板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它的生命值依然较低，只有4800左右，跟30级的怪物差不多。但是这玩意的攻击好像有点离谱，4万多的攻击，这么高的吗？防御力也有2万，陆晨有点愕然。4万多的攻击还只是基础面板而已，如果加上重击技能，怕是伤害还会更高。小骷髅手上拿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骷髅古剑，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没想到就这么个小架子，居然会有如此离谱的属性。或许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法术强度加成，而巫妖勋章是属性加成。陆晨再次看了一眼2个东西的不同介绍，如果要说差别的话，可能就是属性和法术强度的差距了。对一般的探索者来讲，整体属性这种东西肯定是比法术强度要好很多的，可以提高召唤物全方位的实力。但是陆晨现在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他的法强已经堆叠得非常高，来到了不属于他这个等级的高度，再加上1000%的圣光加成，就更加的恐怖了。试试看。虽然陆晨并不清楚为什么小骷髅的伤害会这么高，但这对他只有更多的好处。很快，2个召唤物都朝着前方的2个冰元素怪物群冲了过去。巫妖王这边的群体寒冰剑击中了冰元素怪物，出现了一些免疫的字眼，紧接着补上神圣侵蚀技能，才将这怪物清理掉。而小骷髅这边冲上去之后，46292， 47289，重击65289，几乎跟砍瓜切菜一样，直接就将这冰元素和雪球切成了碎片。看着这个2个召唤物的表现，陆晨心里思考着用法。巫妖王的表现中规中矩，但是接近3万的血量当前排不成问题。小骷髅看起来人畜无害，但伤害高有点离谱，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的战士输出。这2个东西在一起的话，怕是在战场上还可以起到迷惑敌人的反差效果。敌人对着法系的巫妖王进行斩首输出，结果发现这玩意是个肉牛坦克，然后清理炮火小骷髅的时候，发现小骷髅攻击和防御极高，可以直接在战场上杀穿一路。光是想想，陆晨就觉得怕是会给敌人带来一些圣光的震惊。看来以后也可以同时收集一些召唤物装备了。陆晨看着小骷髅若有所思，如果转化过的小骷髅如此强力，那也就意味着陆晨完全可以收集相似的物品。以后他一次性收集几十上百个召唤道具，在战场上召唤出来这些小玩意的时候，怕是直接就可以形成一个恐怖无敌的神圣亡灵军团。我一个牧师对这些骷髅的灵魂进行了救赎，召唤出来了一个神圣亡灵军团，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合理的。第47章，法强迅速增长，再次打破记录。在这个秘境断断续续测试了10多个技能，陆晨基本上对自己现在转化的技能和召唤物有了大概的了解。整体来说，陆晨还算满意，但现在这些技能都太过于低阶，并没有太大的灵活和操纵性，还是得想办法多弄一些高阶的技能书才行。技能树和物品一样也是分有等级的，即使是同一样名称的技能书 ，S 级和 F 级也有着天差地别。比如说 F 级的寒冰剑可能只有 20% 法术强度的加成，而 S 级的话，这个强度甚至会达到 150%。这些差距在等级高了之后会显得尤为的重要。所以即使陆晨现在转化了很多技能备用，但也还需要获取更多的技能书，一个让技能的强度更高，还有就是需要获取更多不同类型的技能扩充丰富度。再联想到转化这些技能又需要庞大的圣光点数支撑，陆晨愈发的觉得任重而道远。技能书可遇不可求，但等级还是可以迅速提升的。陆晨扫了一下自己的数据面板，现在他所处于的这个秘境只有100来只怪物，每一只提供30点经验左右。一遍通刷下来，虽然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让他提升好几级，但加上之前储存的经验，还是能勉强把当前所需的经验填满，提升到了31级。随着刷怪速度的提升，陆晨预计自己应该在40级之前的升级效率应该还是不会太低。等到40级之后，每一级需要好几万经验，升级的效率才会显著下降。姓名：陆晨，探索者编号29838227AZ，职业：牧师，等级 LV31 3725500，生命值32403240，魔法值12606670，基础攻击100，基础防御108，法术强度6342，力量200，敏捷216，耐力324，智力667，精神589，天赋圣光之心 LV2 SSS， 圣光点数66，技能圣光分解 SSS， 圣光转化 SSS， 圣光研爆 D， 神圣寒冰剑 E， 圣光之盾 E 等。装备永恒对戒，左戒
特殊巫妖文章，特殊元素法杖 D， 神圣骷髅法杖 E 等。灵能币37290 6400法强。陆晨微微感叹，当他击杀完这个秘境的最终 BOSS 时，他的法术强度已经达到了恐怖的6400多，其中有一部分是智力值带来的法术强度加成，但是更多的还是由施法所带来的魔法值增长。陆晨的精神值现在是589点，在非战斗状态下每分钟可以恢复589点魔法值，战斗状态施法后30S 为战斗状态下恢复速度大约是1/10。此前法术强度增长缓慢，主要是受限于蓝量，但现在蓝量已经开始逐渐充裕，还有着游侠的回蓝技能，陆晨集中精神的话，1分钟能释放60个技能，甚至更多。当然，实际操作里虽然需要注意周围的各种东西，不可能一直保持紧绷状态，但只要合理控制靠休息和战斗的时间，陆晨大部分时候法术强度都在迅速的增长当中，基本上也能做到每分钟增长30点以上。从进入雪山开始到现在不过1个小时，陆晨除了预留1000多蓝量备用之外，其他的魔法值都释放技能转化成了的法术强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涨幅了1000多的法术强度。因为测试技能耗费了不少时间的缘故，陆晨第一次刷这个秘境并没有打破记录，但是当陆晨重置后再次刷取的时候，仅仅2分钟不到，陆晨就带着小骷髅一路通刷到了 BOSS 面前，直接打破了星河公会的精英小队创造的记录，而且有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领先。冰雪之花的绽放首次通过记录22分11秒，队伍未公布，成员未公布。冰雪之花的绽放最快通过记录2分21秒，队伍星辰，成员陆晨。此时白雪山岭冰雪之花的绽放秘境外已经有一个小队蹲伏者。白雪山岭是一个很大的虚空之地，等级30到50级，对于星河公会来讲算是大本营，所以在陆晨对星河公会发起挑战后，就已经有人蹲在了各个秘境的附近留意关于陆晨的消息。比如张烨所在的队伍一共有3人，他是新加入星河公会不久，跟着队长一起过来执行眼线任务。卧槽，变了！记录！张烨是一个有点咋咋呼呼的人，25、6岁的年龄，等级刚到30级不久。这几天他吃了不少关于自家公会的瓜，被派来驻守这个秘境，就担心会遇到那个可怕的杀神大佬，没想到现在真的遇到了。队伍里的队长是一个中年男人，在张烨咋咋呼呼之后，他也看到了秘境外10倍的变化，最快记录被打破了，而且直接是从8分钟记录被打破，直接到了2分钟。离谱，他不会是直接把所有的怪物全部秒杀了吧？张烨开口吐槽道，这几天传言里就是陆晨有着秒杀类的技能，所以才在昨天把精英团队干掉了不少人。要知道这个秘境虽然不大，但如果要走到 BOSS 面前，怕是都要走个1分多钟。2分钟打破记录，可以说绝对是一路秒杀过去才可以做到的。他出来了，中年男人队长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在秘境记录被打破不久，就由一个年轻人从秘境的出口出现，虽然他们没有见过陆晨，但是这种气质是完全无法掩盖的。他好像要走了，我去通知团长那边。中年男人想了想，准备去通知星河公会。因为虚空之地里有很大的无线电干扰，所以没有长距离的通讯设备，只有短距离接力通讯才勉强可以。你去拦住他，会里的精英队伍应该很快就赶过来了。中年男人吩咐张烨道。张烨愣了愣，一脸懵逼地看着自己的队长，有些不可置信。我？张烨苦笑了一下，这种大佬怕是一眼就可以秒杀他。第48章，不能让他再成长下去了。除了星河公会的这些摊子，在雪山这边的一些商人或者公会也都看到了这个秘境的记录被打破。2分钟，记录被打破了，这人是魔鬼吧？已经开始有探索者聚集在这个区域。要知道雪山和埋骨地可是不一样的位置，能进入雪山的都是30级以上的探索者，有不少的战斗经验了。这些人如果回到遂宁市，至少都可以保持吃喝不愁的状态。而且即使是星河公会，在雪山这边也能说稳稳的占据第1位。这边有其他很多公会的人，甚至川南重工那边也有不少队伍在这里行动。关于冰雪之花的绽放，这个秘境算是大家一个冲榜的秘境，因为这里面的怪物并不复杂，可以很好的检测出队伍的实力，最后的 BOSS 血条又比较厚实，所以很多人都用冲击这个秘境的速度去检验实力，时不时就会有高级队伍过来冲榜。10分钟以内的队伍都可以算作的精英队伍了，低于10分钟的话，每隔几秒都是一个门槛。之前星河公会过来冲过几次，大概是上个月的时候把记录定格在了8分出，预计今年有机会突破8分钟的时间。但没想到竟然有人在这个时候以单人的水平直接将秘境的通关时间拉到了2分钟的地步，这还有谁能打破记录啊？已经有队伍开始错愕。更加令人错愕的是，这个陆晨不是前几天才在埋骨地那边打破了记录吗？
他现在又来雪山霍霍了。探索者们都很忙，并不是所有人都关注着星河和陆晨的纷争的，所以一些不知情的人直接就被秘境记录大幅度压缩给吓到。雪山虚空之地入口，周春秋面色深沉的在星河公会的据点里，终于在回来补给的时候收到了关于自己弟弟的噩耗。是的，周春秋其实是属于收到消息最晚的一批人，因为他这几天都在准备后面几天的挑战书，准备囤积一些怪物灵魂，加强自己贤者的实力，到时候去解决和陆晨的事情。但没想到自己才出去1天的时间，自己的弟弟就已经跟陆晨起了冲突，而且还死在了陆晨的手上，这是周春秋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咔嚓，在周春秋的办公室里，他直接一拳把整个玻璃茶几都锤破了，手上流着鲜血，一言不发。人在极致的怒意的时候反而不会暴躁了，而周春秋本来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不然也不会这么年轻就做到团长的位置上来。秦会长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集结了起来，就等你的指令。手下对着周春秋开口道，雪山里每个秘境我都安排了人盯着，应该很快就会有他的消息。虽然说周春秋才知道消息，但秦昊在此之前就已经对陆晨下达了追杀令，整个星河公会一直是处于战备状态的，几乎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事情，所以周春秋才被通知到事情不久，队伍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不用那么多的人，我挑几个人过去就行。周春秋的脸色依旧深沉，他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是怎么死在陆晨手上的，但可能陆晨那边有一种特殊的高输出手段。即使他现在非常愤怒，想要给自己的弟弟报仇，但也知道如果人去的太多，怕是还会有新的牺牲，还不如他直接带几个精英过去解决。让阿奇还有小周他们过来。周春秋点了几个人名，这个都是周春秋的核心队伍，不仅有着强大的输出，还有着不少保命的能力。但想了想，周春秋又拿出了电话，联系了一个人。伟哥，季里死了，那个人在雪山，需要你帮忙压低等级，跟我一起去一趟。听到伟哥这个名字，周春秋身旁的小弟微微一颤。这个名字在星河公会里其实也算是一个小禁忌。这个伟哥曾经是星河公会主力团队的一员，甚至不弱于周家兄弟的地位，但是某一次和星河的高层起了冲突，最后直接退出公会，变成了一个赏金猎人。再后来，这个赏金猎人几乎成了公会高层的噩梦，最后一直到星河公会改制，这个报复才结束。而在报复结束之后，伟哥倒是也没有和星河公会再起冲突，只是没有人再提。伟哥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直到现在也是在川蜀重工的通缉名单上，只是没想到周春秋居然跟伟哥还有联系。手下并没有听到对面的回复，但是周春秋已经挂了电话，像是已经沟通好了的样子。很快，由周春秋带着的一个5人小队就已经集结完毕了，不仅是整个雪山分部的绝对精英，甚至还有压制等级到50级后过来进入雪山的人。团长已经打探到消息了，距离入口不远，就在冰雪之花的绽放那边，40几分钟之前的消息，现在追过去应该能追到。关于陆晨在秘境打破记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周春秋这边来，2分钟的记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周春秋眉头皱了皱，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他的隐藏技能这么强，周春秋自己是刷过不少次那个秘境的，如果他全力准备储存灵魂的话，应该可以刷到7分钟去，提高1大截。但是2分钟的记录确实有点离谱了，那他应该已经使用过一次那种特殊输出了，应该有冷却时间。周春秋心里预估着，越是强大的技能，冷却时间就是越长，他绝对不相信一个30级的职业者能有好几万的法强，只能认为是某种特殊道具。现在过去追击的话，刚好可以利用陆晨冷却时间的空档。不过周春秋也是在让队伍补了一些药剂和保命道具。既然陆晨对他弟弟动手了，他绝对不可能让陆晨活过明天。即使他知道可能会有危险，但是血亲死亡的仇恨让他必须踏出这一步。这么多接近50级的探索者，就算是偷袭，今天也要让陆晨必死。不管陆晨到底是什么原因变得这么强，现在已经不能再让他发展下去了，否则以后恐怕没有再击杀他的机会。